当李飞从李氏大厦32层一跃而下时，他怒吼道：“张朝君、丁文清，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两个！”随着一声巨响，李飞整个人瞬间失去了色彩。当李飞再一次睁开双眼时，他双手捂住自己脑袋说道：“头好疼啊！这就是跳楼死的后遗症吗？连做鬼都能感觉到疼痛。”你小子终于醒过来了，不会喝酒你就不要喝那么多酒。昨天晚上喝醉酒后大耍酒疯，说什么你要娶舒婷当媳妇，你小子才多大就知道要媳妇了？就在李飞抱怨的时候，一道让他无法忘记的念叨声在他耳边响起：“妈，我这是在地狱里面和你见面吗？”你个小兔崽子，喝酒是不是喝糊涂了？什么在地狱里面跟我见面？你这是咒你妈我死是吧？气得他直接伸手捏住李飞的耳朵，把他给提起来念叨：“兔崽子，咒你老妈我早点死是不是想要继承老娘的财产呢？”疼。这时李飞反应过来自己这根本就不是在做梦，他重生了：“你个小没良心的兔崽子，还知道疼？”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爸带来一个年轻的狐狸精回来，说是我的新妈，你气不过就想不开了，而我也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气不过我就从咱家1楼窗户跳了下去，准备下来找你。臭小子，就知道胡编你爸，他在外面都不敢跟女人在一起聊天，还带狐狸精回来。他要是敢带狐狸精回来，老娘就把你们父子直接交给那狐狸精，还要谢谢来接班。还有咱家住在1楼，从窗户下跳下去，摔不死你这兔崽子。看着自己面前的母亲，李飞心中却是无比的高兴，因为在李飞25岁的时候，他老妈黄月山因为得了肝癌晚期去世了。妈，今天是几号啊？你小子喝酒喝傻了吗？昨天你高考刚刚结束，晚上你们一大群同学去喝酒，你喝醉了耍酒疯，拉着人家舒婷就说要她当媳妇，害得你爸今天一大早就上你陈叔叔家道歉去了。妈，昨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全部都忘记了，估计我喝的是假酒。你小子别贫嘴了，舒婷那个丫头是妈从小看着她长大，我也很想让舒婷给我当儿媳妇，可你小子看看你自己的样子，你觉得你配得上舒婷那个小丫头吗？儿子，咱以后就不要有这种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想法好吗？陈舒婷是李飞的同班同学，也被称为是天海一中的校花。上一世李飞高中毕业，借着酒劲大胆向她表白，可也就是这次表白成为他上一世最遗憾的事情，因为二人成绩分数相差还是有些大，二人也就是从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不行，老子重活一世，这一世我一定要把陈舒婷给拱到手。这几天李飞他脑海里面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去倒爷和战斗民族做生意。现在他唯一缺少的只有马尼，只要有钱才能倒卖货物去战斗民族国家赚取大量的金钱。很快李飞就被一则消息吸引住了目光，他看到自己脚边一张废弃的报纸，上面写着世界杯足球的赛事消息。周汉，你小子在家吗？谁呀？我，你大爷！周汉听到门外传来的熟悉声音，快速打开自己家房门。飞哥，怎么？这才一晚上不见，你小子就不认识人了？真是你飞哥，这才一个晚上，飞哥你怎么就整个人都变样了？该不会是昨天晚上你表白陈淑婷后深受打击，再剃了一个劳改犯的发型吧？滚！你才劳改犯的发型，老子这叫时尚发型，全世界唯一帅气的发型。飞哥，你还别说，这发型跟你还真配。你哥在吗？我找你哥有点事情。我哥他不在，他去朋友家住去了。能找到你哥吗？能，我哥在外面也就那么几个点，我带你去飞哥。走吧。飞哥，你找我哥有什么事情啊？问你哥一点事情。半个小时后，周汉终于在自己哥哥一个死党的家里面找到了他。哥，飞哥说找你一点事情。不知道飞哥找我有什么事情？周哥，找个没人的地方说。当即，周浩把李飞带到自己住的房间里面去了。飞哥，你现在可以说找我有什么事情？我想问一下，周哥，你知不知道怎么航城那个地方有地下赌球的盘口？你想玩赌球？没错，我想玩一下地下赌球，但我知道想要进去需要有熟人才能带进去，要不然我一个陌生人不可能进去里面。路子我倒是知道，但是赌球输多赢少啊。没事，你只管带路就行了。李飞凭借着上市的记忆，一晚上挣了100多万。李飞和周浩二人坐上车回家，车上李飞拿出1万块钱递给周浩，对他说道：“这1万块钱给你，算是周哥今天的带路费。”飞哥，这钱太多了，我不能要。给你就拿着，钱虽然不多，但是你可以拿着这笔钱去做点小生意，这比你在道上面混要好得多。只要叔叔阿姨不用担心你和周汉，也算是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谢谢飞哥，你今天对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好好做，只要勤劳一点，好日子也离你不远。我会的，飞哥。次日，李飞早早的就起床，因为他要把那100多万的支票给兑换成为现金。你小子昨天晚上几点钟回来的呀？看完世界杯2场比赛就回来了。今天晚上还要去看吗？不看了。过几天我想要去外面旅游一趟，去外面见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壮丽的风景。现在他钱也有了，就差去俄国去考察一下，差不多1个星期就可以。你想去什么地方旅游？我想去关外那边看看。为什么要去关外？那么远地方，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还是在周边的城市看一看？关外3省可是和航城有几千里路那么远，谁会放心一个18岁刚刚成年的孩子一个人出去？妈，我都多大的人了？我都18岁是一个成人了，你就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件事情你要去跟你爸说，跟我说没用。行，等我爸回来后，我就跟他去说。吃完早餐后，李飞便拿着支票离开自己的家去银行。麻烦你给我把这张支票也给兑换一下，成为现金，存入的这个账户里面。李飞把他昨天晚上赢的100多万现金支票递给自己面前的工作人员道：“什么？”那银行工作人员接过李飞递给自己的一张写有100多万的银行支票，整个人都有些不敢相信，仔细的检查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发现这张现金支票的确是真的。以后，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对李飞道：“先生，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了，我真就给你搬礼。”半个小时后，李飞在这银行行长亲自送行下离开银行。在他离开时，他口袋里面多出来了一张银行的信用卡，里面有30万的额度。离开银行，李飞直接去找自己的堂叔李志军。进来。李飞推门走进去后，看到自己堂叔在看档案，
他开口说道。李局，我要报案，我爸他使用家庭暴力打我。李志军听到这话不由是眉头一皱，老子打儿子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当他抬起头看到这要报案的人时，他没好气地说道：你这小兔崽子，没事来找你叔我来寻开心了是吧？叔，我这不就是跟你开一个玩笑。我可是记得你小子最怕来找我了。说吧，你小子又犯了什么事情要我帮你？堂叔，我是那种在外面乱来的人吗？今天来找您是想找您走个后门，我想要办护照，最好能今天或明天就能拿到。你要办你护照做什么？又不出国。叔，我这不是怕我以后上大学的时候要用，那时再办还要大老远的回家来办，现在办比以后办不是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吗？你小子说什么都有理，你办你护照的事情，你爸妈知道吗？不知道，我都没来得及跟他们说，二人就去上班了。这不我先来叔你这，等回去了再跟他们二人说。行，东西都拿来了吧？户口本、身份证都已经准备好了，麻烦叔你了。叔，护照明天能拿到吗？我让下面的人给你小子想可去弄，明天晚上把东西送到你家去。哪里能让您给我到家去？明天下午我自己去入境办理处去拿，我可不敢让自己堂叔送到自己家去，真要亲自送去，自己去俄国的事情怕是瞒不住。你这小子还跟我客气啥？李飞以100多万的预付款，成功拿下价值超过1000万的积压货物。小伙子，你找谁？当李飞刚刚走进荣兴罐头厂时，他被一位看门的大爷给叫住了。大爷，我想问一下，罐头厂的厂长在吗？小伙子，你找厂长有什么事情吗？我找厂长是来谈一笔生意，不知道他在吗？你一个小屁孩还找厂长谈生意，是看我年纪大了好骗吗？大爷，我是真的来找厂长，您只要告诉我他在不在就可以了。看着门口大爷这不配合的样子，李飞只能问大爷厂长在不在。第一间办公室就是厂长。大爷，谢谢您了。李飞感谢一声后，直接转身进入荣兴罐头厂。请问这是厂长办公室吗？我就是荣兴罐头厂的厂长许昌明。小朋友，你有什么事情找我吗？李飞直接坐到许厂长的面前，对他说道：许厂长，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谈一笔生意。小朋友，谈生意你应该找你家大人来跟我谈，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跟我谈？许厂长，我来找你谈生意，和我家人没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规定，公务人员是不能经商。李飞向许厂长解释说道。那不知小同志你父母贵姓？许厂长不会因为李飞这2句话而就选择相信他，真要是这么容易相信人的话，他还做什么生意？我妈姓黄，叫黄月山，想必许厂长不陌生吧？看着不相信自己的许厂长，李飞把自己老妈的名字说了出来。他老妈可是杭城财务部门的领导，虽然不是一把手，但也是审核款项的副主任。小同志，你是黄主任的儿子。他正愁找不到如何接近黄月山，现在老天爷送给他一个机会来了。小朋友，你妈妈黄主任最近还好吗？我妈一切都好。看着这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的许厂长，李飞知道对方是想要通过自己来接近他母亲，当即开口朝许厂长说道：许厂长，我今天来找您谈生意，是代表我个人，跟我父母没有什么关系。李飞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你想要通过我去找我妈走关系，这条路行不通。我知道这个我都懂，说说你想要跟我谈什么生意？许厂长，不知道贵厂还有多少罐头积压在仓库里面？这别提了，现在市场行情不好，光这积压的产品就超过80多万。要是这些产品销售不出去的话，我们厂怕是维持不了多久。贵厂的所有的库存我预定了。什么？小兄弟，你可不要开玩笑，这批货可是价值80多万。先不说你能不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光是这么多货，你拿到手中也销售不出去，也是砸在自己手中。许厂长，能不能销售出去，这是我的问题，这个您就不用操心。就算这些罐头销售不出去，大不了我把它们全部都捐献给贫困地区的人去吃。听到李飞这么说，许厂长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忍不住问他：这么大的事情，你跟黄主任说过没有？这许厂长还是怕李飞赔钱了，会把这件事情跟他母亲黄月山说，到时候吃亏的人可还是他。许厂长，我说过了，我做生意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我家里面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我亏本也是我自己的事情，能明白吗？明白。那我们来谈谈这批货的价格。小老板，我们仓库积压的这批货价值85万，如果你全部要的话，我做主80万全部都给你。60万。60万。小老板，60万这个价格我要亏本赔钱，我再退一步，75万如何？许厂长，你这批货如果我不要的话，他们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也不用我多说，想必你也明白，60万的价格对于你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的赚，只是赚多赚少而已。小老板，真的不能再加点了。我开出来的价格已经很公道，如果我要心黑一点，我出的价格就不是60万，而是30万、40万。时间我可以等，但是贵厂仓库那些罐头可等不了，时间越长，这些罐头就越不值钱。还有，我也不是要和贵厂做一次生意就不做，要是销售好的话，今后的订单我保证会源源不断。小老板，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李飞就这样打着他老妈黄月山的名号，成功在1天之内拿下8个国企工厂的厂。下午5点，李飞回到家时，他父母早早就下班回了家。爸妈，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明天我要去帝都开会，就把你妈叫了回来收拾一下。老李，可以啊，免费公费旅游。你说的是什么话？什么叫免费公费旅游？我那是去帝都开会，你以为是去游玩吗？上面要对国企实行改革，需要下岗一大批工人，我是去听上面的指导精神。李飞听到自己父亲说的这话，他想起来了什么？老李，那你有没有写有关于这改革后下岗工人的处理问题的报告？哟，你小子居然还懂下岗工人的处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办法。商议最多的是买断工龄，让下岗工人拿着这钱去自己创业。至于你说的处理问题报告，你老子没写，我只是去开会听上面指导精神。再说全国那么多人去，就算我的报告递上去，上面的人会不会看也是一个问题。想起直接前世被2代下套，李飞心中一股怨气顿时涌现出来。自己的搭档和小娇妻在面对对方的势力时，直接选择背叛自己，这口气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如今他父亲能有一个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老李，你要这样想的话，身为儿子的我就要批评你了。老李，你也是老同志了，不知道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可以帮助多少下岗工人的家庭解决温饱。这买断工龄对于那些下岗工人们来说弊大于利，很多工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突然拿到这么多钱，这样会让他们把持不住诱惑。要是把钱都花完了，你让他们一家老小都怎么生存？李元朝听到李飞说的这话，整个人内心被震撼住了。
这些话里面说的内容，他们没有一个人想到。小飞，你刚刚说的这些问题，我的确是没有想过，也有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的话给了我很多大启发，我现在要去写一份相关的计划书。这一次去帝都开会，我看看能不能在会议上面提出来。老婆，我不吃饭了，要写一份计划书，很急。回到自己的房间内，拿出信纸和钢笔出来，开始写企业改革和对于下岗工人的安置和处理问题。有了我这份计划书，想必老李在帝都肯定是能一鸣惊人。来到他父亲的书桌面前时，他看到桌上一份写好的计划书，拿起来仔细的看了起来。没想到老李的文笔不错，就是有些格局没有打开，还是有些保守。这样的计划书拿上去，就算能吸引注意，但缺陷还是有很多。随即，他把自己写好的计划书跟他父亲写的计划书调换了一下。次日凌晨6点，爸，这么早的车吗？小飞，你怎么起来这么早？是不是我们吵醒你了？老李这不是要去帝都出差，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不也要起来送送他？顺便再叮嘱一下老李，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不要被帝都的妖精迷住双眼。来，儿子，为父让你享受一下什么是父亲承重如山的父爱。李元朝抽出自己腰间的牛筋皮带，一脸父爱的对着李飞道：“老李，我要的不是父爱，我需要的是母爱。你这承重如山的父爱太过沉重了，我觉得母爱更适合我。”李飞十分识相的站到自己老妈黄月山的身后。好了，你们父子2个就别贫了，时间都要赶不上了。爸，时间真不早了，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怕真的就赶不上早班车了。儿子，我不在家的时间，你要听你妈的话，明白吗？知道了，老李。随后，母子2人把李元朝送出家门口。李飞快速的吃完早餐，开口对自己老妈说道：“妈，我已经跟同学约好了，明天准备去外面玩一段时间，也算是我们对高中的学习生涯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你都和哪些同学一起去旅游？当然是跟我玩得好的同学一起去，而且就是在周边的城市去玩玩，不会去很远地方。你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小家伙。你爸去帝都出差，家里面就剩下我们母子2人。结果现在你这小没良心的家伙又要去旅游，就把你老妈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李飞换回来一架图负154飞机。当李飞刚刚走出家没有多久，就碰到一个熟悉的背影。舒婷，你认识我？我当然认识你了，杭城第一附中的校花，只是没有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你。不知道陈校花这是要去哪里？你是李飞？没有想到还是被你给认出来了。你怎么变了个样了？都差点没有认出你来。舒婷，对不起，那天多喝了一些酒，就把我心里话给说了出来。什么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喜欢你，想要追你，让你当我女朋友，这是我的心里话。直到我们高3毕业，马上就要进入大学里面，说不准从此之后我们想要再见一面都很困难。我只能在分开的时候把我心中对你隐瞒11年的感情表达出来。不管你是否接受，你永远都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女孩。陈舒婷看着李飞一脸真诚向自己表白，说出心里话，一时间她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舒婷，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吗？李飞，可是我们还太年轻了，而且我们马上就要上大学。只要你答应跟我交往，我愿意跟你去同一座城市，不管你去什么地方，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对于李飞这个人，陈舒婷以前对他也就是同学和朋友关系，可是现在当他看到变成一个阳光帅气的李飞时，已经对他心动了。有人说过，任何的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意，不仅是男人会对女孩子一见钟情，同样女孩子一样会对男孩子一见钟情。我想去帝都上帝都大学。你去帝都大学，那我也去帝都陪你。虽然我的学习成绩不如你，但是去帝都上大学还是没有任何问题。我看着对自己如此执着的李飞，陈舒婷心中还是十分欢喜，有些脸红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舒婷，你要不说的话，我就当你答应。看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自己的陈舒婷，李飞知道他不再抵触自己，直接上手抓住他的手，开口对他说道：“今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都陪你去。”你放开我，被人看到不好。怕什么？看到就看到，男女朋友一起手牵手怎么了？我什么时候答应当你女朋友？你要再乱说的话，我可不理你了。那你要怎么样答应成为我女朋友？看着陈舒婷的表情，李飞心中已经知道他已经成功被自己拿下。我不知道。舒婷，我现在已经牵了你的手，那你就是我的人了。你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你是我的，就永远是我的人。李飞十分霸道的对陈舒婷宣布她是自己女朋友。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这是要去哪里？我和青青还有李小芬约好，今天一起去逛街。我现在去找他们。今天不跟他们去逛街，今天陪我。不行，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要是不去的话，岂不是失信于人了？我现在是你男朋友，你当然是要陪男朋友最重要。李飞不管陈舒婷抗拒自己，直接拉着她跟自己。晚上回到家，妈，早上8点我就要跟同学去外地玩了，衣服我已经都收拾好了，直接就可以出发。明天我送你们上车。妈，我都多大了，还要你送我去？这要是让我同学们看见，还不要笑话我？我这不是不放心你出去。妈，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好了，我就去玩几天就回来。再说也不是去很远，就是在隔壁的城市。果然还是老话说得好，儿大不由娘。这将来要是娶了媳妇，估计连我这个老娘都要忘记了。这怎么可能呢？在我心里面，老妈你才是这世界上最漂亮、最完美的女人。如果不是我比老李晚出生那么20几年，肯定没有老李什么事情。臭小子，没有你爸哪里来的你？你还想比他早生出来？怎么早生出来？难道是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吗？看着被自己安抚好的老妈，李飞也算是松了一口气。如果明天真的要送自己去车站，什么都露馅了。刚下飞机，旁边就有人用俄语搭讪：“朋友，你是想去俄国做倒爷的吗？”李飞突然听到有人跟自己说话，他愣住了一下，随即用他有些蹩脚的俄语回应对方：“我是去考察一下市场。”太好了，你居然会说俄语！我叫卡特托夫斯基，这一次来华国是寻找合作，可是华国很多企业都不敢跟我合作，他们怕我是骗子，都选择拒绝我。卡特托夫斯基，你是开贸易公司的吗 ？No， 我没有开贸易公司，我在俄国开了10家大型的超市，现在需要进大批的生活物资。我听说华国的产品优质，而且还是物美价廉，于是就从俄国来到华国。这里的商品的确是让我很心动，可是华国的商人对于资金付款方面需要一次性付清，不接受50%的预付，1个月后支付尾款，只能失望而归。李飞听到对方的话，直接是无语了。这样的付款方式放在国内谁都不会答应，哪怕是放在西方那些国家也是一样，人家都不会答应你支付50%的预付款，剩下的50%需要1个月支付，谁会答应？万一你跑了，人家怎么去国外找你？先生，能问一下你手中都有什么货吗？如果是我需要的货，我愿意用1倍的价格收购。1倍的价格？我可是听说现在俄国所有的商品价格可是国内10倍，你这出1倍的价格来收购，是欺负我不懂行情吗？商品的价格是10倍没错。
错，可是利润这一块我也能赚到1倍而已，大头全部都被军方那些大佬们给控制住，我也没有办法。那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跟军方人去合作，而要选择跟你合作？小兄弟，要不这样，我帮你介绍军方的人认识，你手中的货物还是以1倍的价格收购，只要你货物总量的1/10，你看如何？我怎么能知道你说的话是真是假呢？这个很简单，只要你到了俄国，我可以带去见那些军队的高层们。你要知道，在俄国可是没有人敢假冒军方的人，一旦抓住可是要被枪毙的存在。卡特托夫斯基先生，俄国的情况我知道，你们的军方派系众多，如果是我要找合作伙伴，肯定是要找一位实力和背景强大的合伙人，你说是吧？这个你可以放心，我背后的靠山是俄国陆军上将涅科佐夫上将。如果我的靠山不够硬的话，我又怎么在俄国开始家大型超市？涅科佐夫上将，李飞脑海之中不由回忆着这个名字。跟你合作可以，但是我要当面和涅科佐夫上将面谈。这卡特托夫斯基听到李飞说要跟涅科佐夫上将面谈，他顿时有些为难了起来。怎么，有困难吗？想要见涅科佐夫上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想要见到上将，交易金额最少也要上亿，才有资格见上将。就这么简单？这还简单？你可要听清楚了，是一次性交易生意，你确定能完成吗？就算你要上亿美元的货物，我都能给你完成，前提我要见到涅科佐夫上将，跟他面谈。上亿美元？此刻卡特托夫斯基心中再也没有对李飞小看的神情了，反而是一脸震撼和崇拜的眼神看着李飞。不知道先生你贵姓？我叫李飞。李飞先生，我能问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吗？你不用管我是做什么，你只要知道我能弄到这么多物资就可以。李飞先生，如果你真的可以弄到这么物资的话，我可以安排让你和涅科佐夫上将见一面。在我们华夏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只要我们说出去的话，那就一定会做到。那好，我来安排。1个小时后，二人下车后，李先生，这位就是涅科佐夫上将身边的副官且若夫副官。且若夫副官你好。且若夫副官，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位华夏的商人李飞先生。李飞先生，欢迎你来到俄国。当涅科佐夫上将看到自己副官带进来一位年轻的不像话的年轻小伙，他看着李飞问道：你就是华夏来的那位想要见我的商人？是的，涅科佐夫将军，我就是那个要和你谈生意的华夏商人。小子，你可知道在俄国戏耍我的人都会有什么下场吗？我要是骗子的话，就不会傻到自己一个人见将军你了。毕竟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是吗？说的不错，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看你这么年轻，想必也没有这么傻会来耍本将军，把自己的小命给丢了。我听我的副官说，阁下能从华夏调集过来价值上亿美元的物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当然，在我们华夏有一句老话，一个唾沫一根钉子，意思就是说，只要是我们答应过的事情，就没有誓言做不到。李先生，我先下1000万美元的订单，我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最快需要多久能交接？1个月内可以完成这笔交易，不过需要将军你支付30%的预付款，也就是300万美元。你要钱我没有，但是我可以给你别的东西做抵押，比如飞机或者是摩托车生产线、炼钢的设备，你自己拿去华国换钱。李飞听到涅科佐夫将军的话，他心中不由是一阵激动了起来。不过李飞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任何欢喜的神色，反而是皱了皱眉，有些为难地对涅科佐夫将军说道：将军，这些东西我要拿到华夏去变现，这需要时间才能完成。还有这些设备的价格也不好定价，价格定低了，将军你吃亏，高了我吃亏。既然合作，那我们双方都拿出来诚意出来。这些东西我不定价格，由你来定价格，你看如何？李飞苦笑的一声，当即开口回答道：将军，途夫154飞机一架800万美元，这个价格您觉得如何？800万美元就800万美元，这个价格也差不多。涅科佐夫将军，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这么说定，明天我就回国内去帮助将军预购物资。你有什么事情吗？李飞直接走进来，坐到对方办公桌前的椅子上。苏总，我找您是想和您谈一买卖。你说什么？你要跟我谈生意？是的，苏总，我手中有几架俄国途夫154飞机，不知道苏总有没有兴趣？价格好商议。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途夫154飞机吗？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请你的父母来跟我谈，你还太年轻了。苏总，这笔生意是我做主，如果苏总您不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去蜀中航空公司，我听说他们需要采购几架飞机，我想他们肯定会很感兴趣。说完，李飞直接起身准备离开。等等，你刚刚说的话都是真的？你手中真的有途夫154飞机？3天后，第一架途夫154飞机将会从俄国飞到机场。苏总要是不相信的话，那么3天后自可以证明我说的话是真是假。好，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你说的这飞机我可以购买。价格方面，咱可以先谈谈。价格方面，这需要我们看到飞机之后才能给你报价。现在我连飞机都没有看到，怎么出价？行，不过3天后我没有时间，等飞机降落后，贵航空公司可以先派人检查，等检查完毕之后，我们再来商谈价格。可以。就在李飞拿着大包小包准备离开王府井的时候，李飞听到有人叫自己，李飞不由回头看去。舒婷，你怎么也在帝都？你是跟谁来帝都的？我是跟我爸爸来帝都参加陆伯伯的生日会。你不是跟我说出去几天办事？难道你是来帝都办事吗？我是来帝都办事，顺便再看看我的学校距离你的学校有多远，每天需要走多久才能看到你。舒婷妹妹，这位是陆星哥，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叫李飞。这才1天没见你，就把我们的关系降到同学了吗？难道你忘记前天答应要做我的女朋友吗？李飞，你……陆星看到这一幕，心中哪里不知道陈淑婷和李飞之间的关系，当即自我介绍道：李飞同学你好，我叫陆欣，是人大大3的学生。陆欣大哥你好，我是李飞，舒婷的男朋友。李飞直接是向陆欣表明自己和陈淑婷之间的关系。呵呵，你不用跟我表明你和舒婷妹妹的关系，她在我眼中就是我的妹妹。李飞，人家陆欣哥有女朋友，你不要胡思乱想。这不能怪我胡思乱想，谁让我的舒婷这么漂亮？陆欣大哥不好意思，刚刚误会你了。没事，舒婷妹妹，李飞说的没错，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只要你身边出现异性朋友，李飞他肯定是会宣布自己的主权。要是我女朋友身边有异性朋友的话，我也会和李飞同学一样宣布自己的主权。不知道李飞同学你在帝都住在什么地方？我就住在前面的希尔顿酒店里面1314号房。希尔顿酒店？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住这么贵的酒店？我听说这酒店住1晚上
上需要500-600块钱，你那里哪来的这么多钱？傻瓜，你难道忘记了什么吗？就算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花，一晚上500-600块钱，这都相当于叔叔或阿姨的1个月工资了。看来我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这都还没有过门就这样管我了。看来我以后要好好的给自己存一点私房钱了。你再胡说，我就不理你了。别生气了，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一套滋润美白的护肤品，还有隔离霜、防晒霜。等到来帝都报道后，可是要参加军训，大太阳地下站军姿，我怕你受不了，皮肤也会被晒伤晒黑。有了这防晒霜和护肤品，你就不用担心皮肤的问题。陈淑婷看到李飞送给自己的礼物是王府井一家国外品牌的护肤品，她连忙拒绝道：“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宝贝，我们之间还需要这么客气吗？李飞直接把自己给陈淑婷买的礼物直接拿到她手中。李飞同学，你现在是要回去吗？原本打算是要回去，拿着这么的东西在手上也不方便再继续逛街。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明白了。李飞，要不先把你手中的这些东西放到酒店里面，我们在这里先等你。行，那我就先把东西放到酒店。晚上10点，陈淑婷回到自己父母居住的招待所内。陈淑婷的父亲陈建军看到自己女儿手中拿着的一套价格不菲的护肤品，他开口问道：“淑婷，这礼物是陆星送给你的？”爸爸，这礼物不是陆星哥送给我，是一个同学送给我的礼物。我和陆星哥在王府井意外相遇，他就把这礼物送给了我。这么巧，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啊？男同学，这礼物是李飞送的。就是那李元朝的儿子李飞。淑婷，你老实的回答爸爸，你和他是不是真的在交往？要不然你们又怎么会这么巧合，在帝都都能相遇？爸，看着自己女儿的样子，陈建军哪里还不能知道，自己女儿这是真的被李飞这家伙给拱走了。当初李元朝可是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让李飞再来打扰你。这家伙竟然说话不算话，我明天就去找他算账。不要，爸，这是我和的李飞的事情，跟李叔叔有什么关系？女儿，你还太年轻了，不知道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情。李元朝他为人刚正，一旦有人对他出手的话，李飞怕都是要受到牵连的存在。而且爸爸对于李飞也不看好他，他也配不上你。女儿，你爸说的话没错，你现在还小不懂什么是男女之情，等你上了大学之后就会发现，你现在的感情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情。你和李飞最多也就是男女之间的好感，爱一个人是要付出，是要牺牲。他李飞会为了你牺牲和付出吗？妈，如果我真的和他在一起的话，那为什么是要他对我付出，而不是我为他付出呢？他都能为了我来帝都，选择放弃自己喜欢的城市和学校，难道我就要他一直都牺牲和付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女儿觉得这样的感情太过畸形了。女儿，就算他为了你来帝都上学又能怎么样？他难道还能跟在同一所大学上学吗？你要知道，大学和大学之间是不一样，将来的成就也是不一样，到那时你们二人相差的地位也是会有差距，你能明白这一点吗？淑婷，你妈妈说的没错，没有哪个男孩子会看到自己另一半会比自己优秀，这种压力对于李飞来说他能承受得住吗？在外面被人指指点点说他不如自己的女朋友吗？可能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可是当你见识到比他更优秀的男孩子时，你心中对他就会比较之心，你会让他和自己认识的那些优秀男孩子比较，要是他做不到你心中预期的那样优秀，到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爸，你教导过女儿，说只要是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始终如一。我现在就认准了李飞，我也相信李飞。如果今后我们两个真的不能再在一起，女儿也不后悔，这是女儿自己的选择。你和妈妈都教导过女儿，说做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不管是对错，女儿自己都愿意去自己承担。淑婷，既然你这么说了，也证明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爸爸也不阻止你和李飞在一起。因为他十分的清楚明白，要是自己再横加阻拦的话，那么只会激起自己女儿的逆反心理。爸爸，你真好。宝贝，爸爸可以不阻止你和李飞在一起，但是你也要答应爸爸几个条件，只要你能做到了，我和你妈妈都不再阻拦。爸爸，你说要我答应你什么条件？第一，你和李飞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有男女之事。第二，万一真要有那个什么的话，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明白吗？第三就是不能耽误自己的学业。第四就是李飞要是欺负你了，你要第一时间告诉爸爸。李菲菲到帝都见未来岳父大人。帝都红墙内，总指挥一脸和蔼地对着自己面前有些惶恐和激动的中年男人道：“元朝同志，你写的那份报告我看了，十分的大胆和创新，也十分的符合我们现在需要走的道路。国家企业改革示范点这件事情，我打算让你来统筹，你能完成吗？”总指挥，我的经验还尚浅，如何能服众？这还需要有经验的人来坐镇处理，我愿意全力辅佐。元朝同志，这可不像是你的为人和性格啊！我可是了解你在这省的为人和性格，刚正不阿，怎么难道遇到这点困难你就害怕？指挥，我李元朝不是害怕得罪人的人，而是我管这件事情有些僭越了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别人又怎么可能会听我的命令行事？这个你放心好了，你现在的职位是企业改革小组的组长，直属于发改旗下，只要你处理得好，你将正式成为发改旗下办公厅的一把手。现在你还敢去做这件事情吗？敢。不错。希望你今后能坚守你的性格，刚正不阿。李飞从帝都回到杭城，直接来到工商局门口。他看到周浩正坐在一旁等候自己。周哥，飞哥，你来了。周浩看到李飞来了，连忙起身来到李飞面前。飞哥，你让我拿身份证在这里等你，有什么事情吗？我要注册一个公司，需要一个法人代表，因为我父母的关系，这个法人代表我不能担任，所以只能找周哥你来担任这个法人代表，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只要你挂个名就可以。飞哥，你让我当这个法人代表，那不是这个公司就属于我的了，这不会给飞哥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没事。开这个公司只是需要那张出口证。拿到证件后，李飞准备把周浩打发走。飞哥，我想今后跟着你混。什么？你要跟我混？是的，飞哥，我已经想了几天，也跟我弟弟周汉商议过，我想跟着飞哥你混。我知道飞哥看不上我，但我是认真的想要跟飞哥你混。我还是一个学生，不要说什么跟着我混，我也不是在道上混的人。你想要跟我身后，可是要吃苦，甚至搞不好还有可能把小命给丢掉。确定要跟我吗？飞哥，你该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吧？怎么还有生命危险？我做的事情不是违法的事情，是属于合法的生意，但是这声音十分的惹人眼红，还有就是它的路线会有些不安全，需要你押运货物去俄国交易，这一路上的亡命之徒可是有不少，你怕吗？
飞哥，你要做倒爷？什么倒爷？我是去做进出口贸易生意，不是做什么倒爷，明白吗？倒爷是倒卖货物，用现在的话来是属于非法经营，这些交易大多数也是不用缴纳税收。我做的进出口贸易可是实打实要缴纳税收。明白。这个活你敢做吗？敢，只要能跟着飞哥，我周浩这条命不要了。命还是要，每个人只有一条命，谁也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再说我们是去赚取，又不是跟别人拼命，最多也就是路上会有遇到一些扒火车的盗贼，只要货物到了俄国，就没有人敢动我的货。飞哥说的是那个飞哥，我身后还有一群兄弟，您能把他们一起给收下吗？我不喜欢有前科的人，尤其是偷鸡摸狗这一类。飞哥您放心，我的这些兄弟里面绝对没有一个人有偷鸡摸狗的前科，他们打架都是一把好手，让他们押送货物去俄国，绝对不会让路上的那些不法分子得逞。那就让他们来试一试，试用期每个人1个月300块钱的工资，转正之后每个人每月工资1000块钱。谢谢飞哥，我一定会把这个待遇跟他们说。周哥，这工资是给你这些兄弟的工资待遇，你的工资待遇实习期500，转正之后1个月1500一个月。飞哥，为什么我的待遇要比他们高出这么多？因为你是管他的主管，所以你的工资比他们要高一个档次。还有，你明天来航城天星酒店806房间找我，别去我家找我，这几天都住在酒店里面。好的，飞哥，我知道了。第二天，李飞又飞回了帝都，这次他依旧是住在希尔顿酒店里面。李飞拿起电话拨打陈淑婷留给他的电话号码。喂，哪位？请问陈淑婷在吗？你是李飞？陈叔叔您好。今天冒昧打电话来，其实是我想要找您帮个忙，不知道陈叔叔现在是否有时间？我想和您见一面聊聊。舒婷不是说你回航城了，怎么你还在帝都？陈叔叔，我刚刚从航城飞到帝都，前天我是回航城了，但是今天又回来帝都，主要是为了找您。你第二次来帝都就是为了见我？是的，陈叔叔，我想求陈叔叔您一个忙，这在电话里面不好说，只能当面跟陈叔叔您说。李飞，如果你是想要跟我说你和舒婷之间的事情，我想就没有必要了。陈叔叔，我和舒婷之间的事情您都知道了。你以为呢？陈叔叔，我是真心喜欢舒婷，我也知道陈叔叔对舒婷的宠爱，可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欺负她。怪不得你小子能追到我女儿了，是我小看你小子的这张嘴巴。也好，就让我看看你嘴巴能有多么会说。你不是说要跟我见一面，说你要跟我在哪儿见一面？陈建军听到李飞的话，也知道自己宝贝女儿为什么会被他李飞给迷住。哪个女孩子能抵挡得住能说会道的男孩子哄？陈叔叔，您说一个地方吧，您是长辈，哪里有长辈来见晚辈？当然是晚辈见长辈了。陈建军听到李飞的话，心中还算是有些满意他的答复，就去王府井的蓝山咖啡厅见。好。10分钟后，李飞来到蓝山咖啡厅。先生可有预定？没有，我要等人，等来了再点咖啡。好的，先生。5分钟后，一位中年男人走了进来。陈叔叔，这里。陈叔叔，你要喝什么咖啡？随便。服务员来2杯卡布奇诺。好的，先生，稍等片刻。陈叔叔，我有一件急事想要请您帮忙。我有2列火车从俄国来到航城运输货物，所以我想找陈叔叔，您走一个后门，能安排这2列火车进站。你刚刚说什么？你有2列火车从俄国来航城？你确定没有跟我开玩笑？陈叔叔，这种事情我怎么会拿来骗你？我现在在一家出口公司打暑假工，公司这边和涅科佐夫将军商谈好，他们拿出2列火车出来帮忙运输货物。可是航城铁道局这方面我不认识别人，只认识陈叔叔您，这不来帝都找陈叔叔走个后门。你说你在一家进出口公司打暑假工，能跟我说说你这进出口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谁吗？陈叔叔，这老板肯定不是在明面上，我就是在公司打工，他付给我工资，我帮助公司解决困难。现在俄国那边已经发车了，还有差不多10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到达航城，而且我们公司也和这省周边所有的轻工业工厂全部都签订了合同。这件事情我一个说了不算，需要上面的人说了才算。你要知道，多出2列火车出来，可是需要修改调度，而这调度修改需要打乱整个浙省的铁道调度，你可知道这是多大的工程吗？陈叔叔，这件事情可是关于整个浙省的经济，只要双方能合作成功，今后的交易额最少也是1亿美元起步，这可是相当于4、5亿的经济增长。这个政绩要是放在陈叔叔您的身上，可是一笔10分不菲的政绩。李飞，你有些话可不要信口开河。你知道4、5亿是多少钱吗？陈叔叔，您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明天可以跟我去见识一场交易。你们公司在帝都还有交易？这个等明天陈叔叔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您就知道这是一场什么交易。你小子还跟我卖起关子了。行，明天我就陪你见识一下你的这场交易。来了，李飞，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回航城，怎么还在帝都？我这不是想你了，就来你家看你。不对啊，你是怎么知道我家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我好像没有告诉过你。因为我们2个心有灵犀啊，只要我的脑海里面想着你，一股神秘的感觉就会指引我找到你。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舒婷，谁来了？爸，没有谁。怎么，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李飞一脸委屈地看着陈淑婷问他，我这不是怕我爸见到你来了，他会给你脸色看吗？我早晚不是都要见我未来老丈人？再说我这也是拿着礼物上门，难道你爸还会轰我走吗？谁是你小子的未来老丈人了？他感觉自己要是再不出现的话，自己女儿会被他给拿捏得死死。陈叔叔，我来接您了，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爸，你要和李飞去什么地方？他怕自己老爸会欺负李飞，直接站在李飞的身前问自己老爸。看着自己女儿这么维护李飞，陈建军瞬间感觉自己的小棉袄漏风了，长刺了。舒婷，我和陈叔叔昨天就已经见过面了，约好今天带陈叔叔出去帮我一个忙。什么？你刚刚说昨天你和我爸爸见过？是的，昨天我刚刚的航程来帝都，就约了陈叔叔出来见一面，求陈叔叔帮我一个忙。今天我就来接陈叔叔，跟我一起去。爸，李飞说的是真的吗？舒婷，爸爸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不会反悔，你和这小子之间的事情，爸爸不会去插手。陈建军心中有种想要掐死李飞的念头。他没有想到自己女儿现在已经是胳膊肘往外拐的十分严重了，就连他这个老爸都开始不相信。那好吧，我相信爸爸你。这话直接是让陈建军有种吐血的冲动了。2人来到苏千行的办公室。李会计，吃过早餐了没有？要是没有吃早餐的话，我让人给2位送来。苏总客气了，我们吃过早餐来的。苏总，这位是我的叔叔陈建军，他今天是来陪我谈判。陈先生您好。苏总您好。不知道陈先生您在哪里工作？我跟苏总您的工作类似，
只不过苏总您是天上飞的，我是铁轨上走的。陈先生，原来我们是同行啊！我叔叔他是这省航城铁路局的一把手，也是帝都人大毕业的高材生。就你小子话多。李先生，飞机还有10分钟就要降落，我们可以先去停机坪，等我们到了，估计飞机也降落了下来。好，那我们就去停机坪看。这是从俄国飞来的一架图负154飞机降落在了帝都机场上，飞机的押送人员从飞机上下来，这飞机押送的人员不是别人，正是涅科佐夫的副官且若夫。且若夫上校你好。李先生你好。陈建军看到李飞全程用俄语跟一位毛子交谈，整个人都有些反应不过来。且若夫副官在和李飞交谈了一下后，他把这架图负154飞机的相关文件递给李飞。苏总，这是这架图负154飞机的相关文件，您可以看一下。几分钟后，李先生，文件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在就等我们的工程师检查一下这架图负154飞机了。行，我给你们3天的时间检查，3天后我再来跟贵航空公司谈判。李飞和且若夫聊了10几分钟后，他们乘坐李飞给他们购买的机票回俄国去了。你小子会说俄语？只会说一点点，能简单的交流一下。你小子这还叫简单的交流一下？你都能和人家有说有笑了。还有这飞机，你小子不要跟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吗？这飞机就是我要谈的生意，这飞机是俄国涅科佐夫将军给我的定金，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飞机给变现，再把变现的钱拿去支付货款。这飞机是俄国将军给你的定金？是啊。李飞能告诉我你做事的这家公司背后的老板到底是谁吗？陈叔叔，您放心好了，我做事的这家公司身价清白。陈叔叔要是有同学需要俄国的设备和机床这些东西的话，尽管跟我说一声就好，别说什么设备了，就算是想要采购对方的一些重型设备，哪怕是先进的战机，我都能弄回来。你小子别在这里给我吹牛了。陈叔叔，我可没有跟您吹牛，我知道您有很多同学都在一些部门任职，如果他们真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不赚他们的钱，只要他们今后能为我工作的这家公司挡住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好。你小子这是在拿我的同学来给你小子挡枪是吧？陈建军听到李飞的话，也算是明白了起来，感情他来帮助自己都是为了自己的人脉关系。陈叔叔，您也不想看到舒婷为了我而担心受怕吧？真不知李元朝怎么就生了你这样的一个不要脸的儿子。这件事情我帮你去问问，正好有几个同学去了某个炼钢厂担任副总，前几天听几个同学说他们的炼钢厂想要采购一批炼钢设备，我去帮你问问。我记得俄国沃罗格钢铁厂和马钢厂这2家炼钢厂是俄国最大钢厂，如果李叔叔您的同学想要炼钢设备的话，我可以帮忙联系。你小子能确定吗？这个我当然能确定了，不过他们现在要的支付方法是美元，陈叔叔您的同学想要的话就需要支付美元来交易。美元就不能用我们的货币来结算吗？陈叔叔，现在他们需要东西只有2种，一种是美元或者是欧元，第2种就是物资，各种生活物资来结算。可是您的同学能拿出来这么多物资来结算吗？那如果让你来帮他们采购呢？陈叔叔，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自己这边都有价值10几亿的商品订单需要我完成，况且我手中只有2列火车，还都是人家涅科佐夫将军借给我用，您让我去减少人家的货物，这能合适吗？火车这东西好解决，我同学炼钢厂就有属于自己的运输火车，他们可以自己运输。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我要从中赚一笔辛苦费，东西由我来采购，还有这些出口的商品价格多少跟他们没有关系，赚了多少都归我所有。陈建军还是被李飞给说动了，李飞也是十分不要脸的留在陈建军的家里面吃晚饭，当然他选择留下来主要还是为了陈叔。李飞，你今天跟我爸爸去什么地方？没干什么，就是带着岳父去帝都逛了一下，顺便和岳父聊了聊我们2个以后的事情。你要再胡说八道，我就不理你了。我可没有胡说八道，你要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我岳父，看看我有没有说谎骗你。哼，我才不相信你的话，我知道我老爸的为人，他都不让我跟你在一起交往，怎么会跟你说我们之间的事情？以前老丈人是不知道我的为人，可是现在他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为人，他就同意我们2个在一起。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下，看看我有没有说谎骗你。那我就去问一下我老爸。随即他离开自己的房间，来到客厅，坐到自己老爸的身边来了。舒婷，是不是李飞那小子在房间里面对你毛手毛脚了？爸，您把李飞想成什么样的人？他怎么会对女儿做那种事情？他要是没有欺负你，那你怎么从房间里面出来了？我出来是想问您，为什么您对李飞的态度一下转变得这么快，还把他带来家里面吃饭？前几天您可是十分的不想待见他，这一下转变让我有些转变不过来。还有，你们今天去什么地方了？怎么？那小子没有告诉你我们今天去什么地方了？他说您被他给说服了，今后都不再阻止他。听这小子胡说八道，这小子在杭城找了一份暑假工，是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他今天让我跟他一起去，就是为了带我去看一下他公司和别人的交易而已，顺便再让我帮他在杭城铁道局里面找几个候车仓库，也就没有其他的事情。爸，你说李飞他在打暑假工，还是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真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这小子现在是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会计，这点让我没有想到，他年纪轻轻居然会想到打暑假工赚取生活费。比起其他的孩子，这点他要强别人很多。我知道了。陈淑婷听到自己父亲的解释，她站起来朝着自己房间走去。李飞，你这个大骗子，你骗我！老李，你就这么放心李飞和我们家舒婷2个人在房间里面吗？放心。李飞这小子今后的前途不可限量，我始终怀疑这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背后跟这小子告诉我的有很大区别，估计里面隐瞒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在里面。还有他做事很有章法，也知道借助我的人脉关系来给他保驾护航，是一个人精。难道李元朝就一点都不知道他儿子这段时间做的事情吗？还是这些事情背后都有李元朝在后面指点？李元朝是什么样子的人，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那几位都在私底下都有想过拉拢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做人做事也都是让人无话可说。陈建军，你给老子起来！老陆，一大清早你吃枪药了啊？老陆，你年纪也不小了，难道不知道房事是需要节制的吗？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的样子，昨天晚上都做几次了？你给我老子滚蛋！还不是你这个家伙惹出来事情。你昨天到底跟林辉那小子说了什么？我没有给林辉那家伙打过电话，我只跟安林君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有这方面的渠道，可以帮他从苏国采购一批2手的炼钢设备过来。你什么时候有苏国的渠道关系了？我在苏国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朋友的儿子，他打工的公司在苏国有关系。昨天我就给安林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要不要苏国的2手炼钢设备，谁知道安林那个家伙把这件事情到处乱说。建军，你这个朋友的儿子可靠吗？这个你放心好了，对方有这个实力做到这件事情。我也亲眼见识过对方的交易，数目十分的庞大，而且对方还是苏国军方的一位上将跟他合作。这么说来，你这个朋友在苏国的关系还挺硬，居然能和军方挂上关系。都是利益关系，他们双方都是各取所需。不管是什么关系，只要他能从苏国弄回来设备就可以。那些家伙说了，今天他们12点之前都会赶来帝都，等他们到了就直接去餐厅，你也把那个朋友也一起叫来。行，没问题，我会去通知他。事情就这样说了，我先回去睡一觉，等他们到了我再起来。说完，陆正廉直接离开了，陈建军也没有再睡觉，直接来到李飞住的5星级酒店了。岳父，你小子要是再敢乱喊一句，看我怎么收拾你！陈叔叔，这不是早晚的事情，我先提前叫您，让您先习惯一下岳父这个称号。油腔滑调，真不知道李元朝怎么就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也不知道我那宝贝闺女看中你小子哪一点。舒婷当然是看中我英俊的外表和富有内涵的内在了。陈建军带着李飞来到帝都一家私房菜馆。陈叔叔，您这位同学还真是有身份和面子啊！你小子能不能别这么市侩？你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商人，有用就和你联系，没用就直接对你爱答不理，这是人情世故，也是现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当作是你的合作伙伴。谢谢岳父大人的教导，我知道了。你小子要是再敢叫我一句岳父，我现在就让舒婷不允许跟你小子见面，信不信？岳父大人，您这样棒打鸳鸯可是不对的行为，现在可是20世纪了，马上就是21世纪，你这种封建思想可要改变一下。你小子就是这嘴巴会说，不要去尝试跟他们做朋友。现在的你身份和地位还不够，他们也不会真心把你当朋友，明白吗？好的。当2人刚进入包厢时，建军，不是听说你生了一位漂亮女儿吗？怎么现在变成儿子了？建军，该不会你在外面有了私生子吧？去你的！这是我朋友的儿子，他叫李飞，你们可不要乱说。各位伯伯，你们好，你们刚刚说错了，我不是陈叔叔的私生子，我是他的半个儿子。半个儿子？这半个儿子怎么说？我听说过干儿子，还是第一次听说半个儿子的说法。老话说女婿半个儿子嘛。可以呀，没看出来，建军你的思想这么放得开呀。我记得建军你女儿跟我儿子是同一年生的，我还跟你说过要跟你当亲家，现在看来我这未来的儿媳妇是被人给抢了。你们别听他乱说，这是我浙省一个同事的儿子，什么就女婿了？这小子没脸没皮的缠着我家姑娘，要不是看在他爸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他给收拾了。小兄弟，你眼光不错啊，老陈的闺女我见过，绝对的是清纯可人，比起港台那些明星都不差。众人也都不是傻瓜，能让陈建军带到他们同学聚会上面来，2人的关系和身份，肯定是陈建军认可李飞跟他女儿在一起。我的眼光一直都很好。建军，你不是说有朋友在苏国有关系，能从苏国弄到设备吗？你那朋友人呢？老陈，你那朋友什么时候到啊？我们可都到了。你们要等的人早就来了，这就是我要给你们介绍的那位在苏国有关系的朋友。各位叔叔伯伯，陈叔叔说的那个朋友不是别人，正是小子我。什么？建国这小家伙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建国，我们可都是老同学了，你可别骗我们啊！我可没有骗你们，你们不要小看这小家伙，人家跟老毛子谈的生意都是上亿起步，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上亿起步？建军，你没有跟我们开玩笑？你说这小家伙跟老毛子谈上亿的生意，他才多大？你说他跟老毛子谈上亿的生意，你让我们怎么相信？我知道，各位叔叔伯伯都不相信我，毕竟我年纪小，各位长辈有这样的顾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陈叔叔他是什么样子的为人，别人不知道，难道各位叔叔伯伯会不知道吗？小家伙，你真的在苏国有关系？关系当然是有，要不然我也不敢让陈叔叔跟各位叔叔伯伯说这件事情。不过现在苏国那边的人不收我们国家的货币，他们只要美元或者是欧元。如果各位叔叔伯伯想要采购设备的话，需要准备大量的美元才行。美元这个有些难办，难道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交付吗？还可以使用黄金交付，但是使用黄金交付的话，那还是算了，黄金支付体积太大，最好的办法只能使用美元来交付，是最方便快捷。为什么李飞不说还可以使用物资来交付？这是李飞想要卖给他们这些人一个人情，顺便再把钱赚到手，还要让他们感谢自己。陈建军看到李飞说的话，心中对他也是不由高看了一分。美元和英镑我们都没有，这都是属于战略物资，归地都才正掌管，我们根本就拿不出来这么多外汇，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各位叔叔伯伯，办法倒是有一个，但是这个办法需要找一个中间商，你们委托中间商公司帮你们采购。各位叔叔伯伯们只要支付华夏币，由这家中间商公司用其他方法来支付就可以。找中间商？众人听到李飞的话，瞬间明白李飞这话中的意思。中间商我们都不认识，你认识这样的中间商吗？那个各位叔叔伯伯，我打工的公司就是一家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我可以给各位叔叔伯伯们做这个中间商，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我们公司跨省份采购的话，我怕遇到一些阻拦，到时候我希望各位叔叔伯伯能帮忙个忙，减少这样的麻烦。你小子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们啊！众人听到李飞这样说，瞬间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了。这小家伙是想要借助他们的身份和背景，解决他们公司采购上面的麻烦。只要你能帮助我们拿到设备，你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答应。吃完饭，李飞则回到希尔顿酒店里面来了。回到酒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聂科佐夫将军打电话。
喂，这是聂科佐夫将军府，我是副官且若夫。哈喽，且若夫副官，是我李飞，我找聂科佐夫将军有笔大买卖要谈，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将军现在正在开会，怕是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能把会议开完。李先生不知道是什么大买卖，方便说一下吗？有些交易我也可以代替将军做主。我需要苏国最先进的炼钢设备，还有你们最先进的机床以及一些生产线，不知道且若夫副官是否能弄到手？李先生，炼钢设备和机床还有生产线这些属于禁止出口的产品，这个怕是有些困难了。我当然知道这些设备都是属于禁止出口的东西，可既然是属于商品，那就有一个价格，何必放在钱不赚呢？这个世界上谁会在乎钱多？你说是不是且若夫副官？李先生，你说的没错，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乎钱多。我会向将军汇报你说的这件事情。那我等且若夫副官的电话。此时，苏国聂科佐夫将军的府邸内，将军，刚刚李先生打电话来了，他说有一笔大买卖想要跟将军您谈。我估算了一下，这笔生意最少也有3亿美元。李先生他都要采购一些什么东西？将军，他采购我们炼钢厂的最新设备，还有机床和生产线，以及大量的工业设备。他还说3亿美元的采购量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这个数目只会多不会少。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要跟他谈谈。是，将军。喂，哪位？李先生，你好，我是且若夫副官，将军要跟你说话。说完，且若夫副官把电话递给聂科佐夫将军。李先生，我是聂科佐夫。将军您好，将军，想必且若夫副官已经跟您说过了吧？你要的那些东西我都可以给你，但是我要用美元来结算，能做到吗？李飞听到聂科佐夫想要用美元来结算，这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李飞连忙开口忽悠对方：将军，你听我说。李飞一阵忽悠过后，终于是说服了聂科佐夫将军用华夏币和物资来结算。小家伙，弄好了，幸不辱命。当李飞走进别墅内，他瞬间感觉到自己好像走进狼窝里面一样，几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各位叔叔伯伯，你们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还小，扛不住各位长辈这样的眼神啊。你小子年纪是小，可是做出来的事情就连我们这些大人都不一定敢去做。李飞，苏国那边怎么说？他们是否答应了？对方答应了。聂科佐夫将军说了，这些设备和机床还有生产线都可以出手，这价格他们开得很高。各位叔叔伯伯，你们看一下是否能接受他们的报价。众人接过李飞递给他们的清单，认真仔细地看了起来。这么便宜？便宜？早知道这些大佬觉得便宜，我就再多加一点上去了。这么多东西才赚3000万，亏大了，怎么也要赚他一个小目标才是。小家伙，这些设备要是换成欧美那些国家，价格最少是这价格的5倍之多。次日，李飞来到陈建军的家。你怎么来了？我这不是想你，就过来看你来了。陈叔叔，今天我来是向您告别，机场那边今天已经跟他们签订合约了，下午我就要准备回航城，然后再去帮那些叔叔伯伯把采购的事情给处理一下，需要去一趟苏国面谈。这么快就谈好了？苏国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陈叔叔，您放心好了，昨天我已经对方谈好，只要钱到位，那些设备1个月内就可以运回国内。你们公司还会派别人跟你一起出差吗？陈建军听到李飞说他要出差去苏国，不由有些担心地问他是否还有别人跟他一起出差。您放心好了，到了那边会有人接我，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要一个人去苏国？公司需要我去苏国谈一笔生意，而且预付款也打了过来。今天我要先回航城一趟，把事情先交代一下，再找一个借口把我父母说服，然后再从航城来帝都城坐飞机去苏国。为什么你们公司只要你一个人去，就不能派别人去吗？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就我一个人会说俄语，不派我去派谁去？而且派我出差公司可是有补贴，1天1000块的补贴金。这一次我最少也要在俄国待1个星期左右，甚至是更久。等我从俄国回来，我给你带俄国的貂皮大衣。我不要礼物，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放心好了，在苏国没有人敢得罪我，跟我公司合作的人可是苏国的陆军上将，苏国顶尖大佬的存在，谁得罪我，那不就是得罪他？陈叔叔，时间也不早了，我要先走了。还有那2列火车的事情也要麻烦你。你小子放心好了，昨天我已经给下面的人打了电话，让他们安排好了2个地方，只要火车到了就可以直接开过去，也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谢谢未来岳父了。你小子现在可以滚了，我家不欢迎你。陈建军听到李飞喊自己未来岳父，直接轰他离开自己的家。你在乱叫，我不理你了。陈叔叔，舒婷，我走了，等我从航城回来时再来见你。下了飞机，李飞来到公司。请问你找谁？我是公司的会计李飞。李会计，你好。周浩听到外面传来李飞的声音，他连忙从自己办公室内出来。李会计，你回来了。老板，刚刚下飞机就来公司了。李会计，来我办公室里面说一下你这一次出差的结果。好，说一下我不在的这几天内，他们谈下多少家工厂了？你不在的这几天，他们在周边的城市拿下来5家工厂，这5家工厂都是快要倒闭，仓库里面积压的货物都是几年前生产积压下来的日用品。东西的质量他们看了没有？有没有质量问题？他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款式有些旧。款式就一点没什么，只要东西没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就可以。这东西反正也不是在国内销售，你告诉他们这些货物全部让他们都送到航城来，货款让他们来公司结算。我会跟他们说。做完这一切后，李飞回到自己的家。妈，你宝贝儿子回来了，还不开门打一副爆竹迎接一下吗？你还知道回来呀？出去这么多天，一个电话都不知道打过来，我都还以为你被人给拐跑了，还要我打爆竹欢迎你回家。你要真不回来，我才要打一副爆竹庆祝。妈，我这不是在外面玩疯了，忘记给您老打电话报平安。再说我不是让人给您带来礼物，那可是儿子对您的心意，可比老李要对你好。你看他去帝都开会，肯定没有给你买礼物，哪里像我一样去外面都惦记着你。
你小子少在你妈面前给我搬弄是非，我是去帝都开会，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逛帝都，要不然我怎么会不给你老妈买礼物？老李，你这个借口说出来，你自己相信吗？开会难道要开一天24小时吗？你开完会就不能去给老妈买礼物吗？妈，老李他这就是在找借口。你看你宝贝儿子我去外面玩这么忙，都记得给你带礼物。老李这张嘴你可别相信他。李元朝看着李飞在自己面前挑拨，他默默地抽出自己腰间皮带，来到李飞的面前问他：是吗？老李，我听说你升职调去帝都了。你小子跟我进来。李元朝听到自己儿子李飞的话，直接把他叫进自己的书房里面。你小子是不是调换了我写的计划书？那天我看到老李你写了太多都不满意，那我只能勉为其难的动手帮你写了。毕竟我也是想要望父成龙，省得以后你以后望子成龙，我就安安静静的负责当一个2代就好。所以老李你可要努力啊，老李家将来就靠你了。此时李元朝默默地抽出自己腰间的牛皮皮带出来。老李，你不带你这样啊？你小子要是敢给我胡说八道，我就让你体验一下为父对你的父爱。威胁完自己儿子后，李元朝开口对李飞说道：小飞，你那计划书上面有很多东西我都不太明白，你小子最好给我解释一下。马上帝都那边就要来人，这一次的工作由我主持，现在我代表的是总指挥，工作上面不能有半点疏忽，明白吗？老李，我听说过坑爹的，可是没有听说过坑儿子的。小子，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后果，要怪就怪你自己。那个老李，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事先说一下，有可能你甚至还要向上面去报备一下。你小子该不会是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吧？老李，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在杭城创建了一家公司，主要是针对进出口贸易。我现在把杭城整个生产家用日用品的工厂、食品厂、纺织厂、衣服、鞋子等厂家的产品，跟一家外企签订了一份价值10几亿的采购合同。你刚刚说什么？你说你创建了一家公司，还签订了一份价值10几亿的采购合同？是的，这家公司我挂在同学他哥哥的名下，不是在我名下。我对外宣称是这家公司的会计，但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跟你说下，免得今后有人用这个找你的麻烦，你还不知道。开公司要钱，你小子哪里来的钱？钱是我看世界杯赚回来的，不多，也就110几万。有了钱后，我就开始开了一家贸易公司。这段时间不在杭城，我是去外面跑生意去了。明天还要去一趟苏国，帮助帝都机场去从苏国采购一批飞机过来。李元朝听到李飞说出钱的来处时，他没有抽出自己的皮带，而是抬脚把鞋给拿了下来。老李，打儿子可是犯法的，你身为公务人员可不要知法犯法呀。李飞吓得转身就要逃跑，结果直接被李元朝一把抓住，那鞋跟他的屁股狠狠地来了一阵亲密的接触。妈，你宝贝儿子被人给打了，你给我报仇去。你告诉老妈谁打你了，我去打他儿子。老妈要是打不过，就让你爸去打他儿子。老妈，那还是算了，现在老李身份不一样了，不要为了我这点小事让老李的仕途上面有黑点。老李现在可是总指挥面前的红人，任何一点事情都会被放大。儿子，你能这么想是好事。我的命好苦啊，怎么就让我摊上了这样的父亲？妈，我想要报考帝都大学，正好陈淑婷一家人都在帝都，我明天想去帝都看一下。你小子以前不是说想去护城上学，怎么现在要去帝都上学？还是你为了陈淑婷才选择去帝都读书？护城那个地方有些排外，他们本地人十分的看不起外地人，这样的地方才不去那里读书。当然了，为了陈淑婷的原因也是有在里面，但是更多的是我不想离家太远。说完，李飞给自己老爸李元朝使了一个眼色，这家伙一天一个主意。不过他要是想去帝都读书也好，至少在我们眼皮底下，至少不会走歪路。就让他去帝都看看，顺便见识一下帝都的样子。可是这家伙刚刚从外面回来，现在又去帝都，我怕他把心给玩野来。男孩子将来注定是要到处走，让他现在锻炼锻炼，对他也是有好处。我说不过你们父子两个，去帝都可不允许惹事，毕竟帝都不是在这省这边，明白吗？放心好了，我不会惹事，我就是去帝都玩一下，看看长城，逛一下故宫，吃一下帝都的特色美味小吃。三个人斗了一晚上的地主。当李飞走出机场时，卡特先生，且若夫副官，我们又见面了。李先生，将军说李先生的飞机落地之后，要我立即带李先生去见他。好，没问题。1个小时后，李飞见到了聂科佐夫将军。李，我们又见面了。聂科佐夫将军，近来可好啊？除了一些烦心的事情，一切都好。烦心的事情就让我来替将军您解决好了。我听且若夫副官跟我说过了，上面没有给将军您发军费，所以将军您很忧愁。说完，李飞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掏出一张中行的支票出来。将军，这是6亿5千万华夏币，是这一次采购那13架飞机的费用，价格比起原来的800万美元多了一些，国内这边愿意出1000万美元一架。李先生，飞机当初我们谈好是800万美元，这多出来的200万美元应该归你自己所得才是，你为什么要把这钱给我？将军，钱不钱的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军您这个朋友。我们华夏人和那些欧美人不一样，他们看着的是利益关系，而我们看重的是朋友关系。利益在我们面前没有将军您这位朋友值钱。好一句朋友比利益重要，离你这个朋友我聂科佐夫认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聂科佐夫的兄弟。做兄弟，认自己当兄弟，这今后对方见到自己父亲，岂不是要叫老李一句叔叔？老李估计也是要一脸懵逼。你丫年纪比我还大，你叫我叔叔，那我就厚着脸皮叫你一声大哥。大哥，这支票您就收好了，随时都可以去华夏的中行提前出来。李飞把手中的支票递到自己大哥聂科佐夫的手中。兄弟，你要的那些设备，我已经让人去准备了，差不多只要1个月就能把这些设备运输去华夏。大哥，设备的事情倒不着急，国内那边的资金还没有全部都打到账户上面来。不过我要跟大哥你说的是，等这批设备到了华夏后，我估计华夏找我下订单的人会有很多，我这边就怕设备会不够，也怕苏国上面会阻拦大哥赚钱。这个兄弟你放心好了，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军方的物资，谁敢动我聂科佐夫的东西，
那就是跟我麾下10几万大军作对，到时候老子直接带兵灭了他们。牛逼！兄弟，你对石油这块感兴趣吗？大哥，你有这方面的资源？石油资源我没有，但是我的朋友有。如果你想和他交易的话，我可以给你牵线搭桥。涅科佐夫将军举办了一场晚宴。各位，这位是我认的华夏小兄弟李飞，也是我最好的合作伙伴。各位今后要是想要采购华夏的物资，都可以和他合作，保证不会让各位吃亏。比起各位跟那些欧美国家的商人合作，我兄弟绝对是要比他们更加的值得合作。涅科佐夫将军，如果我海军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和罐头，能满足我们吗？扎库将军，你想要多少的罐头？现在我麾下的海军有5万人，加上海岸警备队，一共有8万人左右。我大概需要价值500万美元的罐头以及其他的生活物资。兄弟，你听到扎库将军说的没有？500万美元的货物能弄到手吗？扎库将军，500万美元的罐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且如果将军不想支付现金的话，将军也可以拿物品作为抵押折算，只要是能卖出去的东西，我都收。是吗？那如果是军舰呢？你敢收吗？只要将军敢出售，我就敢收。但是2战时期的那些军舰我不要，运输舰或者说先进的军舰我可以收。谈好合作后，涅科佐夫给李飞安排2个苏国歌剧院最漂亮年轻的舞蹈演员陪他，3个人斗了一晚上的地主。次日，李飞直到中午才睡醒过来。呵呵，老弟，昨天晚上这2个舞蹈演员身段怎么样啊？不错，各种舞蹈系高难度动作都能做出来。哈哈，老弟你喜欢就好，这2个女孩子今后就是你的人了。你想把她们带去华夏，或者是留在苏国都可以，而且我在附近给你准备了一栋别墅，可以让你进屋藏娇。大哥，这怎么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别墅的主人是跟米国那边的商人摆了我一道，直接让人把他的家给抄了。女眷都被我圈养在别墅里面，小弟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就让他们给你当保姆，而且他们母女都长得十分不错，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种在华夏只能发生在皇宫大内的事情，现在真实上演在我的面前，我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大哥，那我就不客气了。你我兄弟之间客气什么？为什么涅科佐夫对李飞这么好？因为昨天晚上的交易，李飞给了涅科佐夫将军3亿华夏币抽成。当他来到这别墅里面时，整个人都有些傻眼了。且若夫副官，这别墅涅科佐夫将军真的送给我了？是的，李先生，这别墅现在是属于李先生您了，而且将军还派了1个连的士兵保护您的安全。李飞听到且若夫说涅科佐夫派了1个连的士兵保护自己，他整个人都有呆住。这种待遇在苏国可是没有几个人能拥有。且若夫副官，你替我谢谢老大哥。李先生，将军说了都是一家人，不用这么客气。李先生，我们进去看看吧。好。卡若琳，从现在开始，李先生就是你们母女3人的主人了。如果你们母女有任何的坏心思，我想你们应该知道涅科佐夫将军的手段是什么。李飞看着这别墅原女主人母女3人，他终于知道曹贼的快乐。你叫卡若琳？是的，主人，我叫卡若琳。这2个是我的双胞胎女儿，她们叫梅琳和梅娜。你多大的年纪？听到卡若琳说这对双胞胎是她的女儿，李飞有些好奇地问道。回主人的话，我今年28岁。李飞在苏国待了5天后，他带着一大堆的礼物回国了。妈，你宝贝儿子回来了。你这孩子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家里面又不缺什么，就知道乱花钱。妈，这都是买的礼物，里面有给您买的一件貂皮大衣，还有给我爸买的纯皮皮衣、皮鞋，还有给二叔、二婶的衣服和鞋子，还有准备送给陈叔叔一家人的礼物。你小子是不是傻？你妈我现在是区财政副主任，你让你妈穿着貂皮大衣去上班吗？你是想要让你妈上班的时候挨上面的骂是吗？还有你爸，不知道你爸现在是什么身份？有些衣服你爸可不能随便乱穿，明白吗？知道了，要低调低调。妈，我想要在帝都买房子。这里不能住吗？干嘛要在帝都买房子？这里的房价比起杭城可要贵多了。妈，帝都和杭城怎么能比呢？帝都乃是我们华夏的政治中心，将来这里的房价肯定是会快速的上涨。在这里买房子，我们也可以当成是一笔投资。今后房价上涨了，我们再把房子卖掉，还能赚不少多钱呢。你小子现在就知道钱，也不知道这点你像谁？没办法，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你这小子是想说我和你爸亏待你小子了？没，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说，穷人家的孩子都知道早当家，我当然也要知道早点赚钱了。今后我还有娶媳妇、买房、买车、养孩子，这些都是要钱，我总不能啃老的吧？你小子才多大，就想到娶媳妇、买房、买车，还养孩子，这些是你现在想的东西吗？妈，明天我要回杭城一趟，把我给二叔、二婶他们买的礼物送过去，还有其他长辈的礼物都要送过去，而且苏国的火车也已经到了杭城，我需要去看这一点，大概需要1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才能回来。小飞，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明白吗？妈，您放心好了，我公司里面有员工专门负责这些，我就是回去坐镇一下，免得他们出现什么麻烦，都不用我操心什么，只要苏国那边的关系维持住就可以。他有些情不自禁地朝着自己面前的家人亲吻了下去。此时他父亲交代他的事情也是被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袁阿姨你好。李飞，快进来。袁阿姨，这礼物是我从苏国买来送给您和陈叔叔，里面还有1根苏国才能够买到的虎鞭，用来泡酒最好不过，十分的适合陈叔叔这个年纪的人滋补。这礼物太贵了，我们不能收。小飞，你把这些礼物拿回去吧。元芳听到李飞说拿了1根虎鞭给自己老公，
他有些脸红，连忙拒绝李飞。袁阿姨，都是一家人，您别跟我客气。谁跟你是一家人啊？袁芳看到自己女儿出来了，你这丫头，起床了还不快去洗漱一下？这么大的女孩子都不知道注意一点形象，将来你要嫁人了，还是这样不会被你婆家人嫌弃吗？那我就不嫁人了，永远陪在你和爸爸的身边。袁阿姨，您放心，我妈很喜欢舒婷，她是不会嫌弃舒婷的。坏蛋，谁要嫁给你啊？袁芳听到李飞说的这话，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李飞这话了。李飞，你先坐下，等我一下。好，我等你洗漱完。李飞，那你先和舒婷在家先聊着。阿姨今天要去新单位上报道，就不陪你聊了。袁阿姨，你有事就先去忙好了，我和舒婷聊一下，也要赶飞机去杭城。舒婷要是有你一半优秀就好了。说完，袁芳拿着自己的包去上班了。大约过了10分钟，陈舒婷才从洗手间里面走了出来。我妈上班去了。岳母上班去了。你要是再乱叫，我就不理你了。行，我不叫，可以了吗？舒婷，你今天真漂亮。这么说，我平常的时候就不漂亮了？平常的时候也很漂亮，但是你今天特别的漂亮。说完，他有些情不自禁地朝着自己面前的家人亲吻了下去。此时，他父亲交代他的事情，也是被他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你这个坏蛋，你来我家就是对我不怀好意，我要告诉我爸你欺负我。宝贝，我怎么舍得欺负你？你还没有欺负我，我妈要是回来了，她会发现你在家欺负我，都怪你，这下我要被你害死了。那你跟我一起回杭城，这样岳母就不知道我们的事情了。陈舒婷听到李飞的建议，也有些心动了起来。正好我妈也是一个人在帝都，让他们2个亲家好好的培养一下感情多好，一举两得。舒婷就别想这么多了，跟我一起回杭城。你也不想看到陈叔叔一个人在杭城吧？都这样了，我肯定跟你回去待几天，等好了我再跟你一起回来。李飞带着陈舒婷回到杭城后，李飞并没有第一时间送陈舒婷回家，而是带她来到自己的公司来了。李会计好。李会计好。舒婷，你先在这里坐一下，我去找一下周浩，跟他说一下公司的事情。这里有电话，你先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免得阿姨下班回家没有看到你担心。好。周总，公司的那些货都开始装到车上去了吗？李会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刚到公司，公司采购的货物够不够装满2列火车？不够，公司采购的货物最多也就只能勉勉强强的装满1列火车，才能装满1列火车？怎么回事？这几天有不少的工厂反悔说价格太低，不愿意出售给我们产品，说他们找到更高价格的人收购他们的货物。而且这2天呢，赵老板派人来找我说要收购我们的进出口公司，要不然杭城将会再无我立足之地。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去摆平他，你不用去搭理他。你去通知那些违反合同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不按照合同上面的条款来做，到时候别怪我们不客气，让他们偿还定金的10倍违约金。同时派人去沿海周边的那些城市去跑业务，那边的轻工业比较发达。好，我现在就让人去沿海城市去采购。那赵小军那边要怎么处理？他家老爷子可是咱们这省3把手，位高权重的存在，跟他斗的话，我们是占不到便宜。你刚刚也说了，他家老爷子也就是3把手，还不是这省1把手。他要是不识趣的话，我不介意把他和他家老爷子一起送进去。你给赵小军打一个电话，约他晚上去天香楼，我跟他谈。好，我现在就打电话。当赵小军进入包厢里面，看到李飞正坐在茶桌喝茶时，整个人不由得愣住了一下。怎么是你？你是那快运进出口贸易公司背后真正的老板？没错，我就是快运进出口贸易公司背后的老板。我听说赵公子想要收购我的快运进出口贸易公司，价钱我们可以好商议。不知道赵公子打算出多少钱收购我这家公司？快运进出口公司对于李飞来说，这就是属于一家空壳公司而已。他真正掌控公司订单的公司，依旧还是李飞注册的离岸公司。误会，这都是误会，都是自家人，我怎么会做出这种强买强卖的事情出来呢？更何况还是李兄弟你的产业，哥哥我当然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如果是换做以前，赵小军绝对是不会对李飞这么客气。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李飞的父亲李元朝现在是总指挥看中的人，现在还是上面派来这省指导企业改革的指导员。我也希望是误会，可是我听我的人说，有人在暗中让杭城的那些工厂跟我违约。还有这种事情？白起，你去调查一下，看看在我的地面上谁敢动我兄弟的生意，把他给我找出来，直接打断他一条腿。是，老板。李老弟，你放心，明天我就给你把这个人给找出来，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赵老板，违法的事情我不喜欢做，也不喜欢沾上这些道上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赚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对你对我都好。李老弟说的没错，我们双方合作怎么样？你有关系，我这边有渠道，可以说我们双方合作是属于双赢。不知道李老弟是否想要跟我合作呢？合作就算了，我赚的也就是3瓜2枣，大头赚的是苏国那边的人，我就是一个靠走量来赚点辛苦钱，自己都嫌少，还分出一杯羹去，我还赚什么钱？李老弟，你可知道盯上快运进出口贸易公司的人可是有很多人，其中也不缺少帝都的一些2代们。难道你觉得你父亲真的能为了你而去得罪帝都的那些2代们吗？那这什么说，赵公子，你能得罪得起帝都的那些2代们了？我家老爷子是这省3把手，只要在这省就没有人敢把我怎么样，你能明白吗？我明白，但是合作就算了。赵老板，你这棵大树太大了，我还小攀爬不上，真的一点合作机会都没有。赵小军看到李飞油盐不进的样子，语气中也带着一丝火气在里面，质问李飞是不是真的没有合作的机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是这省第一个敢拒绝我赵小军的人，很好，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到时候别求着我来跟我合作。赵老板，我这个人从小到大就没有求过人，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让我求你。赵小军不过就是仗着他父亲的职位才敢如此猖狂，如果
他父亲倒了下去，死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了。哼，那我们就走着瞧好了。赵小军直接撂下一句狠话，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包厢。当赵小军离开包厢后不到1分钟，周浩带着几个手中拿着棍棒的小弟也出现在了李飞所在的包厢。飞哥，你没事吧？你们一个个拿着这些东西干嘛？飞哥，我们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早早的就在天香楼等着。那姓赵的真要敢乱来，哥几个让他躺着离开。打打杀杀的事情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去赚钱，只有赚钱才是王道。李飞在俄国买回来了几架战斗机。李飞在他父亲李元朝的牵线搭桥之下，他正在和2位大佬会面。真是英雄出少年啊！2位大佬好，我叫李飞，是这一次跟2位谈生意的甲方。李飞，你的事情我知道。1个星期前，你在苏国弄回来了10几架图杠154飞机，给帝都航空公司，总交易高达10几亿华夏币，是不是真的？这个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帮老大哥处理一些他们不需要的东西。毕竟老大哥现在的日子是十分难过，我也是本着互帮互助、华苏2国友好交流的情分上，帮助老大哥解决经济困境，这也是我们身为老大哥邻居应该做的事情。这小家伙说话我喜欢。这2个大佬哪里听不出来李飞话语中隐藏的意思？小家伙，我聂奎，东海海军的一把手。小家伙，我叫王云飞，不知道你从苏国都弄回来了那些型号的战机有多少架？米杠31 15架，苏杠27 10架，全部都满单挂载，不知道王老您是否满意？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真的能从苏国运回来10架满挂载的苏杠27和15架米杠31？小家伙，那我们海军呢？聂老，海军这边有3艘7000吨的驱逐舰，还有1艘没有修建完毕的航母，上面还有10几架舰载机，全部都是苏国最先进的装备，上面也都是满载各种弹药。航母，小家伙，你刚刚说的可都是真的？你能从苏国弄回来1艘航母，还是搭载10几架舰载机的那种？您老别激动，那航母上面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装上去，也就只是装上了动力系统、雷达以及各种系统装备，还都没有。说白了，它现在就是一个移动平台而已。小家伙，你不知道，我们要是有了这1艘航母，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研究和仿造。到时候我们华夏就拥有自己的航母编队，那时候谁还敢欺负和嘲笑我们华夏海军？老聂，先别激动，我们还没有跟这小家伙谈价钱呢。对，你看我激动的连正事都给忘记了。小家伙，你说的这些装备对方要价多少钱？怎么结算？聂老、王老，这些武器装备我从苏国多少钱买来，就多少钱出售给国家，这些全部加起来，我一共花费75亿华夏币。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还请二老能答应。小家伙，只要不是违法，在合理之内的要求，我们可以答应你。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不是二老想的那些要求。我的要求只是这75亿华夏币上面给我30亿的现金，剩下45亿用美元折算给我。我最近需要1笔美元，这就是我的要求。1990年的国际石油的价格直接是翻倍的上涨，他需要在1个星期内从帝都这边拿到1笔美元，然后再去米国做空石油，从中大赚1笔。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对，这就是我的要求。我能说服对方收华夏币已经是十分的不容易，但我也不能全部都拿华夏币给对方，毕竟美元属于国际流通货币，他们还是十分相信美元的能力。我可不能说自己要拿着美元去米国做空石油。不错，你放心好了，这件事情我会跟上面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能问一下，这钱需要多久的时间能到账？苏国那些人着急看到钱，他们需要资金稳定自己下面的士兵。小家伙，只要东西到了，钱自然就到了。这个简单，那25架战机可以随时降落到我们关外3省的机场。海军的那3艘驱逐舰和航母也将会在1个星期内出现在关外的旅顺港口，但这需要我们的人跟着他们一起押运回来。小家伙，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向上面汇报一下，毕竟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那就劳烦二老向上面汇报一下吧。对方那边有些着急，他们出售的这些装备可都是私下跟我交易，不能摆在明面上。真要是被发现了，他们会对外说是借给我们熟悉一下性能，租期99年。行，那我们这就给上面汇报一下，你先在这里坐着。说完，2人离开会议室给上面汇报这边的情况去了。半个小时后，聂老和王老2人满脸笑容的回来。小家伙，上面同意了，随时可以派人去苏国接受这批装备，钱只要接收确认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打到你的账户上面，美元也是一样。那就明天一起去苏国，今天我先回去一下处理公司的事情，再给苏国那边打一个电话，提前说一下。处理好后，我乘坐最后一班去帝都的飞机，明天我们帝都机场见面。行，就按照你的来。王老、聂老，那我们就这么说定。杭城某星级酒店内，你这坏蛋，陪人家就没有时间，自己想做坏事就来找人家，你是喜欢我还是喜欢找人家做坏事？傻瓜，我当然是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做爱做的事情，我要不喜欢你的话，又怎么会跟你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情呢？舒婷，我晚上要去帝都，明天早上要去苏国一趟，估计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回来。什么？你又要去苏国？宝贝，这一次我去苏国是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去办，事关我们今后的幸福。今后我可不想让你去做什么工作，只要每天在家陪我就好。我才不要在家陪着你，我妈妈告诉过我，女孩子要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家相夫教子那是以前的女人才做的事情，现在的新时代女性也是要顶起半边天的存在。那我在家陪你，你这个新时代女性赚钱养我好了。正好医生说我胃不好，需要吃软饭。1个小时后，宝贝，时间不早了，我要乘坐飞机去帝都，等我从苏国回来，我给你带礼物。老公，你要注意安全。乖，等我回来。听到陈淑婷喊自己一声老公，李飞俯身下来亲吻了她一下。离开酒店后，李飞直接去了杭城机场。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李飞李先生，也是你们这一次去苏国的领队。接下来
你们在苏国的行动全部都听李先生的吩咐行事，谁要是违背李先生的命令，那就是等于违背军令，到时候直接上军事法庭，都听明白了吗？是，李先生，这一次就拜托你了。放心，那边已经准备好，我们只要过去了，可以在第一时间交付给我们，也能在第一时间回到国内。各位旅客朋友注意了，华夏去往苏国的飞机已经开始检票，还请搭乘去 S 航班的旅客去3号检票口登机检票。李先生要准备登机了，那我们2个也就不打扰了。2位，那我们就先登机了。各位，上了飞机后抓紧时间休息，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可能会没有时间休息。就算是去了苏国后，你们还要乘坐军机去军用机场，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会有些赶，明白吗？好的，李先生，我们知道了。李飞一行人下了飞机后，直接去了聂科佐夫的府邸。大哥，兄弟，昨天接到你的电话，我已经让下面的人准备好了，直接带人过去就可以。大哥，这是30亿华夏币的支票，剩下的45亿将会以货物结算的方式运输过来，而且大哥，你让我采购的商品已经在路上了，还有1列火车正在装货之中。下1个月怕是货物太多，2列火车怕是不够。我听说咱海军那边有几艘运输舰要出售，不就是几艘运输舰？等一下我就给扎库老兄说一下，让他便宜一点出售给兄弟你。聂科佐夫接过李飞递给自己的30亿华夏中航本票，副官带那些人去交接。是，将军。大哥，那我也去先嘱咐一下他们，等一下我们再聊点别的生意，保准你能赚大钱。哈哈，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大哥等着你。看着李飞回来，聂科佐夫有些急不可耐地问道：老弟，跟大哥说说你刚刚的那个赚钱的方法。大哥，有钱当然是大家一起赚，您可以把自己的战友全部都叫来，这样也能让他们欠下大哥你一个人情，不是吗？哈哈，兄弟你说的没错，有钱当然是大家一起赚。随后他立即拿起电话给自己的那些军方朋友一一都打去了电话，让他们来自己的府邸里面谈事情。聂科佐夫，你把我们大家叫来做什么？叫你们来当然是有好事情要跟你们分享一下。巴耶托夫，你要是心中不情愿的话，我也不留你，可别再知道我们赚钱后你在背后说我有钱不带你赚就是。那巴耶托夫听到聂科佐夫说要带他赚钱，顿时眼睛一亮。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巴耶托夫将军，当然是真的了。这一次赚钱的机会只有一次机会，我需要各位将军对外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只要成功，我能让各位将军手中的资产翻5倍以上。5倍？所有人都露出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出来。李飞兄弟，你没有骗我们吧？你真的能让我们的个人资产赚翻5倍？扎库将军，如果不是我大哥聂科佐夫，我都不会把这个赚钱的方法说出来。原本我只是想和聂科佐夫大哥一起赚钱，是他跟我说想要把各位将军全部都叫进来。李飞直接卖给聂科佐夫一个人情，让这些苏国的将军们今后全部都欠下他一个人情。各位，我聂科佐夫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而且我这兄弟从来都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扎库，这15亿华夏币中航本票是你的，剩下的钱我兄弟已经在华夏给你大肆采购，而且再过10天就有1列装满物资的火车从华夏开到我们苏国来。这么快？扎库将军，我这个人做事不喜欢拖拉，能用1天结账，绝不拖延到第2天。为了能更快的完成和扎库将军的交易，我想要从扎库将军这里购买几艘运输舰，用来装运物资，好快点完成交易。李飞兄弟客气了，不就是几艘运输舰？那东西现在放在我手中也是吞金兽，你要的话，我算兄弟你1000万华夏币一艘。扎库，我兄弟带你赚钱，你还好意思要我兄弟的钱？就你那些摆放在港口的废铁，能值几个钱？扎库也被聂科佐夫的话给挤兑到了，人家要带自己赚钱，他还要收李飞1000万一艘的费用，这怎么也说不过去。是，你说的没错，这些东西放在港口都是废铁一堆，李飞兄弟想要直接拿去就是，船员我都给你现成，反正现在那些船员们一个个都没有津贴，就让他们给李飞兄弟打工好了。扎库将军，一码归一码，我带各位赚钱是我大哥，跟大家都是好兄弟，有福当然是要同享，所以这1000万的采购费用我出了。再说这些运输舰，扎库将军你要送给我的话，这对你下面的那些部下可不公。兄弟大气，李飞兄弟，你这个兄弟我扎库认定了，今后在苏国海面上，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跟我扎库说一声，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直接把对方轰入海底里面喂鱼。李飞兄弟，你就直说想要我们投资多少钱，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绝对不说二话。扎库将军，多少钱就看你自己愿意投资多少，投资越多，赚的当然也是越多。我把我全部家当都投给你，也不是很多，只有3亿美元和这15亿华夏币。没问题，扎库将军，你这15亿华夏币的支票，我会帮你兑换成为美元。兄弟，大哥也把全部身家都给你，赚钱后我给你1/10作为报酬。谢谢大哥对我的信任，兄弟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几天后，李飞来到公司。飞哥，那赵小军收购了航程10几家工厂，而且他还派人过来说我们公司当初和他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公司不承认，直接作废。这话是赵小军派来的人说的？是赵小军派白起来我们公司跟我说，那白起让我转告飞哥你，说航程是他赵小军的地盘，要飞哥你识相一点。这话就算是这省一把手都不敢说航程是他的地盘，赵小军现在这时直接跟我撕破脸了。随后，李飞拿起电话。我是卡特，请问您找谁？卡特是我，李飞，有笔无本买卖给你做，想做不？李先生，什么无本买卖？李飞听出卡特十分的感兴趣，于是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李先生，我十分愿意为您效劳，教训一下这个愚蠢的2代。那你去苏国找几个演员，按照我说的去做，等这批货运输到苏国，给你3/10。好的，李先生，我这就去找几个演员去华夏演戏，帮你教训那个愚蠢的2代。随后，李飞打电话给且若弗，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
到时候让他派人用军方的名义，直接连人带货全部扣押。事情差不多解决了，我们现在坐等看戏。他赵小军不是很牛逼吗？那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牛逼。飞哥，那我们被他黑掉的60多万定金要怎么处理？放心好了，这笔钱没有人敢黑我们公司，公司的事情就交给你处理。苏国要的采购量多，下个月最少要运输价值5亿的货物去苏国。飞哥，你放心好了，铁路局那边也给我们规划出来了一条路线，我们的那列火车已经开始去装货，装满估计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就能装满运去苏国。做得不错，我等一下要去帝都，要是遇到时间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去找我家老李让他帮忙。要是赵小军让人来捣乱，你去省厅找我二叔，明白吗？我知道了，飞哥。当李飞回到自己家时，他看到陈淑婷的母亲袁芳也在自己家里面。袁阿姨，怎么，小飞你不欢迎阿姨来你家吗？袁芳下班回到家，发现自己家养了18年的白菜，最后被猪给拱了，换着是谁，心中都不会平衡。袁阿姨，您说哪里的话？我的家不就是袁阿姨您的家？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呵呵，儿子这么快就知道讨好你家丈母娘了？妈，丈母娘也是娘，跟你一样，作为儿子当然要对自己的母亲好了。你小子就这张嘴甜，因为我像老妈你啊。你小子别在这里跟我嘴贫，你给我记住了，今后可不允许欺负舒婷，你要是敢欺负她，老娘腿都给你打折了，明白吗？儿子，这一次你来帝都准备住几天？估计要待1-2天的时间。小飞，你马上就要开学，那你开学之后还要像现在这样忙碌吗？袁阿姨，我会去找学校申请自学或者暂时休学一段时间。现在对于我来说，学位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只要有钱，我可以随时去国外弄一个哈佛商业管理硕士回来。我现在要的是积累一笔原始资本，这以后也就不用为赚钱而烦恼了。你想要准备休学？不仅是袁芳，就连李飞的母亲黄月山在听到李飞的话后，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李飞。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决定好了，我和你爸都不管，反正你小子今后想要走的也是你自己的路。袁芳对于李飞的选择也没有多说什么，今后只要李飞不乱来，他赚到的钱足够富裕的过完一辈子。为人父母，谁不想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好人家？很显然，李飞已经是得到袁芳的认可。陆伯伯，你小子现在可是名人啊！如今你在帝都的名气可是比你爸李元朝还要响亮，可以说郑军商3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就是一个学生，哪里能和我爸比？我爸他是做实事的人，而我就是一个中间商，赚点差价，赚点小钱，养家糊口。你这个中间商可是和别的中间商不一样，别人最多也就是倒腾一点商品过去，可你小子倒腾的东西可都是什么？这就算是给别人100个胆子，也没有人敢去倒腾那些东西回来啊！陆伯伯，做生意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况且那些东西，我就只是从中牵线搭桥一下，并没有从中盈利。要说盈利，也是我赚苏国那边的钱，他们那边答应我用1半的资金采购生活用品，顺便再拉动一下我们国家的 GDP 和财政收益，也算是一举多得。不过陆伯伯，我要提醒你一句，做人要低调一点的好。还有就是，你这小家伙每一次都是一个人，身边怎么能不带人跟着？你要知道才动人心。李飞听到陆正莲提醒自己的话，他瞬间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可是在90年，不是21世纪那个治安环境稳定安全的年代。谢谢陆伯伯的提醒，低调做人做事我知道。过2天我去找几个退伍的士兵跟在我身边，保护我的安全。这件事情你去跟你父亲说下，他会去找人来保护你人身安全。我爸他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他在这方面没有人脉关系啊。你爸这段时间在这省商业改革的事情，总指挥很满意。总指挥已经下令让你爸担任办公厅1把手的位置，算是帝都高层了，能给你安排1-2个警卫在身边守护你的安全。这么说，我现在也算是帝都的一个2代了。你这小家伙，脑袋瓜子里面都在想什么东西？中午随便找了一家饭店解决了一下自己的午餐，随即李飞拿出手机给自己老爸拨打了一个电话。我是李元朝，哪位？老李是我。你小子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因为李飞很少给他打电话，今天突然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这不由让李元朝有些好奇了起来。当然是有点事情要找您帮忙，给我找几个保镖，要帝都红墙那位拿着级别的，能给我找来几个保护一下老李家9代单传的我吗？滚蛋！你当你老子我是谁啊？还给你找红墙那位。还有，你小子不是老李家的9代单传，你叔爷爷家子嗣还有很多，老李家断不了根。我和你妈也年轻，还耐努力再造几个出来。老李，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这个大号都没有废，你就要着急练小号，还要练几个？变了，你变心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样，我记得小时候你都是叫人家宝贝儿砸，现在直接让我滚蛋，这家没爱了呀！你再也不是那个从前老李了。你小子可以闭嘴了，帝都那边已经安排好人去保护你小子，总指挥怕你小子在苏国惹出事情出来，给你小子派了几个实力强的保镖保护你小子的安全，你在原地等着，他们会去找你。老李，总指挥咋知道你英明神武的儿子我的？他老人家还给我派来保镖保护我的安全，还不是你小子在苏国闹出来的事情？你从苏国弄回来那些装备，苏国高层都打电话过来控诉了，要不是你小子在苏国和那些军方的人交好，让官方的人不敢乱来，你小子有9条命都不够。这么说，短时间内我还不能去苏国了。呵呵，你小子现在终于知道怕了，我还以为你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呢。老李，我这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儿子我跟苏国军方关系好得很，那些军方大佬都要靠我赚钱，他们可不会让官方的人动我一下。呵呵，那你刚刚为什么说不去苏国啊？老李，你这一下把天聊死了，我还跟你说什么？挂了，拜拜。大约过了15分钟的时间，李飞的面前出现了4位青年大汉。你们4位是总指挥派来保护我的保镖？是的，我叫李飞，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接到任务就出发来找李先生。服务员点菜。半个小时后，小家伙，一段时间不见，你现在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韩叔叔，你就不要调侃我了。
我宁可不要这什么名气，只要能安安稳稳赚点小钱就可以。小家伙，你想要安安稳稳的赚钱，怕是不可能了。我这边有几个朋友都找到我，想要让我帮忙采购苏国的炼钢设备，这些人我也不好拒绝他们，只能选择答应他们。安叔叔，我想要再下一下订单，可以吗？当然可以，有钱赚我难道还不赚吗？不知道安叔叔，你想要订购几台设备？大概需要20台设备，定金我都给你带来了。20台设备没问题。哈哈，好小子，你今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来找你安叔叔我。虽然我不在政要部门，但也是属于这一块，在你安叔叔那一亩3分地上说话也是能算数，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安叔叔，我还真有事情想要找您帮忙。安叔叔，你也知道，我的公司需要采购大批量的生活物资和日用品，这些光靠我公司的人整个市场去跑，很难筹齐这么多的货物，所以不知道安叔叔是否能帮个忙，联系一下你们省份那些工厂，我找他们下订单采购物资。这个没问题，包在你安叔叔我的身上。此时，天堂商务会所内，赵小军正在接见2个苏国的商人。赵先生，你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吗？叶科先生、普京先生，我公司旗下拥有10几座生产工厂，每天都能生产出来几百万的物资，不知道这个是否能满足2位先生？赵先生，你说的可是真的？如果真如赵先生你说的这样，我们可以合作。现在苏国十分的缺少生活物资，你有多少物资，我们都可以采购，钱我们不缺。原本卡特让他们2人来杭城，只要采购几千万的订单就可以。结果这2人喝了一点酒后，2个家伙直接放开，原本几千万的订单直接被他们说成5亿订单。飞哥，我得到消息说，赵小军那个家伙搭上2个苏国来的人，那2个苏国的商人向赵小军采购了5亿的大订单，现在赵小军已经找银行去贷款了。你刚刚说赵小军拿了多少的订单？赵小军在2个苏国的商人手中拿了5亿的大订单，确定是5亿，而不是5000万吗？飞哥，我听的没错，这个消息是赵小军身边的一个手下亲口告诉我，绝对不会有错，甚至他还亲自陪着赵小军去找杭城中行的行长贷款5亿。我先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喂，我是卡特，哪位？卡特先生，我是李飞，你派人的2个人有没有和对方接触？那2个人已经和对方接触了，不过计划有些意外。什么意外？这2个家伙喝多了，朝着对方一阵炫耀，结果把5000万的订单直接说出5个亿。这点小意外也没有什么，5亿就5亿，只要等对方把货运输到苏国，一切还是按照计划行事。这省家属大院内，听说你去找中行的黄行长贷款了5亿，还是打着我的旗号去借钱，有没有这回事？爸，我接到一笔大订单，是苏国那边的订单，对方要采购5亿的物资，我再在苏国采购一些设备回来倒卖一下，只要来回这么倒腾几趟，最少能赚10几个亿，还能解决一下我们国家缺少高端设备的问题，我这也算是为国争光了。那2个苏国人的身份你调查清楚了吗？他们2个在苏国是什么背景？底子是否干净？是否有这个实力？这些你都知道吗？爸，您放心好了，他们2个说了，我们可以派人去苏国当面交接，我会亲自去苏国一趟和对方交接，到时候麻烦您派2个内卫跟着我一起去苏国一趟。下午1点半，飞机准时降落在机场。说好，杭城这边我不打算再待了。这一次我去帝都之后，杭城快运进出口公司全部都交由你来处理。至于赵小军的事情，你就不要去管，我到时候会给你指示，让你怎么做。飞哥，那你以后都不回杭城了吗？来肯定是要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你好好的学习怎么管理公司和处理事情。今后公司走上正规后，一切都是要凭借实力来说话。你如果没有这个管理能力，你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可就要退位让贤了。飞哥，我会努力好好学习，不会让你失望。我相信你能做到。下午1点半，飞机准时降落在机场。李飞离开机场后，直接去了他要去的帝都商学院。小姐姐，问一下，校长办公室在哪？好帅啊！小姐姐，你没事吧？没事，你要去哪？校长办公室在哪？我带你去。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吗？我是来报道的新生。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雅琴，是帝都商学院大3。学弟，你今后在学校要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学姐我帮忙，任何问题都可以哦。半个小时后，李飞离开了学校，来到陆正莲说的那套4合院，他拿出自己的电话。哪位？您好，请问是关先生吗？是陆正莲介绍过来看房子的人，我叫李飞，我现在就在您这院子外，不知道关先生您是否有时间？半个小时后见。OK， 那我就在这里等关先生到来。半个小时后，李飞看到一辆车推到他面前。你是关先生？没错，我叫关文宇。关先生您好，我叫李飞。我听陆伯伯说，关先生您想要出售一套4合院，今天刚好回帝都，我就过来看一下关先生您的这套院子。呵呵，小家伙，我知道你，你爸是李元朝，而小家伙你就是最近在49城闹得沸沸扬扬的第一倒爷李飞。第一倒爷？李飞听到关文宇的话，整个人有些懵逼了，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帝都还有一个这样的外号。怎么看你的样子有点意外？关先生，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中间商，什么第一不第一，我不赚钱，我就是一个金钱的搬运工而已。关文宇带着李飞进入院子后，便开口对李飞介绍自己手中这套院子。这套院子是一套5进5出的院子，在这一片估计是没有一家院子可以能和我这套院子比较，整个49城能找到比我这套院子还要好的院子，只有纳西的亲王、郡王的府邸。关先生，不知道你这套院子想要多少钱出售？3500万，成交。你小子不还一口价？关文宇被李飞这爽快劲也是给弄懵了一下，3500万一套房，结果连价格都不还一下，直接成交。按照现在帝都2环内的房价3001平方，这套院子占地面积11000平方，这就3300万了。关先生，你只要3500万的价格，足以证明你的这个价格十分公道。况且你和陆伯伯也是朋友，
你还给我这个价格，我再还价的话就太不识趣了。你小子是一个做生意的料，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第一倒爷，光是这做人做事还要说话的水平，就让人无可挑剔。关先生，这第一倒爷你就别说了，我就是一个中间商，赚点差价而已。说白了，就算给钱洗个澡，从中赚一点点辛苦费。哈哈，小家伙，就算你自己不承认也无用，现在整个四九城都是这么称呼你，这个称号你改不了。买好房子后，他来到陈淑婷的家来找她了。袁阿姨，杭城的事情都办妥了，都办妥了，今后我会把重心都放在帝都这边，杭城那边我交给下面的人去打理了。那你上学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没有？都处理好了，我来的时候已经去学校报名了，等开学的时候再去找老师请假，这样也不耽误。这些事情你能处理好就行。那正在房间内收拾行李的陈淑婷听到自己妈妈在和李飞说话的声音，她连忙从房间走出来。李飞，你什么时候来帝都的？下午来的帝都，刚刚下飞机就去了一趟学校，找了校长提前报名，刚刚在后海买了一套院子，以后我们就可以去那套院子里面居住。元芳听到李飞当着自己的面前说要跟自己女儿同居，他不由提醒李飞自己还在这里。袁阿姨，到时候您和陈叔叔也一起来住，我也把我爸妈一起接过去，到时候我们两家人可以天天在一起。一起居住就算了，我和你陈叔叔已经看好了一套房子，就在朝阳那边，距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2室1厅1卫刚好够住，价钱也不是很贵。袁阿姨，我给你们买一套大一点的院子好了，现在这院子的价格也不算是很贵，现在入手很划算，等今后不想再住，再把院子出售出去也能赚上一大笔，用来投资最合适不过，将来退休后可以带阿姨您全世界旅游。院子还是算了，我和你陈叔叔全部的家当只有20几万，刚好购买那套小住宅，哪里有这么多钱购买院子？袁阿姨，钱的问题您不用担心，我可以给你们买，就当是我提前给聘礼好了。谁要你的聘礼啊？这么说，你不要聘礼就嫁给我？叔叔和阿姨怎么能要你的钱给我们买房子？袁阿姨，您就别跟我客气，再说我们早晚都要成为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呀？李飞直接是把自己摆放在女婿的位置上，回答元芳，等你什么时候和舒婷领证后，阿姨再接受你的心意。元芳看到李飞都这么不要脸，只能找一个借口拒绝他。那袁阿姨和陈叔叔，你们可以贷款买房，买一套小一点的院子，只要首付30%，后面的钱每个月还给银行就可以了，40万分30年还，一个月也就1000多一点。李飞也不是没有眼力劲的人，既然对方不愿意接受，他只能说出另外一个方法出来，贷款。元芳听到李飞说去银行贷款，他有些懵了，这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是的，袁阿姨，现在银行的利息很低，去贷款买房最合适。您听我的话准没有错，将来真要是什么压力，您就算是把房子给卖出去，也能赚到不少的钱。这件事情我还要跟你陈叔叔说一下，毕竟我和你陈叔叔都是拿工资，一下背上40多万的债务，这点工资也就给银行打工。阿姨，那您和陈叔叔好好聊聊，听我的准没有错。袁阿姨，我明天就要去米国了，要1-2个月的时间才能回来，我能不能和舒婷好好聚一下？去吧。元芳听到李飞问自己能不能带自己女儿出去聚一下，他看着眼前自己女儿眼神中的一片哀求，只能同意了。你们2个注意一点防御措施，我还不想内退当外婆。次日，李飞早早的就起床。儿子，你几点的飞机？9点半的飞机，但要先飞港府转机，然后再飞米国，估计要飞16-17个小时才能到达。还好，等到达米国的时候是白天，也不用去到时差。儿子，你去国外要小心一点，米国毕竟不是我们国内，真要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这边都很难第一时间赶过去，知道吗？妈，你就放心好了，米国比起苏国要安全多了，我一个人去苏国都不怕，更何况这一次我还带了4个保镖跟我一起过去，不会有什么事情。你这臭小子！李听，有什么需要我在米国给你购买的吗？臭小子找打是吧？李元朝听到李飞叫自己李听，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我不知道你小子去米国做什么，但你小子要记住一点，那就是给我低调一点。舒婷是不是你这臭小子用花言巧语骗到手的呀？妈，您不管我是怎么骗到手，您说说您喜欢不喜欢他？喜欢，当然喜欢了。你爸认识的这些人里面，你老妈我最喜欢的就是舒婷这小丫头了。你陈叔叔他是一个女儿奴，你小子今后要是敢欺负舒婷，看你陈叔叔他怎么收拾你。妈，我是那种人吗？老李家就没有欺负自己媳妇的人？是，你们老李家没有欺负媳妇的人。你要是再不出发，飞机可就不等人了。妈，我不跟您说了，我要走了。等我从米国回来，我给你带礼物回。李飞上飞机刚坐下，旁边来了一位长相十分漂亮，脸上露出一副高冷、生人勿近的样子。这是御姐家高冷女子总裁啊！李飞忍不住看了一眼，这位高冷的御姐女总裁也注意到李飞看自己的目光。薛小雅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帅气的男孩子，有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小姐姐，我脸上有花吗？小弟弟，你脸上没有花，姐姐是看上你的发型了，看上去一点都不突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设计发型。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设计出来的发型，小姐姐觉得还可以吗？你是发型师？我是发型师，我叫托尼。李飞说谎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直接伸手摸到薛小雅的秀发上面。小姐姐，你的发质不错，光泽充满弹性，看来平时的时候没有少护理你的秀发。薛小雅看到李飞摸着自己的秀发，她整个人都已经愣住了。嗅到距离自己只有10几厘米，李飞身上散发的荷尔蒙的气息。不行，薛小雅，对方还是一个孩子，你怎么能对一个弟弟动那样的心思呢？老牛吃嫩草也不是这样吃的啊！小姐姐，我来帮你整理一个发型。
完美，小姐姐，你可以拿镜子出来看一下。当他看到不一样发型的自己时，整个人也有些呆住。怎么样，我的手艺还可以吧？托尼，真没有看出来，你小小年纪居然还有这样的手艺。你在港府哪里开店？我以后有时间去你店里面找你给我做头发。找我做头发？李飞听到薛小雅的话，他不由想起某位女明星，我们只是在做头发，然后某某亮的头发就做成绿色了。你的手艺很好，比我的御用发型师做出来的发型都要好看。我想让你当我的御用发型师。薛小雅在说到御用发型师时，整个人有些不太争气的脸红了起来。这个御用她到底想到什么，没人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小姐姐，你准备给我多少钱一个月呢？我给你10万港币一个月。一个月给我这么多钱，小姐姐，你该不会是想要包养我吧？我听说港府很多富婆喜欢乖巧听话的男孩子，我可告诉你，小姐姐，我托尼可不是那样为了钱去做乖巧听话的男孩子。薛小雅听到李飞说的话，整个人瞬间有些慌乱了，就好像自己埋藏在心底里面的秘密突然间被人知晓了一样。小迪迪，你才多大，你还知道富婆喜欢乖巧听话的男孩子？真不知道你脑袋里面怎么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姐姐，你说的是我不是小奶狗，我是小狼狗。小姐姐，你知道什么是小狼狗吗？好好的人不做，你把自己比喻成狗，现在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吗？小姐姐，我只是形容一下自己某些跟他们很像，就比如小奶狗一样，这就是指那些长相好看呆萌的少年，他们就和还没有断奶的奶狗一样，需要来自母爱的关怀。那很充满母爱的富婆就喜欢这样的少年。那小狼狗呢？想知道？看着面前一脸好奇小狼狗的薛小雅，小姐姐，在我告诉你之前，你是不是应该要自我介绍一番呢？跟你聊天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薛小雅，是港府人。我叫李飞，英文名字你可以叫我托尼，内地帝都人。你是内地人？怎么，我是内地人，让小姐姐你很吃惊吗？是不是在港府的那些人眼中，内地人是乡下人一样，身上穿着土里土气的，要么就是一身名牌乱穿，不知道如何搭配？我以前的感官是这样，不过这个想法在我知道你是内地人之后，我彻底改变了。小姐姐，港府太小了，他们都被眼前的繁华给迷住了自己的双眼，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幕，他们看不到内地现在的变化。用不了10几20年的时间，国内所有的一线城市的繁华会远远超过港府。所以，小姐姐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或看物。你说的很对，托尼，谢谢提醒我。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名字，我听得比较顺耳一点。托尼这个名字我感觉一点怪。可以，你为什么喜欢叫我小姐姐这个称呼？别人要么是叫姐姐，要么是叫大姐，这小姐姐是内地流行的叫法吗？小姐姐是对漂亮女孩子的称呼，姐姐是对亲人之间的称呼。至于大姐，我想这要是对一位漂亮的女孩子喊大姐，我想会被她的护花使者们给打死吧。你说的好像还真有那么几分道理，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小弟弟？薛小雅小姐姐，男孩子称呼漂亮女孩子可以叫小姐姐，可女孩子叫男孩子小弟弟，你觉得这个称呼好听吗？小姐姐，你要知道小弟弟对男孩子的代表的是什么？薛小雅瞬间明白了什么，顿时羞红的朝李飞嗔怒道：你坏死了，我不理你了。李飞凭借自己前世的网络段子，逗得薛小雅这位冰山女总裁的气质直接是变成御姐气质。那你呢？你是属于这2种中的哪一个？姐姐十分的好奇哦。想知道？我想知道。我就不告诉你。李飞小弟弟，你就告诉小姐姐我吗？小姐姐你可不小，在我老家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臭弟弟，你这是在说姐姐我很老了，都是孩子妈咪了吗？小姐姐你不老，正好是青春年少的年纪。小姐姐，要不我们去生一个孩子来维持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好吗？臭弟弟，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小 baby 有什么关联？还有，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个坏弟弟生孩子维持我们之间关系？你自己都是一个都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你想要姐姐给你生一个小 baby， 姐姐觉得带2个小 baby 很累。小姐姐，你这是想要给我当妈咪吗？你要是叫姐姐妈咪的话，我也不介意收下你这小 baby。妈咪，小 baby 饿了，想要吃奶奶。臭弟弟，你坏死了！小样，跟我斗你还能？飞机很快就降落，停稳在纽约机场上面。小雅，你是一个人来米国，还是带了助理来米国？我带了2个助理过来，他们在商务舱，我要等一下他们。那你在米国订好酒店了吗？我已经预定了，米国希尔顿酒店。你呢？预定酒店了没有？要不要姐姐我帮你预定酒店？你终于还是忍不住要对我动手了。你要对我温柔一点，轻一点，我怕疼。臭弟弟，我打死你这个小坏蛋！我也让人在希尔顿酒店预定了房间，现在酒店的人已经派车过来接了，正好我们都住在希尔顿酒店，那我们一起走。可是我还要等2个助理过来。没事，那我们等他们一起出来再去。我让酒店那边叫来了2辆车，足够带我们一起去酒店。说完，李飞带着薛小雅和他的4位保镖一起走了出去。他们是你的保镖？对，他们4个都是我的保镖，因为一些原因，所以身边需要带几个保镖在身边。你家是做什么的？秘密。1个小时后，希尔顿派出的接送豪车停在希尔顿酒店门口，几人进入酒店，来到前台。李先生，您的总统套房和行政套房已经开好了，一共是2个月费用21万美元。这位是您的专属管家爱丽丝，有什么事情您都可以找她，24小时为您服务。坏迪迪，你是不是傻？你有这个钱直接来米国买一套房子不好吗？21万美元都足够你买下一套大房子了。钱赚了就是拿来花的，我来米国就是为了赚钱，也不是来这里居住。至于在米国买房子，还是算了，我一个华人
人，没有米国绿卡，想要购买房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你预定的房间就算了，给你的2个助手开一间房间就好。你就跟我一起住总统套房，里面有几个房间，咱不浪费这个钱。你看我是不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好男人？想得美，我才不会跟你这个坏弟弟住在一起。既然你不陪我，那我就只能叫我这个美女管家晚上在套房里面看着我睡了。谁让她是我的专属私人管家，24小时服务。你敢？我要替你的父母监督你这个坏弟弟，不准让你在米国做出色色的事情出来。此时，李飞的总统套房内，小弟弟，这间客房就是我的房间了。干嘛睡客房？你看主卧的房间多大，足够我们2个人一起睡在上面。臭弟弟，你想什么呢？姐姐才不会跟你这个臭弟弟睡在一张床上。小雅，那个我要出去一下，估计吃晚餐的时候回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吃晚餐。你要去哪？这还没有进门，你就开始管着我了呀？来到高盛证券后，李飞直接找到高盛证券的总裁史密斯先生，你好，我是来自华夏的李飞，汇丰银行那边跟您联系过吧？李先生你好，汇丰那边跟我说过李先生的事情，他们说李先生你想要玩期股是吗？不知道李先生你有多少本金，又想要哪几倍的权限？资金不多，只有5亿美元，但我想要20倍的权限。20倍？李先生，你确定自己没有说错吗？当然，我十分的确定自己说的没错，我要20倍的权限。如果贵证券公司能给100倍，我也十分乐意。李先生，你还真是风趣幽默啊！20倍太多了，我的权限只能给你15倍，手续费5%，而且跌幅超过3%，还需要强行平仓。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半小时后，李飞谈好了5家证券公司。当他回到酒店时，刚好是下午5点半。来到自己的房间，李飞看到薛小雅正在和自己的2个助理在谈什么事情。臭弟弟，你一个下午的时间都去哪了？去找人谈了几笔合作，时间不早了，我们去吃晚餐吧。我让酒店这边准备了大餐。行，那我们就去吃晚餐吧。今天就说到这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晚餐可以找我报销。谢谢总裁。小雅，你想要来米国投资什么项目？我想投资房地产开发。你在米国投资房地产，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这个国家的规定和港府的规定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存在，只有在他们的规定内，你才能完成项目。所以我不建议你在米国做房地产商人。我薛氏集团主要的产业也只有2种，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珠宝生意。珠宝生意在米国开设基本上是不可能。那我唯一能投资的项目只有房地产，这也是我能在最短时间内让薛氏集团摆脱困境唯一的方法。小雅，你在米国有这么多同学，还有导师，我想在他们手中能赚钱的项目应该是有很多，这才是你拯救薛氏集团的办法，而不是把你薛氏集团原来的产业继续拿到其他国家来复制一遍。可我这一次带来的资金有限，只有3000万美元，如果是拿去投资项目的话，我怕血本无归。一旦这3000万美元全部亏损了，那么整个薛氏集团都将会陷入财务危机的存在，我也不敢去搏。李飞听到薛小雅的话，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至于要不要带薛小雅去做空石油，这个李飞根本就没有想过。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现在和薛小雅只能算是朋友关系，哪怕是2人之间带着一点小小的暧昧。我觉得你可以去投资科技这一块，将来这天下是科技的天下，你拿着这笔钱去投资米国的科技相关产业，今后的回报肯定不会让你失望。投资科技，你说的我会考虑一下。你说你去谈生意，能跟我说说你都去谈了什么生意吗？要是合适的话，我就去投资你的项目。我的项目是找几个富婆，我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征服他们。臭弟弟，你脑袋里面都想什么呢？你有什么能力征服人家？我记得在我16岁那一年的时候，我吃鱼不小心被鱼刺刺到喉咙，当时去医院找医生，结果医生说鱼刺太深很难夹出来，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能拿出来。我一气之下直接用舌头把这鱼刺给卷了出来。小雅，你说我这个算不算本事？臭弟弟，我没有明白你说的这个能力有什么隐藏的含义，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薛小雅听到李飞问他用舌头卷出喉咙的刺算不上本事，他一脸茫然，理解不了李飞说的意思，朝他开口撒气。晚上，李飞和薛小雅没有离开酒店，去外面看风景、游玩什么。臭弟弟，你觉得米国怎么样？很好，世界的经济中心很繁华，在这里随时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豪。但是这个世界经济中心，它繁华外表之下全部都是累累骸骨，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其中。没想到你这个臭弟弟居然还对米国认识这么深刻，还能看到这繁华背后的累累白骨，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贬我？我这是在夸赞你，可没有贬你的意思。小雅，你这一次来米国准备待多久？大概半个月左右。明天我要去找我的导师，看看他能给我一些什么意见，或者是有什么项目可以投资入股。明天我没有时间，我有事需要出去，看来我是没有机会陪你去见你的导师了。我才不要你陪我去。薛小雅听到李飞的话，她心中还是十分的甜蜜，但是嘴上还是要强了一点。次日，李飞很早就起来。臭弟弟，你起来的还真早啊！我可不是什么臭弟弟，我可香了，刚刚洗的澡。就算你洗得再干净，身上再香，也是一个臭弟弟。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你也是臭脚小女人，还是酸臭酸臭的那种？臭弟弟，你敢说我脚臭，我要杀了你！直接朝着李飞扑咬而去。薛小雅整个人瞬间呆住了，那挨打的地方传来丝丝的疼痛，让她心中也涌现出来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还要不要杀了我啊，臭脚小姐姐？
你快放开我！那可不行，是你自己咬我怀里面来的，想让我放开你，做梦别想了，有便宜不占那是王八蛋。我可告诉你，我还没有刷牙，你要不放开我，我就咬你！翻了天了，你还敢说要咬我？李飞看着距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家人，他没有忍住，直接是亲吻了上去。薛小雅瞬间脑海之中一片的空白，当她反应过来时，她发现一切都晚了，整个人已经失去了反抗的力量。臭迪迪，现在你是姐姐的人了，姐姐会对你负责。那你想要对我怎么负责啊？臭迪迪，你想要姐姐怎么对你负责？我想要信用卡，还要房子、车子，你每天都要陪着我，能做到吗？臭迪迪，我打死你！薛小雅听到李飞说的要求，她不是傻瓜，哪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1个小时后，李飞带着2个保镖出去了，至于其他2个保镖被李飞安排下来，守在薛小雅的身边，保护她的安全。不管怎么说，人家一块从来都没有被开发过的土地，现在被李飞开发出来，种了胡萝卜，也就是说，现在这块地也就成为李飞的私人土地，他当然要好好的保护好。赵小军在苏国被抓了起来，运输去苏国的2列火车的货物也被苏国给扣押。老板，2列火车的货物已经全部都装满了，随时都可以出发。安排好人手，一同押运吗？安排好了，老板，一共30人，每个人手中都带了家伙。你去告诉兄弟们，等这些货出手了，我不会亏待他们，我会跟兄弟们说，这一次押运你来带队，1个星期后我会去俄国，到时候我们俄国见。老板，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出发，兄弟们还都在等着我。去吧。至于白起和赵小军到达苏国会有什么样子的下场，没有人知道，李飞是不会放过他们。宝贝，如果你真的想要救薛氏集团，我劝你还是自己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要不我们一起投资一家互联网公司，你来当这互联网公司的执行总裁，我来当这互联网公司董事长。臭迪迪，那你想要投资多少？你手中不是有3000万美元，那我就拿出7000万美元出来，一共1个亿的美元，怎么样？宝贝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努力啊？臭迪迪，你有这么多钱吗？这也不怪薛小雅不相信，主要李飞的年纪真的很小，18岁刚刚成年，拿出7000万美元，要是放在港府，绝对是属于钻石小开的存在。你居然敢不相信我，看我怎么收拾你！好迪迪，姐姐错了，姐姐不应该怀疑你。这还差不多，钱我现在都放进股市里面，需要等2个月才能拿出来。你来米国就是为了炒股吗？来这里就是为了赚钱。这么多钱拿来炒股，你就不怕亏损吗？你男人我是谁？将来可是要成为超越股神一样的存在。所有人都给听着，现在我要你们把手中所有的石油全部都给抛出去，不要造成大规模的抛售，要一点一点的抛售出去。是，老板。25美元一桶的价格，李飞已经是赚了11美元一桶，他现在手中掌控的资金数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的存在。赵小军在苏国被抓了起来，运输去苏国的2列火车的货物也被苏国给扣押。周浩在这时回来打官司。周浩，找我有什么事情吗？飞哥，这省1、2把手今天晚上说要跟我一起吃饭，估计是商谈要我收购这省那些工厂挤压货物的事情。他们要是让我收购的话，我是该去接他们，还是按照飞哥你交代的计划去完成？你要记住了，你是去这省打官司，不是去这省收购什么产品。他们让你收购，就说赵老板发话，不让我们快运进出口公司在这省立足。总之就一句话，不给优惠政策，还有处理违反合同的官司，什么都不要答应。我这样说，他们不会生气吗？你怕什么？你要记住了，现在是你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麻烦，主动权在你手中。况且我刚刚说的那些话也都是实话，想要我们帮忙替他们解决麻烦，那他们也要帮我们解决潜在的威胁和麻烦。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行了，我明天还有几笔买卖要谈，就不跟你多说了，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可以。1天后，李飞乘坐飞机来到苏国，且若福副官弄出这么大的阵仗是来接我的。李先生，最近有些不太平，将军让我多派一些人来接你。不太平？李飞听到且若福这么说，内心不由是一突了起来。发生什么事情了？将军他们出售装备的事情被上面的人挑明的说了出来，他们把先生你也列为通缉的名单里面。将军他们为了保护先生你的安全，跟那些人大闹了一场，将军怕那些人会对先生你出阴招，就让我带着一些人来保护你的安全。我被列入苏国的通缉的名单里面来了。李飞听到且若夫的话，整个人感觉有些懵，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列入苏国通缉名单里面来。李先生，你放心好了，将军和其他将军都不会让你出现任何一点意外，将军已经跟官方那边的人算账去了，估计今天李先生你的通缉令就会撤销。行吧。1个小时后，李飞来到聂科佐夫将军的府邸。李，我的兄弟，你总算是来了。大哥，这一次没有让你失望，你投资给我的10亿美元，现在已经变成50亿美元了。想到这里，聂科佐夫一把抱住李飞。李飞，你以后就是我聂科佐夫的亲弟弟了。大哥能不能轻点？我都喘不过气了。兄弟，你这小身板还需要多练练，要跟你大哥我这样雄壮。大哥，通知一下扎库将军，他们来取钱吧。这么多钱放在我身上，我都感觉有些压力。得到你给我打来的电话，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在路上。这聂科佐夫刚刚说完，扎库将军他们就从外面走了进来。哈哈，李飞兄弟，你可让哥哥我好等啊！扎库将军，你是在等你的30亿美元，等得你睡不着吧？钱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了可以赚，但是李飞兄弟，你可是能帮我赚钱的财神爷。扎库将军，你要这么说，那你投资6亿美元赚到的30亿美元，我是不是可以不给你了？李飞兄弟，你真的给我赚了30亿美元？扎库有些不敢相信地问李飞，看着人家真的给他们带来5倍的收益。李飞兄弟，
你那里还有什么好的项目没有？如果有的话，哥哥们愿意把所有的身价全部都拿给你来帮我们投资。李飞兄弟，哥哥们还想投资，我们也不求能赚5倍，只要能赚1倍就可以了。各位哥哥们，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你们看中我的能力，但是投资赚钱这种事情并不是稳赚，这东西也是存在风险的存在。万一亏钱的话，我怕对不住各位哥哥们对我的信任。我说各位，我兄弟给你们赚了这么多钱，你们都不表示一下，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想让我兄弟带你们发财吗？聂科佐夫说的没错，人家李飞兄弟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丰厚的收入，我们怎么也要表示一番才是。你们想要马儿肥，可又舍不得给马儿喂草料，能长得肥吗？众人听到聂科佐夫和扎库将军2人提醒的话，也都反应了过来。100亿美元，最后众人一起凑出20亿美元。兄弟，这钱是我们给你的辛苦费，毕竟哥哥们也不能让你白帮我们赚这么多钱，这钱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的话，那哥哥们今后还怎么找你帮我们投资？大哥，我们当初说好了，我帮你们赚一笔钱，不要任何的回报。各位大哥，这么做这不是让兄弟我食言了吗？兄弟，大哥当初也说过，你要是赚了，我会拿出10%出来谢谢你。难道你也要让大哥食言吗？别这的了，这都是当哥哥们的一点心意。是啊，李飞兄弟，你就不要推辞了。既然各位哥哥都这么说了，那这钱我就收下好了。这可是20亿美元，换成华夏币的话可是90亿，他还没有大方到能把这么多钱拒之门外。各位大哥，你们想要投资的话，我给你2个建议，一个是投资苏国的资源，比如金矿、煤矿、石油、天然气这些。当然了，弊处就是这些产业现在都属于苏国国有，各位哥哥想要参与其中，这需要跟正方的人商谈。那第2个建议呢？第2个建议就是拿着这些钱去投资华夏。现在华夏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说各行各业都在发展。各位老哥哥们想要赚钱，正好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华夏投资华夏。我知道各位老哥哥们都以为华夏现在还很贫穷，根本就不值得投资。可是今后华夏将会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华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基数，也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李飞兄弟，你说的是不错，可是我们大规模投资华夏，苏国这边我们也不好交代啊。各位老哥哥是拿钱给我去投资，这和苏国有什么关系？我和苏国可是没有半点的牵连，难道苏国不允许各位老哥哥拿钱去别国投资吗？呵呵，我兄弟说的没错，我们只是投资我兄弟，他跟苏国有什么关系？我也赞成李飞兄弟的。卫们直接瞄准逃跑的犯人。赵小军低头看过去时，发现自己胸前红了一大片。且若夫副官，这些是你投资所得的收益，一共是1500万美元。李先生，您给我1200万就可以了，不用全部都给我。且若夫副官，这钱你还是收下好了。我大哥他们已经给我足够多的美元，你还是自己收起。再说，我也不缺少这20%的分红，你也帮助我不少的事情，就当是我请你帮我办事的费用好了。这没什么，这，你要是把我当朋友的话，这钱你就收起来。当然，你也可以拿来投资华夏。好，我相信你，李先生，这些钱我全部都拿去投资华夏。你放心，不出10年的时间，你这1500万美元，我让它变成1亿5千万美元。且若夫副官，带我去见一下那几个人。好，我这就带你去。很快，一行人就离开别墅，来到关押罪犯的农场里面来了。长官，去把那几个华夏人带过来。是，长官。李先生，我们先坐一下。好。李飞也不客气，直接坐了下来。不多时，那个卫兵带几个人来见李飞和且若夫。长官，人已经带来了。赵老板没有想到我们居然会在这异国他乡见面，还真是有缘分啊。是你，李飞。赵小军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李飞，他想到了什么。李飞兄弟，是不是我爸让你来苏国救我？不好意思，赵老板，你爸许家浩他面子还没有这么大，能请我出面救你？什么？赵小军听到李飞的话，整个人有些反应不过来。他老子可是这省3把手，哪怕是在帝都也是有几分面子，说得上几句话的人。赵老板，你看我对你的招待怎么样？让你在苏国住得好，吃得好，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感谢我呀？赵小军听到李飞说的这话，整个人瞬间明白过来。只是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苏国所遭受的一切，居然是他从来没有放在眼中的李飞设计的陷阱。为什么？赵老板，你不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十分的愚蠢吗？俗话说，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怎么，赵老板，你这忘记自己是在杭城是怎么跟我说的了吗？赵小军听到李飞说的话，他瞬间明白自己在苏国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就是他自己在这省太过目中无人，得罪李飞。李哥，是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这一次可以吗？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包括我在杭城的资产，还有我收藏的一些古董字画，全部都给你。小子，你别让我回到华夏，只要让我回到华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在苏国所受到的待遇，我要100倍的让你偿还。想让我救你可以，只要你先拿出一点诚意出来。赵小军在杭城的资产全部都被查封，里面并没有赵小军所说的什么古董，这也不由让李飞怀疑对方还藏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形资产在里面。只要我说了，你真的能放我回华夏？我李飞说话什么时候骗过人？再说你还有别的选择了吗？信不信由你，况且我也不缺少你的那点东西。说着，李飞就准备起身离开。赵小军连忙叫住李飞：李哥，我相信你，算你识相。李飞听到赵小军的话，
重新坐了下来。赵小军忍住自己心中的怒火，开始把直接在杭城的一些私人的产业告诉李飞，还有他收藏的那些古董字画也都告诉了李飞。就这些？就只有这些了。赵老板，确定只有这些吗？李哥，真的没有了，这是我全部的隐藏资产。你们几个是赵老板的心腹手下，只要你们谁说出赵老板隐藏的资产，只要能说出3个出来，立马放你们回国。那赵小军听到李飞这诛心的话，整个人瞬间后悔了起来，吓得他连忙开口对李飞说道：李哥，我刚刚又想起来几处产业。刚刚你不是说那些是你全部的产业了吗？怎么又突然想起来一些了呢？赵老板，你这是在戏耍我，还是当我是傻子？没，我在这省的产业太多了，你一下让我全部都说出来，我也都说不出来。那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把你那些隐藏的产业都给我写出来，记住了是所有的产业，如果漏写一个，你这辈子就给我留在这里。随即李飞拿起电话，直接给远在华夏的二叔李志军打了一个电话过去。喂，哪位？二叔，是我小飞，我现在在苏国的改造农场这边见到赵小军，他告诉了我一些隐藏的资产，您派人去调查一下。今天晚上我安排人让他回国，你派人来接一下他。你小子老实交代一下，赵小军是不是你给他下套？二叔，这也不能怪我，这家伙说在这省是他的天下，要让我识相一点，那我就识相一点，让他来苏国。你这小子可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破坏游戏规则？二叔，破坏规矩的人可不是我，而是他先破坏规矩，他都对我出手了，我能不对他出手吗？我这交易量可是差不多有100亿，你可想过我要是完不成这些订单的话，我将会得罪多少俄国这边军方大佬？李志军听到李飞的话，心中也是不由对赵小军产生出来一股怒意。小飞叔叔，我不知道这里面原来还有这些事情。不过现在赵小军这件事情在浙省这边牵连甚广，甚至连帝都那边的高层都知道这些事情。这一次基本上全部都被点名批评了，所以让他永远闭嘴是最好的办法。你能明白吗？二叔，我知道该怎么做。那就这样说，我现在派人去查封赵小军的这些隐藏的产业。好的，二叔。赵老板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爸许家浩在半个月前被调查，已经被判无期徒刑，而你也被列为 A 级通缉名单。你说什么？你在骗我？我爸他是谁？他可是许家浩，怎么会被调查？你爸就算是天王老子，他有你这样的坑爹的儿子，一样逃不过被判刑的下场。你的5亿贷款可是不合规矩的存在，你的过错导致这省那些工厂几压几亿的产品销售不出去，现在整个这省的人都恨你。赵小军听到李飞说的这话，整个人犹如被雷电击中一般，眼神之中充满惊恐，指着李飞骂道：魔鬼，你这个魔鬼！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过目中无人。赵老板，你可以带着你的狗走了。你真的愿意放我离开？你就不怕我报复你吗？哼，不是我瞧不起你，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敢回华夏去吗？他带着白旗准备离开这关押他们的农场。越狱，有犯人越狱！紧接着，农场的守卫们直接瞄准逃跑的犯人。赵小军低头看过去时，发现自己胸前红了一大片，鲜血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真是傻逼，这里是苏国农场，我只是一个华夏的商人而已，哪里有这么大的权利放走关押的罪犯？脑子是一个好东西，可惜他没有啊。回到华夏后，李飞第一时间先回到自己购买的四合院，随即他拨打关文宇的电话。喂，我是关文宇，哪位找？关叔是我，李飞，我刚从国外回来，现在正在院子里面，院子我看了，很喜欢，谢谢关叔帮忙。正好这次我在国外带来了一些好东西，送给关叔你，要不要来我院子见识一下？好东西，小飞，你关叔我可是公务员，不能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这是违反纪律和原则的事情。关叔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从苏国带回来原本要送给关叔你的虎鞭和虎皮，还有虎骨，那就算了，我不能让关叔你违反纪律和原则。小飞，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不能让关叔你违反纪律和原则。不是这句，是在上面那句。我带来了好东西。你小子是不是故意的呀？为了帮助你小子装修，我都被叫去喝茶几次了，现在你小子还在这里调侃我，你小子看我去怎么收拾你，给我等着别走。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关文宇的车就停在院子门口。小李子，你关叔我来了，快把虎鞭给你关叔，我要拿回去好好的鞭打你婶婶，让他知道你关叔雄风。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天刚从苏国回来，去了一下院子和舒婷，送他回学校之后就回家了。老李，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典型的有了媳妇忘了娘，下飞机就去看媳妇了，在他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我们了。妈，我是东西太多，只能放在院子里面，况且那些东西我也不敢放在家里面。是，你怎么说都有道理，毕竟你也长大了，也有女朋友了，早晚都是要成家，有属于自己的家。在你心里面，媳妇最重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妈，在我心里面，你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人，什么媳妇不媳妇都没有老妈你一根头发丝重要。这话你要当着舒婷面说，我还相信，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你这小兔崽子的话了。黄月山听到自己儿子的话，心中还是十分的高兴，但是嘴巴上还是要嘴硬一下。就算当他面说怎么了，他还敢说什么吗？这一次我去米国给您带来了很多的好东西，有米国最时尚的衣服鞋子，还有包包以及化妆品和护肤品。哼，这还差不多。爸，我有点私事想要跟您说，我们去书房谈。行。于是父子二人朝着书房内走去。小飞，你想跟我聊什么？爸，这一次我在苏国拉来了一笔投资，数目有些大，想要跟上面的人谈谈。有多大？150亿美元，折合华夏币750亿左右。多少？150亿美元？你小子没有骗你老子吧？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不仅可以拉动国内的经济，也能增加国内的外汇储备。我会拿这种事情来骗您吗？您现在也是办公厅一把手了，对于外资这一块也是有审批、核准、批准的权利，这可是妥妥的惩戒。老李，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咱们老李家可都全靠你了。
你小子找揍呢是吧？你说的这件事情，我要带你亲自去向老爷子汇报一下，等他老人家的指示。你小子现在跟我去一趟，跟老爷子亲自说。现在爸用不着这么着急吧？这件事情早点汇报，早点解决。半个小时后，李元朝带着李飞来到老爷子的住处。李婷这个时候见老爷子，你是有什么事情吗？齐秘书，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老爷子汇报一下。他老人家休息了吗？还没有，老爷子在书房看书。那麻烦齐秘书你帮忙通知一下，就说李元朝有重要的事情汇报。行的，李婷你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汇报。小齐有什么事情吗？老爷子，李元朝李婷来了，还带来了一位少年，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让小李进来吧。老爷子听还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少年，不由让老爷子十分的好奇。老爷子，李婷和他儿子来了。老爷子，这么晚来打扰您休息，实在是有些罪过。能让你这么晚还来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而且还把我们帝都第一倒爷给带来了，这肯定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说了。老爷子，我真不是帝都第一倒爷，我就是一个中间商，赚一点点的辛苦钱而已。小家伙，你这可不是赚一点点钱，你的这个辛苦钱可是很多人十几辈子都赚不到。老爷子，这小兔崽子从苏国拉来了150亿美元，苏国那边答应把他们国内的重工业产业链运到我们华夏。小家伙，你父亲说的都是真的。老爷子，我在苏国认的那些军方老大哥都是股东，这些美元也都是他们投资的资金，只要能赚钱，苏国的那些重工业设备根本就不算什么，只要他们能赚钱就好。小家伙，那你是怎么想的呢？老爷子，我的想法是把一些重工业工厂开在关外3省，一些战略级别的制造工厂放在内地，并且从苏国把那些工厂的工人从苏国迁移去关外3省的重工业基地里面。小家伙，你的想法不错，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些重工业是归他们管理，还是归你管理？还有就是苏国的这些重工业产业进入国内后，我们自己的重工业产业该如何？老爷子，这个市场是需要竞争，不可能因为自己的技术落后就拒绝其他的重工业进入国内。我是这些重工业集团的董事长，安排一下国内的精英进入工厂里面做事，也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老爷子听到李飞的话，不由是点了点头。很明显，老爷子十分赞同李飞的说法。第一天，李飞接见了关外3省的3位2把手。3位领导，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我在各位领导的地方上修建工厂，能得到什么政策待遇？李先生，我们开出来的待遇，万一不符合你心中所想要的待遇，那不是白说了一样？还不如李先生先说出你想要的待遇。如果我们能同意的话，我们绝对不说二话。 3位领导，你们这是连一点甜头都不愿意抛出来，都指望着我来说，要是我狮子大开口，3位领导会答应吗？3人听到李飞的话，也都不由笑了出来，然后拿出所在省份开出来的条件。李先生，这是我们3省分别开出来的条件，你看看是否合适？李飞接过文件档案查看了起来。几分钟后，你们的条件都十分的诱人，不过我要在这条件上加上几点。不知道李先生想要加哪几点？第一个税收问题，我想要减免5年，3年减半，还有地皮的问题，以及对于家属安置区的问题，我希望你们3省能把相关的配套设施安排好。没问题，李先生说的这些我们都能答应。而李飞见他们3人都答应，也直接拿出450亿华夏币，分别投资在这3个省份。回到家的李飞，他看到自己父亲李元朝今天早早的就回来了。老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还不是你小子弄出来的好事。今天刚刚去上班，结果不知道多少人来找我，想要从我这里走关系拉投资，就连帝都市的领导都来找我，想拉一笔投资过来。老李，帝都市的领导找你拉投资，你答应他？我现在正在把重心放在帝都和沪城、彭城这3个城市，我打算投资100亿美元，在这3座城市打造全世界最顶尖的商业核心圈。你有这么多钱投资吗？不要忘记了，你可是答应关外3省投资450亿华夏币，这就差不多100亿美元，你还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吗？老李，你说的150亿美元是苏国给我投资的钱，并不是属于我自己的钱。投资商业地产是我个人以商业集团的方式来投资，跟苏国没有半点的关系。这100亿美元我自己拿来投资。你小子能拿出来这么多美元吗？有些事情是不能拿来开玩笑，尤其是这种投资的事情，一旦答应，而你又做不到，你将会得罪这个省份所有的领导，你知道吗？老李，不就是区100亿美元？你儿子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别说100亿美元了，就算是500亿美元，我一样拿得出来。你小子这段时间到底赚了多少钱？对于自己儿子说他能拿出来500亿美元，这就让李元朝有些不敢相信。500亿美元是多少钱？将近2500亿华夏币，也没有多少钱，也就是去米国一趟赚900多亿美元，顺便在米国成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和成立了一家风投公司而已。你刚刚说赚了多少？你在米国赚了900亿美元，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钱是我从苏国筹集来的一批原始资金，再加上我自己的资金，我拿着这些钱去米国炒了一波石油，赚了900多亿。这段时间花费200多亿美元收购米国几家软件公司。你小子赚这么多钱，你想要怎么花？还有为什么要把钱投资在国外，花费几百亿收购软件公司？你小子为什么不把钱投资到国内？老李，我这还算没有投资国内吗？苏国150亿美元，再加上我自己投资的100亿美元，我是生意人，要讲究利益最大化。况且我真要拿着这么多钱回来，以你现在的身份和职位，能保全得住吗？以他现在的职位和身份，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能保护得住李飞。李飞被帝都市的领导请来吃饭，作陪的人是陆正廉。陆伯伯，
怎么您也来作陪了？哼，这帝都市的领导敢请陆伯伯来吃饭，他们不怕陆伯伯您在小本子上给他们记下来吗？你这小家伙，你陆伯伯，我是这样的人吗？这帝都市的一把手是我高中的同学，他知道我认识你，所以就让我来作陪。李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帝都市的一把手徐峰，你叫他徐伯伯就好。徐伯伯你好。小飞，徐伯伯听说你从苏国拉到了一笔巨额的投资资金，除了关外3省的450亿投资外，不知道接下来你想要在哪个省份投资啊？徐伯伯，苏国的那笔钱您就不要想了，这些钱都已经规划好了，全部都用来建造重工业和制造业，还有就是重工业产业不会在帝都这边建造，帝都这边不符合。难道一点投资都不能放到帝都这边来吗？徐伯伯，你想要拉到投资的话，我可以介绍一个外资给你，对方实力不菲，在帝都投资100-200亿华夏币不是什么问题。你说的可是真的？徐伯伯，我李飞什么话都会说，唯独就是谎话不会说。你不相信我的话，陆伯伯和您是老同学，你要不相信的话，可以问一下他。老徐，这个你可以相信小飞，他说的话是说到做到。相信，我当然相信小飞说的话。回到家后，李飞看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的李元朝。老李，我回来了。怎么样？跟徐涛和老陆他们聊得如何？聊得不错，明天去帝都市府看一下土地，要是有时间多的话，也会去现场查看一下。你小子把盘子弄这么大，你能弄得过来吗？爸开公司又不是要我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要不然要员工做什么？次日，李飞早早的就起床。儿子，你学校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要你去学校里面去报道，要不然他们就要开除你。我等下去学校报道，我跟校长说过，自己自学，等到考试再去学校。他怎么还要我去学校报道？你自学的事情，校长同意你了吗？这个好像他没有回答我。那个时候我着急去米国，报名之后就离开去了米国。你小子这2个多月没有去学校，老师没有开除你，算是给你面子了。这2天找个时间去学校报道。爸，这学校太麻烦了，要不我转去哈佛好了。哈佛的杰森教授答应我，可以不用去上学，只要毕业的时候交给他们一份毕业论文就可以。制度比起国内要轻松多了，您看怎么样？这个我要先向上面报告一下，等上面批复才能回答你。老李，我这要去哈佛读书，不会对你有什么限制吧？你只是去读书，又不是移民去米国，也不是去米国参加竞选，能对我有什么影响？对你没有影响就行。李飞听到自己父亲的话，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他想要做的事情是望父成龙。李飞熟知后面的一切事情，让他父亲李元朝成龙也就是时间问题而已。1个小时后，李飞的车停在帝都商业大学的门口。当他看到来人是自己学校那个逃课2个月的学生时，脸上的表情十分精彩。进来。同学，我当老师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的学生，还没有开学就逃课2个多月没有来上课。校长，我当时报名的时候就跟您说过，我要自学，谁知道您没有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不可能为了你而打破学校的传统，而且我们学校也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你父母负责。任文翰听到李飞把责任都怪罪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他开口教育李飞：你逃课这件事情，学校对你的处罚是记大过一次，并且留在你的档案里面。记大过还要留档案？没错，鉴于你的行为，学校对你的处罚就是记大过一次，并且记入档案里面。校长，这件事情我有错在先是我的不对，可是您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甩在我一人身上吧？当初我找您的时候就跟您说过，我有事需要延期来学校，难道学生说的话您这个校长就可以不放在心上吗？你别我了，今天我来是想要告诉您，我是来办理退学手续。您刚刚说的什么记大过，记入档案里面的事情跟我也毫无关系了。说完，李飞转身离开任文翰的办公室。爸妈，我回来了。舒婷，你不是说今天不回来的吗？岳母好，不许乱叫。是，我都听你的老婆，谁让我听老婆的话？岳母您看到了，是舒婷让我叫您阿姨，不让我叫您岳母。行了，你们2个就别在我面前秀恩爱。爸，我没有秀恩爱。是，你们2个没有秀恩爱好了吧？你这臭小子，一来就占我女儿的便宜。陈叔叔，恭喜您高升啊！我这跟你父亲比都不算什么，上面决定准备把你父亲调去地方上任职，有几个地方挑选，至于去哪个地方还在等老爷子下决定。陈叔叔，您说的是真的？老李他才刚刚任职没有多久，老爷子怎么可能外调去外面任职？听说是你爸拿了一份他写好的计划书给老爷子看，看到你爸的计划书，老爷子觉得这份计划书很好，所以他老人家准备打破一下规矩，想把你父亲调去地方上任职，主要负责经济和市场商业这一块。这个老李真是乱来，吃了没事做，做些什么计划书？主要是李元朝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直接是打乱了他后面的部署。原本他是想要当一位一流级别2代，结果老李亲自断送他这个当一流级别2代的梦想了。陈叔叔，我要先回家问一下老李，等我有时间再打扰您和阿姨。去吧。舒婷，我先回去了，等有时间我再来陪你。好，我等你。1个小时后，李飞来到自己的家。哟，这是谁家的儿子？小伙子，你是不是走错门了呀？妈，我是您的儿子啊。小伙子，你可不要胡乱认妈，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儿子。既然你不承认我是你儿子，那美女，你缺儿子吗？我给你当儿子怎么样？不好意思，我不要儿子，我想要女儿，要不麻烦你去变个性别再来。妈，我去变个性别也没什么，可就是这一术容易栽树难，你确定要我去变一个性别吗？你这兔崽子，满嘴歪理邪说，还一术容易栽树难，哪里学来的呀？黄月山听到说的话，直接捏住他耳朵质问他：疼，耳朵要掉了，妈，轻点。老娘我都没有用力，你小子就给我装。妈，老李呢？你爸被老爷子叫去了，差不多去了2个多小时，估计也快回来了。妈，我爸是不是写了一份计划书交给老爷子去看了？你怎么知道？李飞反应了过来，他可不能说这是陈建军告诉他，要不然
等一下又少不了要说自己有了媳妇忘了娘。您别管我是怎么知道，老李他是不是写了一份计划书交给老爷子，现在老爷子要把他调去外面任职。这件事情还不确定，也不一定就会调你爸离开帝都去别的地方任职，他毕竟才刚刚当上这个办公厅一把手没几天的时间，说不准会调别人去任职也不一定。这个老李不是我说他，就他那个对于经济建设上面的事情是10窍通9窍，就他那个水平真要调去地方上任职主管经济，我怕他会被别人坑得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还能是什么意思？就是老李他剩下一窍不通，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哪怕是做错一个，对他也会有很大影响。最好是不要调去外地任职，安安稳稳留在帝都当他的办公厅一把手就行。这时李元朝从门外走进来，没好气地问李飞：你小子要谁留在帝都安安稳稳当办公厅一把手就行啊？老李，老爷子怎么说？是把你放任，还是让你留在帝都继续当你这个办公厅一把手？呵呵，你小子还真是消息灵通啊，真不愧是帝都第一道爷，人脉关系比你老子我都要强啊。老李，我这人脉关系还不是为了你，人家都是望子成龙，你儿子我现在已成龙了，那我只能望父成龙，可结果你现在弄一出这样的事情出来，我这望父成龙的期望怕是要落空了，真是有点不争气啊。这1个多月的时间不见，你小子跟你老子说话的态度是越来越没有一个正形。李元朝十分顺畅地从自己腰间抽出李飞送给他的真皮带出来。老李，你是不是玩不起？这皮带是我买来给你系裤子的，不是让你来打我的。臭小子，你这当儿子的还操着当老子的心来操心老子，怎么你还想让我叫你老子？你还成龙？信不信今天老子扒了你的龙筋让你变泥鳅？老李，看在你是我老子的份上，我错了。李飞说着最硬气的话，但最软的事情直接认怂。行了，老李收起你的皮带，光看你抽出来，也没有看你抽2下，那你抽出来干什么？妈，你可真是我亲妈啊！我不是你妈，你是我跟老李在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孩子。那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我们2个下班回家，突然听到垃圾堆里面有孩子的哭泣声，我好奇走了过去，就看到有人被抛在垃圾堆里面。妈，你这个故事从小到大跟我说了800遍了，你就不能换一种说法？行，那我们就不在垃圾堆里面捡你，在公共厕所旁边捡到你，这个说法可以吗？妈，你还是在垃圾堆里面捡到我比较合适。老李，老爷子叫你去是真的要把你外调，还是留在帝都继续任职？老爷子已经决定好准备让我外调，地方已经选好了，让我去护城准备担任护城市府办公室主任，主要负责护城经济建设这一块，还有为接下来股市做好前期工作准备。老爷子要调你去护城？是的，原本老爷子他是想让我去彭城，但是彭城那边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建设好，而护城又是曾经东方的华尔街，因为战争的缘故导致让护城这颗东方明珠暗淡了起来，所以老爷子准备让我去护城任职。那兼任秘书吗？你小子要是这么喜欢当官的话，自己努力去，别在这里整天盯着你老子我。你当是你开公司，你想兼职什么职位就兼职什么职位吗？不兼职。李飞听到自己父亲的话，不由是有些失望了起来。老李，你对经济和股市懂吗？你就敢接下这个任务？我这不是有你小子给我写的那些东西，再加上这段时间我也看了不少国外经济和股市这一类的书，谁知道老爷子一下就看中这份计划报告，就让我去护城任职。老李，你写的报告家里有存底吗？有的话拿给我看一下，你都写了一些什么东西在上面，顺便我再帮你改一下一些不合理地方。我的命好苦啊，当儿子的命操着老父亲一样的心，老李他就怎么不能体谅一下我的良苦用心？下次记得给他买皮带，一定要买那种软皮抽起来不痛的皮带。原件在书房里面，你老子我写东西还要你修改？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你老子的水准，跟我去书房。于是跟着老李一起去了书房。这就是我写的计划书，你小子好好的学习一下，对你有帮助。李飞看着一脸得意的老李，他感觉老李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刚正不阿的老李。随即李飞翻开老李写的计划书。老李，这些就是你写的计划书？怎么样，你老子是不是写得很好？你这份计划书要是放在国外给那些专门搞金融的人看，他们会笑掉大牙。这些狗屁的专家自己活的都是狗样，他们真要这么厉害，怎么不自己开公司，还写个屁的书啊？李元朝看到自己儿子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写的计划书，丝毫不给他半点情面，他默默地抽出自己腰间上的皮带出来。老李，你是不是玩不起？你写的东西就是垃圾，你还不让人说了吗？你要知道，如果真按照你计划书上面写的这些内容实施起来，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损失吗？你的仕途生涯也将会彻底结束，甚至还会有牢狱之灾。真有你小子说的这么差和严重？我刚刚说的这些还都是轻的，严重的话还会让护城市府在国内脸面全无，甚至还会让护城和华夏成为国际上笑柄一样的存在，就连同意你的老爷子也会受到牵连。你说严重不严重？这可如何是好？老爷子已经认可这份计划书，马上就要拍板按照这份计划书上面说的去做了。老李，现在知道着急和怕了。你写这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先给我打一个电话吗？你懂什么是经济，什么是股票吗？你以为看了2本这样狗屁专家写的书，你就能成为金融专家吗？现在该怎么办？老李，您先去找一下老爷子，就说你提交的这份计划书漏洞有很多，尤其是股市防御体系漏洞不足以抵挡资本，需要再优化一下。2天后把全新的计划书给他老人家看。半个小时后，李元朝来到老爷子的住的地方。小李，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呀？那个我给您看的那份计划书，我发现有很大的漏洞，一旦我按照上面的执行，我会成为国家的罪人，所以我特意过来向老爷子您承认错误。2天后，我把新的发展计划书和股市规划书重新编写好，再交给您老审核。小李，你很不错，能及时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纠正。至于你写的那份报告，我会让人销毁。老爷子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小李，你家的那个小子不错，在投资做生意这一块是一个天才，让他不要藏着掖着，
他有这个本事去赚米国佬的钱，难道就不敢大大方方地表露出来吗？只要我还在，没有人敢惦记他的公司和产业。老爷子，您放心，我让他做出表率出来，他要是敢拒绝，我抽不死他。李元朝听到老爷子这么说，内心别提有多兴奋。有了老爷子这句话，李飞今后在国内投资也不用再遮遮掩掩，也没有人敢再打他的主意，等于拥有一个强大的靠山后台存在。打孩子是不对的行为，你可不允许动手。是老爷子，我以后不打他。李元朝回到家后，直接来到自己的书房，看着自己儿子在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奋笔疾书，李元朝心中不由是有些悔意，他内心也不愿意打扰李飞，选择从书房内退了出来。老李，饭做好了，快叫儿子出来吃饭。儿子他说等一下再吃，他现在正在书房里面忙正事，我们先吃，等一下给他留一些饭菜就好。那好吧，老李，我今天特意买了这排骨炖汤给你喝，看你这几天每天都在熬夜写你那什么计划书，看得我都心疼，让你好好补补。还是你对我好，知道心疼我。我不对你好，心疼你，那我心疼谁？对谁好？至于李飞，好像完全被黄月山给无视了一样。夫妻二人这顿饭吃得格外的香甜，饭都多吃了一碗。媳妇，我们好像没有给儿子留菜，连饭也都吃完了。吃饭不按时，现在没菜没饭，只能怨他自己，谁让他不出来吃饭？老婆，你说的很对，饿他1-2顿就知道要按时吃饭。媳妇，吃饱饭，要不我们出去转转溜溜时？我们去散步，这碗谁洗呀？儿子他不是回来了，让他去洗，都18岁成年的人了，也应该为家里面做点事情，整天都不着家。现在回来了，我们不让他洗，让谁洗？老公，你说的不错，让那个兔崽子洗，我们去散步溜时。那正在奋笔疾书的李飞突然感觉自己五脏庙传出一阵咕咕的叫声，没办法，李飞只能放下笔，出去寻找点东西填饱自己的肚子了。当他出来一看，餐桌上的残羹剩菜放在桌子，没有人收拾。妈，结果没有人搭理他。老李，结果依旧是没有人搭理他。我是倒了几辈子的霉，才摊上这么一对父母啊！关键他这个没有吃饭的人还要负责洗碗，没办法，李飞只能去厨房找吃的填饱自己的肚子。几分钟后，当他刚刚把煮好的面端出来，他就听到开门的声音。老李，这港片电影真的很好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搞笑的电影。虽然主演表演有些夸张和无厘头，但真是很搞笑。你们两口子真是恩爱啊！吃完饭就去看电影，你们不知道家里面还有一个人没吃饭吗？你们吃饭都不叫我，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吗？你现在吃的是什么？我煮的晚饭。对呀，你不是在吃晚饭吗？李飞瞬间感觉自己内心之中有无数想要说的话，可是他被自己老妈这一句直接堵住，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什么你？吃完了等一下把桌子和碗洗一下，不要整天吃了什么事情都不做。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是抢着给你爷爷奶奶洗碗，你要好好的跟你爸学习一下。老李，我先去洗漱一下睡觉去了。好，你先去，我等一下再去睡觉。黄月山连看都没有看自己身边李飞一眼，就去卫生间里面洗漱去了。一旁的李飞看到这一幕，直接是气呼呼坐下来吃自己的煮的面。此刻他感觉自己真的是在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孩子一样。老李，有你这样做的吗？我辛辛苦苦给你写计划书，你们吃饭都不叫我，整整10个小时我都没有吃一点东西，感情在你们心中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是吗？小飞，这你也不能怪我和妈。你说你小子这段时间在家待了几天，我跟你妈都习惯二人世界了，你这突然回家，我和你妈还真的忘记家里面有你。这感情责任都在我身上。看着生气的儿子，李元朝也觉得有些理亏了起来，于是他扯开话题道：小飞，老爷子说话了，他老人家说让你小子不要藏着掖着了，国家需要你来投资，他老人家说只要有他在，就不会允许有人敢惦记你的东西。爸，我有我的计划，投资这种事情，我现在不会把全部资金投在国内，米国才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投资。其实李飞内心之中对于老爷子给自己做出保证这件事情，让他的确是十分欣喜若狂。作为商人来说，投资建设祖国这是责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一点李飞也是在尽自己努力在做。小飞，你可知整个华夏都没有几个人能让老爷子亲口说出这番话出来，多少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事情，你小子居然不把它放在心上，还要把重心留在米国，你小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老李，你的眼界太狭窄了，你只看到华夏的市场，根本就看不到国际市场。现在的华夏市场需要的不是我这种金融巨鳄，它需要的是更多普通人商人，还有华夏的崛起是必然，我现在投资只不过是属于锦上添花而已。可是我已经在老爷子面前答应，会说服你小子把国外的那些钱拿来投资国内的市场。老李，你可真是我亲爹啊！老子不是你亲爹，老子是谁亲爹？是，你是我亲爹，给你儿子挖坑，让你儿子往下跳的亲爹。老子我不管，反正我已经答应老爷子，你小子怎么也要给我拿出一些资金投资在国内市场上。从国外拿钱回来别想了，而且那些钱我都是有重要作用，是我在海外布局的关键，我不可能会拿出来投资国内。不过我可以从快运进出口公司拿出10几亿出来，在国内创办一些工厂。这点钱你打发叫花子呢？就10几亿，你让我怎么向老爷子交代？怎么也要拿出100亿出来吧？还有，你老子我马上要去护城任职，你作为我儿子拿出100亿出来支撑你老子的业绩，这不为过吧？老李，你去护城任职，让我拿100亿支持你没问题，只要你不怕被人说以权谋私，让自己亲儿子去护城赚钱，反正我是不怕被人说。你老子我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你要是不怕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护城，直接购买100亿的土地，我在护城等你上任。投资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你的计划书写好没有？老李，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计划书？你跟老妈2个人吃好的，我一个人吃面条，你还让我给你当免费的劳动力，而且还要我洗你们的碗筷。老李，有你这样欺负人的吗？儿子，你要理解我和你老妈的苦心，你今后要是和舒婷结婚了，难道你还要让舒婷每天给你洗碗吗？所以现在学会洗碗对你有好处。当年你爸就是这样给你妈献殷勤，你姥姥姥爷才把你妈嫁给我。爸，我有钱，可以去请保姆给我洗碗，不需要我动手。
做饭也不需要我动手，直接请大厨给我们做饭就好。如果当初我要在我妈身边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她嫁给你，都不会赚钱，整天就会洗碗，有什么用？我听同事说，你给我买的皮带是牌子货，好像价格很贵是吧？儿子，你说这皮带跟我以前的皮带比，哪条更加结实一点？爸，那个计划书还差一点就写完了，我先进去写。这锅碗瓢盆就麻烦您老洗一下。您刚刚说这是您的老本行，您该不会忘记怎么洗了吧？月山，你给我看看，我这衣服是不是小了一点啊？李元朝直接朝着楼上走去，边走边对李飞说道：“既然还剩下一点，那你就先把这些锅碗洗了再继续写，我不急。”次日一大早，李飞来到陈淑婷的家。小飞，你爸的事情问了没有？陈叔叔问过了，老爷子已经决定让他去护城任职，依旧还是办公厅的一把手，主管经济和参与股市规则的制定。那监事秘书吗？不兼任。老李他才当上这个办公厅主任才1-2个月的时间，要是再兼任是秘书这个职位，其他人会怎么想？不兼任也好，你爸现在还真不适合提升太快，要是他真兼任是秘书这个职位，今后想要再往上提升就难了。比起在护城的话，我更希望他调回帝都。你小子不懂，你爸要是能在护城担任3-4把手的职位，他一样会在帝都这边挂职。比起在帝都有优势，只要挂职，你爸再从护城调回帝都职位上提升会更快。那按照陈叔叔您这么说，老李岂不是要留在护城待3-4个任期？最少也要3个任期。你小子别老想着让你爸调来帝都，能在护城任职，一定留在护城，懂吗？陈叔叔，我知道了。不过你小子可要注意一点，你爸要去护城任职，你要是想在护城做生意，你最好不要太过明目张胆在护城做生意，就算想去做，也不要自己出面，这对你爸会有些名声上面的不好。陈叔叔，您放心好了，这些我都知道。李飞，你近期不会再离开帝都吧？最近1个星期我不会离开帝都，但是后面我要去关外3省查看一下工业区的选址，估计要去最少10天到半个月左右的事情。这么快就要走吗？等我从关外3省回来，我为你带礼物，学校也马上放假了，等你放假我再带你去国外旅游，好好2人世界怎么样？礼物就不要了，你给我买了多少礼物？光是那些衣服我都穿不完，不过去旅游可以。黄月山刚刚下班回到家，打开房门，她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饭菜香味。她以为是自己老公李元朝提前下班回家做饭。老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下班，还做晚饭？是有什么喜事吗？漂亮的黄女士，你家老李下班还没有回家，但是老李家的小李在家。儿子，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做饭？黄女士，您儿子有很多事情您都不知道，比如赚钱、做饭，还是国外某些公司的股东，这些您都知道吗？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是老娘的儿子。怎么样，你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没有，您说的很正确，我就是您的儿子。李飞丝毫不敢反对自己老妈，乖乖的附和回应他。儿子，今天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更加不是我和你爸的生日，你做这么多好菜做什么？该不会你小子跟舒婷那个没有做好防御措施，你小子让舒婷怀孩子了吧？妈，你想哪里去了？您儿子我是那种人吗？再说真要有孩子了，我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您和老李，让你们去面对李叔叔的狂风暴雨。臭小子，你想得美，自己惹出来的事情自己去解决。你真要让舒婷有孩子了，你小子自己去带孩子，反正你小子现在也没有上学，正好合适。那还是算了，我自己现在都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我这身边还要再带一个小家伙，别人会以为那是我弟弟。帝都大学内，李飞见到了差不多半个月没有见到的陈淑婷。李飞，想我了没有？想，我也想你了。晚上我们一起回院子。小子，放下舒婷。你是谁啊？小子，你听好了，小爷我叫吴昊，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吴爷。吴昊，我跟你说过了，我有男朋友，让你不要再过来纠缠我。舒婷，我说过了，我吴昊看中的女人，没有人可以抢走，谁要是敢动一下，看我怎么收拾他。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家伙，敢在我面前称爷，还看中的女人，没人敢抢走，你算什么东西？就算你老子在我面前，他都没有这个资格自称是爷。小子，你找死！你知道吴爷的老子是谁吗？说出吓死你！小子跪下来给吴爷磕头，并且保证不允许再见陈淑婷，我们可以饶你一条小命。来来来，小子把你爹的名字说出来，让我听听，看看你爹能不能让我下到跪地求饶。我爸叫吴玉婷，乃是组织部门的负责人。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可不就是帝都市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可以说最顶尖的存在。哟，你爸这个职位还真是把我给吓住了。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这个职位很高，看来你也没有少用你爸的名号在外面欺男霸女啊。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听清楚了，我叫李飞。你要没有听过我的名字，可以回家去问你爸。你叫李飞，就是那个被称为帝都第一倒爷的李飞？没错，就是我。我听别人说你赚钱很厉害，我想要入股你的公司，也不要你很多的股份，我用10万块钱收购你公司55%的股份就可以。10万块钱想要收购我公司55%的股份可以，不过你年纪还太小，让你爸来跟我谈收购的事情。李飞这话中的意思就是在说你是晚辈，想要谈收购我公司的事情，让你长辈来跟我说。你敢占我便宜，小子，我不管你是什么狗屁第一倒爷，给你3天的时间，3天后我要你乖乖的把股份送到我面前，要不然有你好看的时候。我给你，你敢要吗？要不我去找你老子，跟他说我把我公司55%的股份送给他，就说是你说的，你觉得怎么样？你吴昊不是傻瓜，李飞这话直接是拿捏住了他，在外面胡来他不怕，只要不把事情闹大，兜底的事情有人会帮他兜。可事情一旦是弄到他老子的面前，那就不一样了，挨骂、关禁闭都算是轻的。我什么我没有这个本事，就不要学人家欺男霸女。你要是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就是，我都接着。我希望等我出手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说完，李飞拉着陈淑婷的手，转身离开帝都大学。李飞，这吴昊不会在暗中使坏吧？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好了，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小瘪三一样的角色，谁要敢出手，
我保证让对方第2天就从他的位置上下来。陈哥，吴昊，你小子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陈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要让你帮我一个忙，我想要对付一个人。你想要对付的人是谁呀？陈俊知道吴昊的身份，能让他来找自己，这说明对方的身份和背景十分的不简单。李飞，李飞这个名字好像在帝都圈子里面没有听说过。陈哥，这李飞就是被称为帝都第一倒爷的那个李飞。你小子疯了吗？你不怕被你家老子知道后打断你的狗腿吗？你敢去找他麻烦？陈哥，怕什么？这小子不就是一个倒爷，他爸也就是一个办公厅的负责人，弄他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吗？你找别人去吧。我家老爷子告诉我，做人要遵纪守法，不能依仗家世在外面为非作歹。要不你找王继飞，我想他会有兴趣。陈哥，那可是几十亿的财富，你真的就不心动吗？心动，我当然心动了，谁会对钱不心动？但是我家老爷子告诉我，赚钱要走正途赚钱，这样赚到手的钱才花得安心。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就不留你们了。吴哥，这王哥和陈哥2个人都拒绝，那我们要去找谁对付那个家伙？吴哥，既然王哥和陈哥2人拒绝对付那个小子，要不然我们找一些混混去教训教训他，先打断他2条腿，然后吴哥你再去收拾他。你的这个主意不错，先找几个小混混教训教训他，他不是有钱吗？到时候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求饶。白哥，那个小子就是号称是帝都第一倒爷的李飞了。白航二话没说，带着自己2个小弟朝着李飞所在的方向走去。老板，怎么了？有几个混混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有些来者不善，说不准对方是来收取保护费，又或者是买菜的呢。而就在李飞的话刚刚说完，白航就走到了李飞面前。小子，听说你是帝都第一倒爷是吧？你听谁说我是帝都第一倒爷？听谁说的不要紧，我今天找你就是想要告诉你，小爷我想要入股你的公司，也不要你太多的股份，只要50%就可以。你确定？小子，我白哥说要你公司50%的股份，那就是要你公司50%的股权，识相乖乖的交出来，要不然下半辈子让你在轮椅上度过。我长这么大，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可没有几个有好下场。上一个敢这样说话的人，被我送到苏国农场里面做苦工。小子，这里是帝都，不是苏国，就算你是龙，也要给盘着；是虎，也要给我趴着。那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放心，我会让你知道。随即，李飞拨打了帝都负责人徐涛办公室的电话。喂，我是徐涛，哪位？徐伯伯，是我李飞。我说徐伯伯，你这帝都治安需要整理一下，买个菜居然都有人找我要50%的股权，这样的环境可是让我没有安全感。什么？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什刹海的菜市场。小飞，你等我5分钟。5分钟还没有到，徐涛就赶过来了。小飞，这都是徐伯伯管教不严，让你受委屈了。徐伯伯，这件事情跟您没有什么关系，是有人想要搞我。小飞，你放心，今天这件事情，徐伯伯一定给你一个结果，不管他是谁，背景有多大，我也会一查到底，绝对不姑息。有徐伯伯您这句话就行了。晚上，李飞在家做好了饭菜，等待着自己父母下班回家。当老李和黄月山2人回到家时，夫妻2人就闻到一股饭菜的香味。这饭菜的香味比我的厨艺都要好，不愧是我老李家的种。得了吧，你们老李家的人会有人做饭吗？怎么就没有？李飞不就会做饭？他不是我老李家的人吗？李飞会做饭是遗传我老黄家的基因，可不是你老李家的基因。是，儿子会做饭都是老黄家基因好。儿子，妈爸，你们回来的刚好，马上可以吃饭了。李元朝和黄月山2人都坐在餐桌前，看着自己儿子做好的4菜1汤，夫妻2人十分的满意。儿子，这一次关外3省的行程如何啊？还不错，过完年我还要去一趟苏国，去和聂科佐夫将军他们说下，顺便让他们把设备从苏国运输回关外3省。儿子，苏国那边的人会放行让你把设备从苏国运输回关外3省吗？这个放心好了，海陆空3军的大佬都在我这里投资了，难不成他们会让自己的产业亏本吗？有他们在我后面撑腰，谁敢在苏国动我一下？你小子这一次去苏国，多带点人过去保护好自己。虽然你在苏国有军方大佬在后面支持你，可那些军方的人依旧还是要听上面的执政领导的命令。爸，我先接个电话。喂，哪位？小飞，是我，你徐伯伯。徐伯伯，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小飞，那件事情结果已经出来了，田潇把责任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来了，所以想要治吴昊的罪是不可能，只能抓田潇。徐伯伯，这件事情交给您处理就行了，什么样子的结果我也不在乎。想要动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李飞也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级别到了这个层次，可不是说动对方就能动对方的，况且对方连替罪羔羊都找好，再去追究后面的事情，那就真撕破脸皮。有你小子这句话就行，这件事情徐伯伯也会给你一个答复。4、9成那些混混，我会让市局全部清扫一遍，还有严京和他属下，一个都不会放过。儿子，是谁给你打来电话？帝都负责人徐叔给我打来的电话。今天买菜的时候遇到几个混混找麻烦，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过去。次日，李飞来到帝都大学接陈淑婷一起去赴宴。李飞，谁要请我们吃饭啊？吴昊他父亲吴雨婷邀请我们吃饭，说是替吴昊给我们赔罪，这个面子我们不得不给他。他爸不是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吗？他爸请我们吃饭是想给吴昊站队吗？你想多了，对方是给我们道歉。随即李飞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告诉陈淑婷。你说昨天吴昊让自己下面的人去找帝都混混去找你麻烦，这些2代真让人讨厌，不学无术就知道会欺负人。只能说明宝贝你太漂亮了，不过也好，这样舍得今后帝都其他的2代来找你，也算是杀鸡儆猴，让帝都那些2代都不敢打你的主意。当李飞和陈淑婷2人来到南海饭店时，已经是11点半。呵呵，不愧是帝都第一倒爷。吴伯您说笑了，我就是一个中间商而已，赚的都是一点点辛苦钱而已。呵呵，这个一点点辛苦钱还真是一点点。坐吧，不用客气。吴伯您先。我们华夏也是讲究尊老爱幼，长辈都没坐下，
晚辈怎么可能先比长辈坐下？李飞，你也不要一口一个吴伯的叫，我的年纪比你爸要大一点，你叫我吴伯伯就可以了。吴伯叫的有些生分了。那我就厚着脸皮叫您一句吴伯伯了。这一声吴伯伯让坐在吴玉婷身边的吴昊十分难受，自己因为李飞挨了一顿打，结果自己老子让他喊伯伯，这算什么？这个我爱听。随即一脚踢在身边吴昊的腿上。别给老子装了，我让你来是做什么的？哑巴了，不会开口说话吗？李飞，对不起，昨天那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陈淑婷，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我原谅你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呵呵，小飞，你和小浩年龄也相仿，俗话说不打不相识，你们两个今后说不准可以成为朋友。第二天，李飞正在机场送自己的父母去护城赴任。小飞，我和你妈不在帝都，你小子可不要乱来，明白吗？爸，您放心好了，等过几天我也会去护城，帝都这边我也不会待很久。小飞，等舒婷放寒假了，你带舒婷来护城玩。妈，您放心，等她放寒假了，我就带她去护城玩。那边我已经买了一套花园洋房，现在正在装修阶段，差不多等到她放寒假，就差不多能装修完毕。那我在护城等着。时间不早了，我们也要登机，你小子回去的路上注意安全。爸妈，你们到了护城，给我打一个电话。好。目送自己父母进入登机入口后，李飞也转身回去。女友带他回家，从不走正门，而是偷偷摸摸爬狗洞。爸妈，我回来了。你还舍得回家呀？怎么，李飞给你买的院子住的不舒服，要回到我这寒舍来住了吗？妈，我昨天是送同学，才没有回家来吃饭，你就不要生气。我一早送完同学去机场就回家来了。袁阿姨，你好啊。小飞，你别站着，快坐，吃水果。这个叫什么车厘子，很好吃，很甜，你尝尝。谢谢阿姨。妈，我也要吃。吃，你就知道吃。这是我买给小飞吃的水果，你想要吃自己拿钱去买。妈，我才是你亲生女儿。就因为你是我女儿，你要不是我女儿的话，我连屋都不会让你进。看着他们母女对话，李飞马上转移话题。袁阿姨，我想要带舒婷去护城玩一段时间，在过年前我送舒婷回来，您看可以吗？行。妈，你真好。怎么，现在不说你是我亲女儿了吗？妈，我本来就是您的亲生女儿。小飞，你们什么时候去护城？过2天再去。舒婷放寒假了，就让她在家里面陪您和陈叔叔几天。正好我在护城买的花园洋房还在装修，等过2天就装修完毕，去了就可以直接入住。你不是在帝都买了这么多房子，怎么又在护城还要买房子？这么多房子能住得过来吗？袁阿姨，房子就算是买下来放在那里也不会吃亏，况且护城是我们国家的金融之都，这里的房子价格今后只会上涨，不会下跌。阿姨和你陈叔叔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哪里有这么多钱买房子？阿姨，现在买房子便宜，这套房子你们是全款支付，你们可以贷款买房，可以贷款3套，到时候再卖掉1套，还挣了1套。这在金融领域内叫杠杆原理，用最少的资金撬动最大的利益。这个我跟你陈叔叔说过，可是他说没有必要为了房子弄得自己的经济压力紧张。袁阿姨，你要跟陈叔叔说，你们都是公务员，不可能去下海经商，也不可去贪墨赚钱，唯一合法的收入就是利用商机正规赚钱，合法收益，这也是体制内允许的事情。有钱为什么不赚呢？小飞，这个还是你跟你陈叔叔说，家里面的事情都是你陈叔叔说了算。几天后，当他来到陈淑婷家时，他早早的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叔叔和阿姨呢？他们都上班去了。叔叔和阿姨就不怕我把你给卖掉吗？他们才不担心我会被你卖掉。再说，你舍得把我卖掉吗？不舍得。半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护城虹桥机场。舒婷，我要去找我爸妈，你是跟我一起去，还是先去休息，晚上再去见我爸妈呢？我当然是要现在跟你一起见叔叔和阿姨了。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10几分钟后，李飞和陈淑婷等人来到护城市府。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李元朝李主任办公室在几层？你要找李主任，你找李主任有什么事情吗？我是他儿子，今天刚刚从帝都来护城，不知道他在哪里。你是李主任的儿子，我带你到李主任的办公室，正好我也顺路。谢谢。请进。老李，我来看你了。李伯伯，我来看您了。还是舒婷乖，知道喊李伯伯，不像你这个兔崽子，一进来就喊老李，没大没小。你们是什么时候来护城？怎么也不打一个电话先通知一下？老李，我都多大了，来护城难道还要给你和老妈打一个电话，让你们来接我吗？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一人自己上下学，都没有让你和老妈接送，我早就学会独立了。你这臭小子说这些是想要跟你老爸我算账吗？我哪里敢跟您老算账啊！臭小子，你来护城要住在哪里？是住在家里面，还是住在你买的小洋楼？我们住在万国酒店里面，小洋楼装修里面有味道，就先在酒店里面住几天，等气味散差不多就去小洋楼里面住。至于回家住，那就不用了，省得打扰你和老妈的2人世界。你小子有钱就这样花的吗？老李，有钱不就是拿来花的吗？我这也算是拉高了护城 GDP， 也算是变相的在支持老李的你工作。你小子除了这嘴巴能说会道外，你还能做什么？你妈她在浦东区当财务室的办公室主任，你要不要去跟你妈见一面？老妈真的当上浦东区的财务室办公室主任了？原本浦东区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去，那个地方太穷了，我就让你妈去浦东区当这个财务室的办公主任。为此你妈这些天可在家没有少骂我，所以我要提醒你小子一下，晚上见到你妈后可不要惹她生气。老李，你放心好了，浦东缺钱只是短暂，马上就会有人去浦东投资。2人下车后，直接朝着区府走了进去。不好意思，请问一下黄月山黄主任的办公室在哪？黄主任的办公室在2楼左手边第1间，就是他的办公室。谢谢黄主任，我们村没钱，你能给我们拨点款吗？不是说了吗？今年区里面也没有钱。结果他看到来人是自己儿子李飞。你这小兔崽子，没事拿你妈寻开心是吗？骂完，他满脸笑容的来到陈淑婷的面前。淑婷，从帝都坐飞机来护城累吗？阿姨不累。妈，你在这里工作怎么样啊？
这里工作还算是比较轻松一点，唯一的麻烦就是马上要过年了，来找我要钱的人太多了。可是浦东区区府这边现在是穷得叮当响，都怪你爸让我来浦东区这边，原本我是去虹桥区那边多好。妈，您别抱怨了，这是我给老李提议，浦东区府现在穷只是暂时性，等过完年以后就会好了。你小子坑完你老爸，现在又来坑你老妈，早知道的话就把你小子丢弃在垃圾桶里面去好了。妈，我可没有坑你，等过完年以后你就会知道我有没有坑你。听到自己儿子这么说，黄月山也没有再抱怨。他知道自己儿子身价有很多，他能这么说，肯定也是做好了准备。行了，我知道你小子有计划，别在你老妈我面前炫耀了。你爸都跟我说过，是你小子让我来浦东区这边，他还告诉我，你小子会投资护城浦东区，要不然你以为我会来这里吗？每天回家光是坐车回去都要1个小时的时间。当李飞和陈淑婷从妈那里出来，遇到一个人，许魏洲，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老子总算是找到你了。下午5点半，司机把李飞父母接到酒店时，已经是晚上差不多7点。妈，老李，小飞，这一次你来护城，帝都那边的事情处理好了吗？帝都那边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明年我会在浦东这边投资200亿，还有我会让我在米国控股的一些公司也在护城这边建分公司，顺便再搞几个高科技科研中心和工厂。老李，这些投资可以解决你的麻烦吗？李元朝听到自己儿子的话，他整个人都有些呆住了。这么多钱都相当于护城90年一半的 GDP，1990年护城的 GDP 总和也不过才781亿而已。你小子拿出这么多钱出来，不会有什么困难吧？老李你就放心好了，区200亿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困难，主要是大部分资金都在美国投资，要不然轻轻松松能调集几百亿美元过来。李元朝听到李飞回答自己的话，他也没有说什么。对于李飞商业上面的事情，他不管也管不了，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李飞拿出这么多钱出来，没有经济负担就可以。二人回到航城后，周浩带着他弟弟周汉来机场接机。飞哥，周汉，你小子几个月没见壮硕了呀？你小子现在是在读书还是在干嘛？飞哥，我听你的话，我在航城的师范学校读书。你小子那个分数能考上航城师范学校？这个是我哥找了关系，才让我进入航城师范大学。你小子既然上了师范大学，就好好读书，今后的社会都是需要有学历。等你大学毕业，也可以来帮我做事，管理公司的业务。飞哥，你放心，我大哥也是这么跟我说，让我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学习知识，将来毕业后来公司帮你赚钱。行，我等你。飞哥，车已经准备了，给你的房子也安排好了，就是当初赵小军的天堂商务会所。现在这里已经是我们快运进出口公司在航城总部，最上面的那层我已经给飞哥你装修了。那就去看看吧。半个小时后，李飞等人来到快运进出口公司。我让你把公司的那些资金重新注册一家新的公司，注册了没有？已经注册了，按照飞哥你的嘱咐注册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准备护城开一家商业地产公司，以大型商场为主。我说的话你能记住，这个很好。在未来的20-30年的时间里面，大型购物商场将会是主流。我们要做的就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飞哥，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具体的操作，你能不能给我一份计划书，让我知道该去怎么操作？现在过年了，等过完年我把具体的计划给你，到时候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好。下午，李飞带着礼物去见自己二叔李志军，来到他二叔家门口，直接开口在外面大叫：“二叔，我来蹭饭了。”很快房门就打开了。当李飞看到给自己打开房门的人是自己二婶时，他连忙笑着喊了一声：“二婶好，这是我从帝都给您和二叔带来的礼物。”你小子来就来，干嘛还带礼物过来？人来就行。二婶，这是我爸妈让我给您和二叔带来的礼物，还有给姑姑和老爷子、老太太的礼物。你爸妈他们调去护城还好吗？习惯那边的生活吗？护城距离外面航城也不远，生活习惯也差不了多少，比在帝都要更好一点。二婶、二叔他人呢？他去买菜去了，等一下就回来了。二婶的话刚说完，后面就传来了脚步声。二叔，小飞，你什么时候来的？二叔，我也是刚刚才回来。李雄、李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怎么不知道帮你爸拿菜？哥，不是我们不帮忙，是我爸不让我们帮他拿，我们也没有办法。小飞，让这2个小兔崽子帮忙拿菜代价太大了。再说你二叔还没有老到要他们2个来帮我拿，帮拿菜还要付出代价，一人1辆600块钱的山地车，1200块钱，相当于你二叔和你二婶1个月的工资。你们2个就这点出息啊？难道二叔不给你们2个买山地车，你们就不知道帮忙做事吗？哥，我们错了。对于自己这个堂哥，兄弟2人心中还是比较怕。小时候经常被他打，回家告诉自己爸爸妈妈，也得不到任何安慰，一度让兄弟2人怀疑自己是自己父母在外面捡到的孩子一样。你们2个就是要你小飞来收拾。哥，听说你去苏国了，那里好玩吗？苏国能有什么好玩？现在苏国的环境并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苏国的人民每天都在为了吃而努力。苏国不是世界第1大国，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只需要一个超级大国就可以，他们挡住了别人的道路，你说另外一个能让他们好过吗？那大哥，你在苏国的生意会受到影响吗？我在苏国的生意是跟苏国军方合作，就算他们闹得再欢腾，军方也不会乱，所以我在苏国的生意没有人敢动我。大哥，我们也想跟着你学做生意，赚很多钱。做什么生意？家里面有一个做生意的就可以了。你们2个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公务员好了。做公务员有什么好的啊？做生意需要有人脉、有关系，
还要有资本。你们有资本吗？没有，不是还有爸当我们的后盾吗？你们两个家伙别想了，以二叔的身份，你们两个就别想在这省这边开公司，经商唯一只能去别的省份。可是以我们的身份和背景，有很多的事情都不会如我们所愿。哥，那你会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呢？你哥我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们是经商做生意，我是投资实业和科技领域，还有重工业。所谓实业兴邦，重工强国，跟你们的本质就不一样。我不管去什么地方，他们都是求我投资，而你们就不一样了，你们是做生意，我做的是他们的业绩，能一样吗？还有这么多名堂吗？这里面的学问多了去，你们两个不是做生意的这块料，你们两个一个去接替二叔的班，去考警察学校，一个努力读书考人民大学，实在不能去人民大学就去政法大学。你们两个臭小子，听你们哥的话没错，经商不是那么好走，有你哥经商就足够了。你们两个一个接替我的班，至于能走到什么地步，这个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爸，我们知道了。发生了什么事情？老板，一个女人突然从路边冒了出来，还好反应及时，没有撞到对方。下车看看。当李飞下车后，他看到倒在地上的女人时，脑海中顿时浮现出来那个害他倾家荡产的女人丁文清。如果不是这个女人从他的保险柜内把自己私人印章和公司的公章以及一些重要文件拿走，最后他也不会落到从顶楼一跃而下的下场。你们怎么开车的？没有长眼睛吗？不好意思，有没有伤到？要不然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不用了，我赶着去上班，真要去医院检查的话，我这个月的奖金就全部都没有。我叫李飞，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万一你要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好，我知道了，我不跟你聊了，我马上要迟到了。那个，要不我送你去上班吧？为什么李飞会对这女人这么好？这女人是李飞前世那小娇妻的母亲丁慧。丁慧的老公在他们两个刚刚结婚后不到3个月，意外触电身亡了。这好吗？这是她第一次丈夫去世后跟一个男人有过这么亲密的接触。这没什么，要真让你耽误上班的时间，那就是我的不对了。上车吧。此时李飞心中想到要报复丁文清最好的办法。美女，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丁慧。你跟你名字一样，很贤惠。前世的时候，李飞可是知道丁慧当年玩的有多嗨。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能吸土。我没有你说的这么好。冒昧的问一下，你有多大了？我虚岁今年23岁，但是要到2月8号才到23岁。你呢？今年多大？我虚岁19，生日跟你相差没有几天，我2月13号的生日，还真巧合啊。丁姐，你有男朋友吗？我没有男朋友。不可能吧？丁姐你这么漂亮，怎么会没有人追求呢？难道你们单位上的那些男同事眼睛都瞎了吗？不是，我已经结婚了，不过我丈夫在1年前一次意外去世了，只留下我和一个女儿，现在我女儿才3个月大。丁姐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提起你伤心事。没事，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丁姐，那你的女儿是给你婆婆和公公带吗？他们说我磕死了他们的儿子，还嫌弃我生的是女儿，就直接把我和我女儿给轰了出来。没办法，我现在只能先住在我父母的家里面，女儿也只能先让我母亲在家照看。太可恶了，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意外能把这个赖在你身上吗？还有，你女儿可是他们儿子唯一骨血，怎么说不要就不要吗？他们家一直都是这样，重男轻女。我现在让我女儿跟我姓，也不会再让她跟爷爷奶奶见面了。老板，我们到了。谢谢你。不客气。丁姐，你几点下班？我下午5点半下班，时间马上要到了。李老板，我先去上班了。去吧。20分钟后，李飞回到家。老李，妈，我回来了。小飞，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身体还好吗？妈，您放心好了，4位老人家身体好着呢。等过完年，我让杭城那边的人准备给他们修建院子，他们住的房子都有些老了，还潮湿，冬天房子都不保暖，不适合他们居住。算你小子有良心。小飞，你二叔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基金和学习教育基金，在电话里面可是把你小子一顿夸赞，你做得很好，不愧是我李元朝的儿子。这是我儿子，他可是从我肚子里面出来，不是从你肚子里面出来。他也是我的种，没有我你能生下来吗？今天晚上你睡书房。老婆，我错了，是你的儿子，你生下来当然是你的了，我就是努力一下力而已。哼，老李，妈过2天我要去苏国一趟，去完苏国后，我还要去美国办理一下入学手续，再处理一下美国那边公司的事情，整个行程下来大约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等你去美国的时候，说一下老爷子那边给你准备了一个小队的保镖，他们都是从内卫退役的精锐，是老爷子亲自下令给你小子挑选的人。不过他们的工资，你小子可不要亏待了人家。老李，你让他们在帝都集合吧，这个你就放下好了，工资待遇绝对给他们翻10倍。你小子还真是大方，10倍工资，这都相当于4个我的工资待遇了。老李，你可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份，你要是有这么多钱，就不怕检查组的人找你去喝茶吗？臭小子，你爸我是那种人吗？你小子不是拿出10亿成立了一个家族信托基金，每个月都有钱打到账户上面来，说说吧，你小子每个月给你老爸和老妈多少钱啊？老李，给你钱，你也没有地方花费，难道你还想拿着钱去外面找个小的吗？就算是给你爸100个胆子，你看他敢去外面找小的吗？媳妇，你还不知道我吗？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再也装不下别的女人了。老李，你这么会说，肯定在外面也没有少对别的女人说过这样的话，要不然怎么张口就来这样肉麻的话？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子啊！媳妇，别听这小子瞎说，我每天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加班，哪里还有时间跟别的女人说这样的话？再说外面那些女人，有你漂亮，有你贤惠，有你能干吗？算你识相。臭小子，要不是现在是新的一年，我保证让你享受一下什么叫做父爱。老李，你现在要敢打我，我立马把爷爷接来，让你也好好享受一下爷爷对你的父爱。你小子还学会搬救兵了？有救兵当然是要搬的了，专门克制你。在家陪着自己老妈聊了几个小时的天后，李飞离开大院。老板，
我们去哪？去商场，我要买点东西。半个小时后，李飞让张武开车来到丁慧上班的地方。刚到丁慧，就从他工作的地方出来了。他下车走到丁慧的面前：“丁姐，我来接你下班了。”不用了，我自己走回家就可以了。丁姐，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今天差点撞到你，真要撞到你的话，我可是会内心十分的不安。你还有女儿和父母要养，家庭的重担都在你的肩膀上，你要受伤了，你父母会多担心。我没事，今天的事情也是我没有看路，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不用内疚，放在心上了。那不知道丁姐能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我请你吃一顿晚餐，算是我给你正式赔礼道歉。我下班后要回家喂孩子，所以不好意思，我不能陪你一起吃晚餐。那明天我来找你一起吃午餐，你要再拒绝我的话，我就去你们单位上找你们领导了。好吧。李飞把丁慧送到家。丁姐，这些东西是我买给你女儿和父母的，也不知道叔叔阿姨缺少什么，就给他们买了一些营养品，还有给你女儿买的奶粉、玩具和小孩子的衣服、鞋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东西都买了，也不能退。你要是不要的话，那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丢了。别，这些东西我收下就是了。这就对了。丁慧母亲听到外面有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小慧，他们是谁啊？妈，他们是我今天刚刚认识的人。今天早上上班着急，没有注意，差点被车撞到。什么？你没有受伤吧？要不要去医院里面检查一下？妈，我没事，我要是有事的话，还能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赔偿给你的。他说这些都是买给我赔礼道歉的礼物，都是婴儿的用品和老人的补品，说是买给小文清和你跟爸的礼物。这位老板，晚上留下来吃顿便饭吧。不了，阿姨，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理，就先走了，有时间再来您家吃饭。说完，李飞直接离开了。小慧，这个男孩子不会是对你有意思吧？妈，您说什么呢？我和人家才认识1天。人家怎么会对我这个寡妇感兴趣？小慧，你长得也不差，而且生过孩子，身材更加丰满，有几个男人看了会不喜欢。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思的话，小文清大不了就送给别人当童养媳。妈，我们才认识1天，你说这些是不是有些不着边际？而且我也不会把文清送给别人，想要跟我在一起，那就必须要接受文清。李飞从丁慧家离开后，直接回大院里面去吃晚饭去了。你小子明天有事情做吗？有，明天上午我要开一个电话会议，让港岛控股的公司尽快安排好人过来考察，准备在浦东这边投资。下午准备去帝都，一天的行程安排的满满的。兔崽子，你这比我这个护城办公室的主任还要忙啊！老李，要不我们换一下，你替我出国去谈生意，我替你处理护城的问题。这是你我说能换就能换的吗？说真的，我宁愿坐在办公室里面忙，去苏国半个月，最少也要瘦掉我7、8斤肉，每天基本上都得不到休息。这是我年轻，要是30、40岁，我都扛不住苏国那边的热情招待。主要是苏国姑娘太热情了，一群苏国的姑娘围着她交流舞蹈艺术，她一个人教那么多女孩子舞蹈，能不累吗？小飞，身体才是自己的本钱，别太拼命赚钱，这钱是赚不完。况且你也已经有这么多钱了，足够你花几百辈子，还那么拼干嘛？如果让李元朝知道自己儿子所谓掉7、8斤肉是怎么掉的话，他估计会把这辈子甚至是下辈子给李飞的父爱一起给他。老李，你放心好了，这一次我去苏国是有备而去，我在帝都找了一位中医大家制作了滋补的药丸，用来滋补身体。这还差不多，你去苏国可不要喝酒，那些人都是拿伏特加当水喝的人，明白吗？放心好了，那些老大哥知道我不喝酒，他们不会让我喝伏特加，就算是要喝酒，也是喝点红酒或者是香槟。当他离开家时，已经是11点。老板，去哪？去供销商场。此时那正在摆货的丁慧看到李飞来了，他停了下来。稍微等我一下，我摆完这些货就可以走了。那我在外面等你。好。李飞听到丁慧的话，转身就离开了。小慧，这个少年是你的什么人啊？以前我们怎么都没有见到过啊？张姐，他是我一个表弟，过年来护城做客，我答应他今天要带他到护城转一下。难怪没有见过了，原来是你的表弟啊。丁慧走出商场，看到李飞的车停在不远处，他一路走得飞快。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也就几分钟的事情，没什么。中午想要吃什么？我这个人不挑食，什么都可以。行，那我就做决定了，去万国酒店。好的，老板。李老板，不用去这么贵的地方，那个地方吃一顿饭很贵，我听单位的领导说过，去那里吃一顿饭要好几百块钱，我们随便找一个普通一点的餐厅吃就可以了。你刚刚不是说让我决定？既然你让我决定，那你就听我的。再说我也不缺这几百块钱。那好吧。下午3点半，李飞等人的飞机已经降落到苏国机场。且若夫副官，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李先生，我现在已经不是将军的副官了，现在将军让我当了苏国第57军的将军。那恭喜你了，那我现在要叫你且若夫将军了。我能当上苏国57军的将军，这个还要多亏李先生您，要不是您的话，我还当不上这个位置。他能坐上这个位置，的确是和李飞有很大的关系。聂科佐夫看在他跟李飞关系不错的份上，才会给他这个职位。如果是换做其他人的话，最多给一个师级负责人的位置。且若夫将军，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在国内的朋友。3位好，关叔、奎哥、陈哥，这位是且若夫将军。你好，且若夫将军。他们3人也都没有想到，来接他们的人居然会是一位将军，这待遇、身份和人脉关系，可比起李飞在国内都要高多了。李先生，车已经准备好了，聂科佐夫将军和其他将军也都在等着李先生。好，那我们先就走吧。1个小时后，车队来到聂科佐夫将军的府邸，关文宇、许奎、陈俊3人，李飞让人送他们去自己在苏国的别墅去了。聂科佐夫大哥，李飞兄弟，你可想死哥哥我了？
了。呵呵，我这不是感受到大哥你在想我，我就来苏国看你，还给你带来了好东西。不知道兄弟你给大哥带来了什么好东西？难道是我们在华夏的投资有了收益？对于李飞赚钱的天赋，涅科佐夫可是看在眼中，他们手中掌控的资金是每天都在上涨，用日入斗金来说都不为过。大哥，那些投资现在想要有收益可没有这么快，但我已经和关外3省那边签订了合同，5年后我保证大哥你躺着赚钱。兄弟，那你刚刚说给我带来好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5鞭丸用虎、鹿、牛鞭、驴鞭还有狗鞭做成的药丸，只要1枚就能管3天的药效，一战3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还不伤身体的那种。他知道涅科佐夫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还是十分的热衷，只不过他的年纪已经不比当年，雄风已经不在。兄弟，你刚刚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这可是我们华夏宫廷御方早年间可是给皇帝服用的药丸，比起美国的蓝色药片不知道强大多少倍，关键还没有任何的后遗症，大哥可以试一试。他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拿出1枚后直接吃了进去。他对于李飞送给自己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怀疑，他相信李飞不会害他。大哥，药效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正好我们开个会说一下。好。说完，他带着李飞朝会议室内走去。各位大哥好啊，李老弟，哥哥我最近赚了一点钱，不知道李老弟手中可有什么赚钱的项目吗？扎库老哥，跟上次那样赚快钱的项目没有，不过我这里还是有一个能赚钱的项目，那就是军火出售。毕竟没有什么是比这武器生意赚钱，每天的消耗都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存在。李飞兄弟，这个生意我们刚刚也都在说，但是我们不好出面，毕竟我们都是苏国军方的重要人物。巴耶托夫大哥，做这种生意当然是找一个中间商来牵线搭桥了。现在苏国这样，有很大一个情况是他们在暗中搞鬼。如今苏国怎么样，各位大哥心中也都十分的清楚。李兄弟，要不然这个代理人你来做，这些装备卖出多少钱，哥哥们不管，只要能让哥哥赚到钱，你赚几倍都跟我们没关系，哥哥们也眼馋，怎么样？巴耶托夫大哥，销售装备这种事情可是十分消耗时间的，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好好的把各位大哥投资资金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几倍。李兄弟说的没错，我们不能让他去当这个代理人。各位大哥，我先跟各位汇报一下投资的产业吧。许奎在晚上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李飞。飞爷，有点事情想要跟你谈谈，现在方便吗？方便。奎哥，不知道你想要跟我说什么？飞爷，我想要把忘忧山庄给关闭了，你有没有兴趣接手？你要把忘忧山庄出售给我？奎哥，你这忘忧山庄可是日进斗金，每年纯利润几个亿，是少都少不了，开得好好，怎么突然说要关闭？我这忘忧山庄本就是属于灰色产业，上面不处理也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这些年钱也赚了不少，要是再不识相的话，那就真的是有些不识好歹了。奎哥，你要出售这忘忧山庄，可那些股东们愿意把这个金疙瘩出售吗？我是忘忧山庄大股东，当初让他们入股，他们也只有分红权，没有管理权，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在我面前说3道4。奎哥，那你想要出售多少钱呢？这忘忧山庄当初建立的时候，当初花费了差不多2个亿，飞爷你给我2个亿就可以了。奎哥，你这是在给我送钱啊？如果奎哥你真的想要出售忘忧山庄的话，那就以市场价格出售，你也没有必要为了这点钱去和那些股东们闹出什么意见。行，既然飞爷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按照市场价格来算。奎哥，你把忘忧山庄给出售了，那你今后想要做什么？我想跟着飞爷你合作做点生意。跟我合作？奎哥，以你的身份和背景，根本就不需要合作，你为什么会选择跟我合作？因为你小子在帝都圈子里面被称为财神爷，谁都知道跟着飞爷你身边能赚到钱，所以我决定想跟你一起合作，正大光明的赚钱。奎哥，这赚钱的项目的确是有，还是光明正大，唯一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想要进去的话，怕是要跟不少圈子里面的人出手争夺，很多人都会盯着这块大蛋糕。怕什么？他们就算要跟我竞争，也会给我3分面子，大家都不会使用什么手段，大家身份背景都是一样，只要不被抓住什么重要的污点，想要竞争都凭借各自实力来。行，合作的事情要等我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再详细商议一下合作的事情如何？行，我在帝都等你，飞爷。奎哥，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2人商谈了半个小时后，许奎也离开李飞的房间。李飞刚刚送走许奎不到5分钟的时间。谁啊？是我，你关叔。关叔，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关叔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关叔，我们都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好了，我们之间需要这样支支吾吾吗？我知道你在帝都的双尊大厦马上就要开建，这2座大楼要是修建好的话，室内装修也需要有人来装修。关叔今天来找你，就是厚着脸皮想要拿下你这2座大楼的内部装修。怎么，关叔，你这是准备要下海了吗？说实话，我的确是有些想要下海经商。以前我是赚了一些钱，可是这些钱大多数都被我用来购买古玩和院子，现在手头也是有些紧张，我都快要穷得揭不开锅了。关叔，你要是穷得揭不开锅的话，那么帝都要饿死多少人啊？你小子。关叔，你要接下这双尊大厦的装饰，这个当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有你小子这句话就足够了。关叔，我们之间的关系用不着这样。回去后我就选择并退，然后开始筹备装修公司的事情。关叔，你和奎哥是不是2个人商议好了的？李飞在苏国待了半个月后，他直接从苏国飞往美国。李，你终于来了，你要再不来的话，我可就要亲自飞华夏把你抓来了。艾森教授，您这也不能怪我，手头上面的事情太多了，加上现在又是华夏过年的时间段，基本上每天都要应酬，所以来的有些晚了，但并不耽误我去哈佛报名。听说你们华夏过年十分的热闹，是真的吗？当然了，伯纳斯，李教授，我可以告诉你，华夏的新年期间是全世界最热闹的一个节假日，我想
你们去了一定会喜欢上华夏的过年。咦，听到你这么说，我还真的很想去华夏见识一下，你们的新年到底是有多热闹？虽然在90年代还有很多美国人都认为华夏还是和100年前一样那么的贫穷和落后，但这并不代表让那些洋人不好奇华夏是什么样子，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称呼华夏为神秘的东方。明年你和艾森教授一起来华夏帝都，你们会见识到各种表演，这些都是华夏流传几百年的传统文化，就算是书本里面都没有记载，这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刻在华夏骨子里面的传统民间文化。咦，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明年我们一定去华夏见识下华夏的新年是什么样。呵呵，伯纳斯，李教授，我怕你去了以后会舍不得回来，因为华夏每个地方过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咦，我都被你的描述给吸引住了，好奇心都起来了。不行，明年我一定去华夏好好的看看。行了，李，你要再说下去的话，伯纳斯李他怕是要忍不住去华夏见识一下你口中描述的场景了，到时候怕是没有人给你开发程序了。那我还是不说了，飞亚互联网没有伯纳斯李教授可不行，他可是定海神针，离开他飞亚互联网都不能运转了。咦，你这是要把我当成是飞亚互联网公司免费的劳工吗？我可告诉你，这可是违法的事情，小心我去告你哦。伯纳斯李教授，我可是没有把你当免费的劳工，不要忘记了，你也是飞亚互联网公司的股东，所以你去告我，怕是不会成立吧？公司你也是有分的哦。我这算是中了你小子的圈套了，你这是早就已经想好用股份把我绑起来，后悔啊！伯纳斯李教授，你现在就算是后悔也无用啊，你已经上了贼船跑不掉了。董事长，按照你的计划，炎龙风投已经投资入股美国众多公司，现在公司账户上还有80多亿美元，这钱还是有些多，我想要拿出一部分出来，成立一家科技公司。艾森总裁，这一次我来美国，除了办理入学的手续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准备在华夏护城开一家亚洲总部的炎龙风投公司，拿出50亿美元，顺便在护城买下一些土地，建造亚洲总部大厦。拿出50亿美元去华夏护城成立亚洲总部，董事长拿出这么多钱投资华夏，是不是有些太过冒险了？艾森总裁，你对华夏的国情不了解，现在华夏国内正在改革，帝都正在大力推开商业发展，今后华夏将会成为全世界的经济中心，现在是炎龙风投公司进入华夏最好的一个机会。艾森教授听到李飞的话，整个人也是陷入沉默之中，他在想李飞说的话是否是正确，还有就是他在分析华夏的市场和回报率，这种市场分析对于艾森教授来说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董事长，你说的很准确，华夏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潜在的市场很大，占据先天优势，投资华夏是最好的选择，我同意董事长你的这个决定。艾森总裁，亚洲炎龙风投公司的执行总裁需要一个华人，最好是从哈佛商务学院中华夏留学里面挑选出一位精英过去担任执行总裁位置。为什么？因为洋人不懂华夏商场上那些交易和人情世故，真要选择让一个洋人过去的话，炎龙风投做不到2年就亏得吐血。董事长，有些时候我是真的搞不懂你们华夏的那些人情世故，这在我们看来的话，公是公，私是私，为什么还要把人情加到生意里面来呢？艾森总裁，每个国家的国情和人际关系都是不同，华夏的文化底蕴更加偏向于人情世故，因为我帮助了他，他也会帮助我。如果我遇到经济危机，我可以找对方借钱，还可以赊账，这个放在美国能做到吗？艾森教授听到李飞解释，他瞬间反应了过来，也懂了华夏这人情世故的好处，那就是资源共享、消息共享，还可以帮助自己解决一些遇到的困难。董事长，我懂了，你们华夏的这人情世故带来的好处，放在美国我们会选择更加便宜的新供销商。那不知道艾森总裁可知道，哈佛商学院内可有合适的人选择？合适的人选，这个需要我去哈佛学校查看一下，我都差不多有几个月没有去学校上课，有些人我都不太记得，需要去学校查看一下档案资料才知道。好，董事长，现在来说说我们飞亚互联网公司的事情吧。好的，伯纳斯李总裁。飞亚互联网公司按照你的设计和规划，现在已经是拥有超过300万的使用用户，而且搜索引擎每天使用的人次也突破数亿，网页广告的收益达到2亿美元。广告收益已经达到2亿美元了。是的，因为有你的设计，所以我们开发起来十分的顺畅。可考虑到用户们的感受，我们推掉了很多的广告，我们的广告费破5亿美元都不止。伯纳斯李总裁，以后这些广告都接下来，不要推掉了。广告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滚动模式。董事长，你真不愧是商人啊，算得真是精。商人就是要善于发现商机，一个连商机都发现不了的商人，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了。董事长，还一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那就是有不少人找到我说想要入股我们飞亚互联网公司，争取早日上市。既然有人想要入股的话，那就让他们入股好了。他心中巴不得有人入股，因为他想要套出一笔资金来国内发展。臭迪迪，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是想你了，就打一个电话给你，以解相思之情了。我才不相信，我是真的想你。我现在在美国这边，正好有一件事情需要和你商议一下。有什么事情需要和我商议？我准备让飞亚互联网公司融资，准备让公司上市。这是好事啊，你就是要跟我商议这件事情吗？没错，我准备拿出15%的股份出来，融资150亿美元。这件事情我当然是要跟你说一下，也要通过一下你，我是不是很明着啊？臭迪迪，你是公司的大股东，我就是小股东而已，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没有一票否决权啊。你刚刚说15%的股份，想要融资150亿美元，这可能吗？小雅，你不知道，飞亚互联网公司虽然成立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可是它现在已经赚了2亿美元，
回报率超过200%，这才几个月的时间而已，150美元收购15%的股份会多吗？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要不然我敢开这个价格吗？李飞和薛小雅聊了半个小时，最终的结果是薛小雅拿出5%的股份出来融资，李飞拿出10%的股份出来。次日，李飞来到微软的总部。李好，我们又见面了。比尔，你好，这一次我来美国是有一件事情跟你说一下，那就是我想要微软在亚洲开分公司。你想要让微软进入华夏？没错，现在华夏正在改革，同时也在对外招商引资。我想让微软在华夏开一家分公司，我们双方各占据公司50%的股份。微软负责软件的开发，我负责把这些软件销售出去。你说的这个怕是不能现在回复你，因为这件事情需要召开董事会才能决定。行，那就召开一个董事会议。虽然比尔是微软最大的股东，他也可以拿出自己最大股东的权利出来，强行这样做，但这样做的结果将会让微软公司那些股东们一致抵触他。那我们先去会议室。好。半个小时后，微软总部会议室内坐满了微软股东代表。各位，今天召开的这场临时股东会议的确是有些匆忙。董事长，不知道您召开这场股东会议想要说什么？今天的这场股东会议要说的内容不是我提起，而是我们的新股东里提出来的。下面就由我们微软的新股东里来述说一下会议的内容。各位好，我是微软新股东李飞，来自华夏。他们知道微软来了一位华夏的新股东，可是当他们见到李飞如此年轻的样子时，直接是震撼了他们的世界观了。今天这个临时董事会要说的事情只有一个，我想让微软在华夏成立一家软件公司，双方以合作的方式展开，各占50%股份。等等，为什么要以合作的方式来开设新的公司？我们直接去华夏开一家分部不就可以？而你要分走50%的利润，这合适吗？没错，我们微软有这个实力，可以在华夏开设亚洲分部。为什么我们要跟你合作呢？是吗？微软的确是有这个实力，在华夏开设分部，但是我一句话能让华夏帝都那边直接不让微软进入华夏市场，你们信不信？呵呵，见过口气大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像阁下口气这么大的人。你以为你是谁？一句话能左右华夏拒绝微软的进入吗？小家伙，说这话之前你还是先掂量一下你自己有多少斤两，再来说这话吧。一个毛头小子也敢放出这样的大话，真的把自己当成华夏的领导人了吗？李飞看着这些股东们嘲讽自己的话，他丝毫的不生气。各位股东选择拒绝的话，我也不在乎。你们不要忘记了，我除了是微软的股东，我也是甲骨文和 IBM 公司的股东，而微软也会因为在各位鼠目寸光的反对下，丧失华夏的巨大市场份额。那坐在董事长位置上的比尔听到李飞撂下的话，他不由是皱眉了起来。如果真的被甲骨文拿到华夏市场，那么对方将会凭借华夏市场的份额，直接碾压微软的存在。李董事，你的要求我同意了。什么？比尔董事长，你说你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比尔董事长，我们不同意这个方案，用一个空壳公司套取50%的利润，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事情，我们所有的股东都不会同意。各位，你们不要忘记了，我才是微软最大的股东，而且李也是微软第2大股东，他拥有微软20%的股份，我们2大最大的股东都同意，你们反对有什么用？比尔董事长，你真的要这样做吗？各位，你们不要忘记了，我和李董事是微软最大的2个股东，只要我们决定好的事，你们有什么资格反对？今天召开董事会议，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希望你们一个个摆正自己的态度问题。众人听到比尔的话，一个个直接乖乖的闭上了自己嘴巴。李，那我们就这样说好了。比尔董事长，那么接下来合作的事情，我们2个去你的办公室内商议细节。好。留下那些微软的股东们在会议室内大眼瞪小眼。坐，李，你想要跟我说什么的？比尔，微软入驻华夏的事情，我想让一位高层过去，以微软的身份去和护城市府谈判，等微软跟护城市府这边谈判好后，再对外宣布合作的事情。能问一下为什么吗？因为我需要微软帮我做一个秀。李飞没有告诉比尔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他也不好对比尔说，他是在帮助自己老爸谋政绩，而且这种事情真要是传开了，对于李元朝的影响也不是很好。行，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也就不问。次日，他乘坐飞机来到美国加州红木城。李，很高兴再见。埃尔森，你怎么还亲自来接机了？你这个大股东来视察，我当然要亲自迎接你了。李飞收购了甲骨文30%的股份，这个股份超过了埃尔森的持股，但是甲骨文公司的操作权和管理权全部都是在埃尔森的手中。那我们先去公司商谈一下。好。李飞跟着埃尔森董来到他的办公室。李，你现在可以说一下你在电话里面跟我说的合作事情了吧？好。我想要让甲骨文公司开一家亚洲分部，我们双方各占据50%的股份。现在华夏可是一个新的市场，可以让你跟比尔在同一个起跑线决战一下。李，你既然找了微软，为什么还要让甲骨文进入华夏呢？按道理来说，你应该选择微软进入华夏更加合适，这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微软是很合适，但华夏市场份额太大，我不可能让微软一家独占整个华夏市场，我需要有竞争。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可不是一个好的市场，最后只会培养出来一位白眼狼的存在。李，你说的这个我同意了。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第二天，他去了 IBM 公司的总部。李董事，你说的这个条件我不能答应你。在他看来，李飞就是来白嫖 IBM 公司的利润。如果我们 IBM 想要进入华夏市场的话，也不用劳烦李董你来帮助我们进入华夏市场。还有就是，李董不要忘记了，你们只享受分红，还有投票权和否决权，没有建议权。
IBM 公司他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对李飞说这番话，因为他背后的大佬是美国官方，属于美国信息部门和一些特殊部门掌控。那我等着 IBM 公司进入华夏市场。说完，李飞起身准备离开。李董，不送。李飞看着对方坐在椅子上，连动都不想动一下。这董事长的位置，你要喜欢坐的话，那就多坐一段时间。过段时间，你怕是想继续做下去，怕是没有这个机会。说完，李飞头也不回地离开对方的办公室。一个黄皮 H 子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什么东西？李飞从 IBM 公司总部离开后，直接乘坐飞机飞往硅谷去，因为再过2天，飞亚互联网公司准备开始进行第1轮的融资。董事长，你给我的那份计划书实在是太好了，我有信心这一次我们的融资肯定是会成功。他没有想过网页还可以玩出这么多的花样出来，真的是小刀划了他的屁股，给他开眼了。伯纳斯，李总裁，互联网将来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依赖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网站要做好网站的防御，不能被黑客给攻击。我们要把飞亚互联网公司做成全世界最安全的互联网公司。董事长，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找来美国10几位顶尖的黑客来我们公司担任安全顾问，每天都让他们攻击我们的网站，从中找出我们网站的漏洞。这个方法很好，到时候我们再成立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专门出售我们公司的防火墙。我也有这个想法，只不过现在公司的重心都在完善网络安全这一块，网络安全等到我们网站彻底完善之后，我再开始着手。就按照你的计划来，网络安全公司成立后，我们要拿出来一些股份给这些黑客们，我们需要把他们绑定在我们的阵营上面。还有就是，只要不出问题，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董事长，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对其他职工们有些不太公平？伯纳斯，李总裁，谁要是说不公平，你让他也做这些安全顾问一样的工作，只要他能做到，他要的公平公司也可以给他们。好的，董事长，你说的这些我都会记住。约好那些财团和风投公司的人，什么时候来公司商谈吗？约好了，明天上午8点半正式开始。行，那就劳烦伯纳斯，李总裁辛苦一下了，先准备好一下接待的工作，明天我再来。我已经安排好了接待工，公司也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文件我也整理好了，就等明天那些风投公司和财团的人过来了。那就等明天了。李飞说完，离开公司，回酒店休息了。明天他要亲自去坐镇飞亚互联网公司信息安全部门内。各位，我来是给你们宣布一下董事长的命令。各位，从今天开始，公司不再约束你们工作，只要你们能完成了本职工作，你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伯纳斯，李总裁，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伯纳斯，李总裁，你没有骗我们吧？我骗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明天我会让董事长亲自跟你们宣布一下，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是真是假了。那个伯纳斯李总裁，我听说董事长他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华夏少年，是真的吗？没错，董事长的年纪比你们都要小，今年刚刚好19岁，可是他用了短短2个月不到的时间赚1000亿美元，他可以说是20世纪金融界的一个传奇一样的人物存在。 My God， 这个世界真的有这样传奇一样的人吗？1个月赚到100万美元，这都让我们无比的羡慕。2个月挣1000亿美元，哪怕是好莱坞的电影也都不敢这么拍摄吧。美国这个国家的人崇拜富豪，美国很多的人都想要一夜暴富，在很多国家是很难实现，但是在美国就十分的容易实现。他只想要150亿美元，结果被人硬给185亿美元，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命呢？各位，今天是我飞亚互联网公司第1次融资，公司已经盈利超过2亿美元，利润是200%，这也不是我吹牛，全世界还没有一家公司能跟我公司营业额媲美。众人听到李飞这吹牛的话，一个个也都找不出来什么话来反驳，全部都是点头赞同。下面就让伯纳斯、李向大家讲解一下贵公司的新项目以及今后的布局和走向。听了伯纳斯、李的话，不由让这些投资商人十分心动。各位，刚刚说的这些，想必各位也都听到了。我们自己本身也不缺钱。李董，10亿美元1%的股价太高了，你这才第1轮融资，那么后面的第2轮、第3轮融资，这个价格要高到什么价位？就是那第2轮、第3轮融资，这不是要把股价抬到2、3千亿美元？一旦上市的话，这股价要定位在多少？100美元一股还是200美元一股？各位，100、200美元一股很多吗？每股上难道没有100-200美元呢？不要忘记了，公司才成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投资收益现在已经超过200%。李董，10亿美元足够我们重新再开一家更大的公司出来，钱我们不缺，但是这个价格太高了，能不能少一点？如果不是规定要融资之后才能上市，你觉得我需要你们的资金？你们投资的不是飞亚互联网公司，你们投资的是我李飞这个人，一个你们美国传奇一样的存在，金融界的天才少年。众人听到李飞这不要脸的话，他们想要反驳，可是找不到任何言语来反驳李飞这不要脸的话。李董，你是我见到过最不含蓄的华夏人，别的华夏人都是谦虚和含蓄，这自己夸自己，我还是第一次从华夏人的身上看到。巴菲先生，
假如比尔不是微软的创始人，他拥有软件编写的天赋，他想要凭借一个软件程序融资10亿美元。试问一下，巴菲先生，您会投资比尔先生吗？会。您也说自己会投资比尔先生，主要是比尔先生他值得您投资。如果换着是别的程序员，您还会投资吗？不会。所以，我们投资并不是说投资某个公司，也不是投资某个项目，我们投资的是人，是我这个人，一个打破美国传奇历史的人。李董，我埃尔森愿意收购5%的股份，50亿美元。埃尔森先生，我们先稍等片刻，要没有人竞争的话，稍后我们就去签合同。我收购10%的股权，100亿美元。比尔看到埃尔森收购5%的股权，他也不甘示弱，表示自己愿意收购10%的股权。红杉资本愿意出55亿美元收购5%的股权。我高盛也一样，愿意出55亿收购5%股权。我说你们2个家伙是不是来给我捣乱的啊？埃尔森，这融资当然是谁出的钱多就融资给谁了。你？我什么我？有本事你出价比我高，没这个实力就闭上你的嘴巴。我埃尔森身为甲骨文公司董事长，我会没钱吗？我出60亿美元收购菲亚5%的股份，不是有钱吗？出比我高的价格啊！我出63亿美元收购5%的股份。行，你高盛资本有钱，我埃尔森认怂了。你高盛资本董事长听到埃尔森认怂的话，心中一股怒气顿时是暴涌而出。这个价格被他自己愚蠢的提高13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既然高盛愿意以63亿美元收购5%的股权，那我们合作愉快。李董，我红杉资本愿意出55亿美元收购5%股权。我出56亿收购5%的股权。我什么我？你红杉资本有钱，我埃尔森就没有钱吗？你们能出钱，我就不能出钱融资吗？可以，当然可以。红杉生怕被对方给坑了，当即直接选择闭嘴，不再跟埃尔森去竞争。我杜邦财团出60亿美元收购5%的股权。纳比尔和巴菲二人看到杜邦财团的这位都出手了，二人直接是选择退出竞争。埃尔森也是一样，最后一份5%的股权，我要了60亿美元。他买了2架私人飞机去打猎，还花5亿收购了忘忧山庄。李飞刚下飞机就被老爷子的人接去了。老爷子，新年好啊！小家伙，你这一次鹰将之行可是闹出来了很大的动静，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华夏诞生了一位世界华人首富。老爷子，市值这东西都是虚的，这需要有人来买，我才能套现大量的现金出来。要是鹰将那些股民们不够买，公司也会在一夜之间一文不值。这就是股市，也是金融。小家伙，你对金融和股市这一块很懂啊。如果我们也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你能让这家公司和你公司一样吗？老爷子，您这是在为难我呀。公司我都是交给专业人士去管理，我唯一做的事情只有营销我自己而已。而且现在我们电脑的普及率连别人几% 都没有达到，我们和西方那些国家还是相差很大呀。想要让全民都普及电脑，我们还是有很多路要走啊。老爷子，我们现在走的路就很好，全民普及电脑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不出30年的时间，我们华夏将会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市场，亚洲第1的存在。你小子说的不错，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步伐，不能看个例就去学，这样只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划不来，划不来。是的，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走，超过他们是迟早的事。小家伙，你在鹰将的投资可是不小，你就不怕被鹰将那边的人给你使手段吗？鹰将真要对我使用什么手段的话，我在鹰将还有300亿美元的基金，只要我一句话，这300亿美元的基金将会成为复仇基金。小家伙，你还真是狠啊！老爷子听到李飞的话，也被他的这个做法给吓了一跳。真到那个时候，伤亡人数将会超过几百万，甚至是千万的存在。老爷子，死的都是外国人，他们死多少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无关痛痒的存在，而且还能让鹰将陷入动乱之中，这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愿意看到的事情。李飞跟老爷子畅聊1个下午，这件事也是在圈子内流传了出来。这是老爷子用自己的方法在给李飞撑腰。李飞回到自己的院子，看到等候的3人，关叔、奎哥、陈哥，你们3个这是约好了来找我的吗？我们3个可不是约好来等你，你小子在鹰将的事情，现在整个圈子内的人都讨论，有不少人都把目光盯上了你公司，想要入股进去，占据大头股份，让它变成国企。李飞听到关文宇的话，脸色瞬间有些难看了起来。自己在鹰将创立的公司，帝都这边还有人想要摘桃子，他能开心的起来吗？你小子不用担心，那几个提出这愚蠢建议的人，现在已经养老去了。老爷子在用自己的方法给你小子撑腰，打消那些对你心怀不轨的人。李飞总算是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自己刚刚一下飞机就被老爷子请来？原来老爷子是在给自己撑腰。飞爷，你也不用担心会有人惦记，不仅是老爷子发话了，海陆空的负责人全部都发话，谁要敢打你的主意，那就是跟他们过不去。飞爷，能让3军负责人放下狠话的人，也就只有你一个人，牛逼！不说这些了，既然都解决了，那就都是过去式了。飞爷，你现在可是世界首富了，有这么多钱，飞爷你打算怎么花？别想了，买了2架私人飞机，我还需要投资一些科技产业，还要收购1家通讯公司，这些钱都不够我自己花的了。飞爷，你买私人飞机了？买了2架，3年后交付。还要等3年？因为我的飞机是需要定做，全部都是按照我的意思去装修，所以需要的时间有些久。
飞爷，等你的私人飞机下来了，我可要去好好的参观一下。我长这么大还没有看过私人飞机里面什么样，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的样子。等飞机到了，我们一起乘坐飞机去非洲打猎。那感情好啊。次日，李飞正在忘忧山庄和许奎商谈收购的事情。奎哥，忘忧山庄当初花费2亿，我现在出10亿把它买下来。飞爷，10亿太多了，我这个地方也就开了几年的时间，就算是翻倍也翻不了这么多，给我3个亿就可以。奎哥，你这忘忧山庄值这个价钱，再说你把这忘忧山庄出售给我，你也要给那些股东们一个交代，只能是在经济上多给他们一点钱。10亿太多了，要不我给你打一个5折，5亿华夏币就好了。行，那就按照你说的价格，5亿华夏币，我们现在就签约。你们用过 BB 机吗？飞爷，你真的把奎哥手中的忘忧山庄给收购过来了？怎么，你也想要收购奎哥的忘忧山庄吗？还是你看中了里面的哪个小姐姐？飞爷，奎哥那忘忧山庄，我可没有这个实力吞下去。至于忘忧山庄的那些女孩子，说实话，她们只不过是一些玩伴而已。陈哥，你年纪也这么大了，怎么家里没有给你找一个对象？相亲对象没有，但是有未婚妻，只不过对方现在在国外留学。在国外留学，你就不怕他被外国的那些帅哥给勾引走吗？飞爷，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像他们这样的，家里都会派人去保护他们的安全，基本上是不会和外国的男人有什么亲密的接触。所以你刚刚说是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事情。原来如此。飞爷，你不是说去鹰将报名哈佛的商业大学，怎么样？那学校里面的漂亮洋妞多吗？我就是去鹰将哈佛报一个名而已，前后都没有待2个小时，又不是真的去哈佛上学，挂名拿一个文凭而已。陈俊随后带着李飞去看他买下的通讯公司。飞爷，这家公司是挂在通讯信息部门下面，这里面的科研人员全部都是硕士和博士，我就是看中这些人才，才选择投资他们。陈总，黄博士，我让你们研制的传呼机怎么样了？传呼机已经研制出来，这就是我们研制出来的传呼机，性能比写 M 公司的传呼机性能不会差，甚至在某些方面都超过他们了。随即，他把这部传呼机递给一旁的李飞。飞爷，你看看这传呼机怎么样？他接过传呼机，在自己手中摆弄了几下。黄博士，请问一下，一部这样的传呼机造价是多少钱？一部这样的传呼机造价需要3000左右，而市面上价格是在4、5千块钱一台，我们的利润还是有很大。如果我要你把一台传呼机的造价压缩在1000块钱以内，能做到吗？不可能，那样的话就只能用次品来代替，那使用寿命只有2、3年左右，这可是缺德的行为，也是属于残次品。到那时候，还有消费者认可我们品牌吗？黄博士，你要记住了，我们卖的传呼机是消耗品，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能用10年，那这家公司离倒闭就不远了。而且同样的钱，别人可以到我这里买2个新的。飞爷，高，实在是高。今天我算是长见识了，没有想到一部传呼机还能这样玩。李飞抓住了无数人心中的一个习性，那就是贪小便宜和喜新厌旧的一个心理，直接是把人性拿捏得死死。陈哥，传呼机就是一个过渡的电子消耗品而已，等研制出来方便携带的手机，传呼机直接是可以被淘汰掉。怎么样，黄博士，我刚刚说的这种传呼机能生产出来吗？陈总，您真的要听他的话，生产出来这样的残次品传呼机吗？黄博士，忘记给你介绍了，他是我们公司的最大股东，也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了。董事长？没错，他就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也是世界首富，富可敌国一般的存在。黄博士，公司的产品如何生产，你们只要按照公司说的去做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是你们研发部门该管的事情。是，董事长，我知道该如何做了。听到李飞的话，黄博士哪里还不明白这是李飞在敲打自己，告诉他公司的事情还轮不到他来操心，只要按照公司完成的任务去完成就可以。黄博士，我刚刚说的移动手机电话，现在我们的研究部门可以研究生产出来吗？这个没有问题，唯一的区别是在信号方面，但涉及到一些专利，唯一的办法就是设计出自己的网络，但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最少5亿打底。钱不是问题，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只要你们能研究出来，任何设备我都可以弄过来。对于李飞来说，现在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叫事情。董事长，你说真的？黄博士，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我们董事长他是世界首富，你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别说是几亿，就算是1000亿，对于我们董事长来说都不算什么。陈哥，要不1000亿缺少的你来补上。飞爷，我身价就那么点钱，跟你一比的话，那就是9牛1毛了，把我卖了也补不上缺的那些钱。